我娶了我的姐姐做老婆，并且姐姐第2年就给我生下了一个女儿。但我十分厌恶她，因为所有人的异样目光跟嘲笑，因为他们说她克夫是不祥之人。但其实姐姐赵静并不是我的亲姐，而且她是为了我妈跟我结婚的，她是被父母捡回来的。她从小就很照顾我，就算她生下女儿后，依然干农活、做家务、照顾女儿。而我那时就是个人渣，整天酗酒、赌博，还打她。终于在一次我抢了她给女儿买米粉的钱后，她选择了跳崖，我这才幡然醒悟，带着对她的无尽悔恨苟活了一生。虽然后来我事业有成，但终身未娶。每日的思念让我来到了老婆跳崖的地方。假如能再来一次，再爱一次，我想对你们好一点。姐、女儿，我来给你们道歉了。可不知过了多久，脸上传来一片冰凉的触感。老三，快醒醒！你怎么躺在这儿？我艰难地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一张黝黑的年轻面孔。这不是年轻时的二哥吗？二哥，怎么喝的连你二哥也不认识了？刚刚下手也不重啊，怎么打傻了？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竟然真的是年轻时候的二哥，难道这里就是地府了吗？你喝酒喝傻了，你在胡说什么东西？难道是重生了？哥，哪天？今天是哪天？3月初2。哪年？1980年。你小子在犯什么婚？你看看你，20岁的人了，太不像话了。赵静就是在这天下午抱着囡囡跳崖的。就是这天早上，我抢走了他仅剩的6块3毛钱去喝酒，因为又苦又累没有奶水，那是他偷偷攒起来给女儿买米粉的钱。上山的路并不平坦，好几次我都被石头绊倒。快点，再快点！终于，眼前就是那片山崖了，但山上没有人。赵静已经带着囡囡跳下去了吗？不要！我使劲将身子探出去，10几米深的悬崖下面是一片尖锐的碎石滩，并没有人，还来得及。赵静还没有跳崖，虽然不知道怎么就重活一世了，但这次我一定要好好对待赵静和小囡囡，一定要让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你这个渣男，不准欺负静姐！自己真的是回到了1980年。他在说什么？听隔壁我大舅说，最近很多屌丝男重生。难道他重生了？深呼吸一口气，我推开院门，正好看见堂屋里赵静趴在桌子上写着什么。前世赵静就是在绝望无助中写下这封信，然后带着小囡囡跳崖的吧。赵静看到是我，赶忙收起纸笔，眼里的神色也迅速收敛了起来，冲到我面前，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姐，对不？没等我说完，赵静嚎啕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打着我。这一瞬间，她不想带着小囡囡去死了，小囡囡就是她的命，谁都不能带走她。姐，对不起，我们其实从来没有过亲密接触。怀上小囡囡那次也是我喝醉了，半醉半醒间发生了关系，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碰过她。赵静又哭了一会儿，这才慢慢平静下来。小弟，你没事吧？你这是怎么了？被你刚刚打的。你说我的脚啊？姐，没事儿，刚刚找你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下。小弟，我们去卫生所看看吧。家里已经没钱了，那6块3被自己花掉了3块2，眼下应该连米粉都不够买。姐，没事儿，就是看着吓人罢了，一点都不疼。就在这时，小囡囡哭了起来，赵静赶忙去给她冲米粉，这才想起来米粉已经没了，她神情落寞地站在那里。我走到赵静身边，抓住赵静的手，姐，那6块3我没花，我这就去买米粉，你等我。小弟突然跟变了一个人似的，难道是因为被自己打了一顿吗？米粉1袋500克，价格是5块。这个年代1斤肉只要6、7毛，米粉可以说是相当贵了，奶粉更是远比米粉要贵。果然任何时候奶粉都不便宜。虽然我只有3块钱，名声也不好，但毕竟经常偷家里钱在徐老三这里买酒还是有信用的，所以徐老三答应赊给我2块钱买了这米粉。他还没有回来，不会把钱拿去买酒或者赌钱去了吧？是啊，人哪是说变好就变好的。你一个人在说些什么？姐，米粉来了，女儿给我抱着，你冲米粉给女儿喝吧。赵静接过米粉便立刻舀了几勺冲泡好，便给小囡囡喂了起来。赵静脸上也总算浮现一抹笑容，然而她接着便觉得一颗心如坠冰窟。小囡囡出生以来，赵文木从来没有抱过她，有的只是看向自己和小囡囡的厌恶的眼神。赵文木为什么突然对小囡囡这么好？他不会是想要把女儿卖掉吧？短短几分钟，赵静想了很多，而我也想了很多。我想着重回这80年代怎么赚钱，给他们母女更好的生活。当下是1980年的春天，改革开放的初期，要不了多久，商业贸易将会席卷全国，城乡之间经贸往来的隔绝状态即将被打破，市场有很大的需求，只是大多数人不了解罢了。信息即是金钱，而我掌握信息。虽然现在没有本金，但有个东西或许可以赚第一桶金。我背上一个大竹篓，拿着一个除草用的小锄头便出门了。初春时节，灌木、野草大多还没有抽芽，但是荠菜、苦菜、灰菜却正是最嫩的时候。这些东西漫山遍野都是，村里人也会采一些来吃，却从来没有人想到过可以拿到城里去卖。很快我就挖了满满一大背篓。等回到家的时候，赵静正在厨房里忙活。
姐，我回来了，你那需要帮忙吗？不用，只是蒸了几个红薯。我取出野菜，趁着天还没黑，将野菜嫩嫩的叶子中间混杂的枯枝干叶、泥巴全都清理干净。小弟，你挖这么多野菜干什么？姐，这些野菜明天我拿去城里卖。赵静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有说什么。这些野菜家家户户都有，有谁会买它呢？不管怎样，小弟好不容易勤快一次，还是不要打击他的积极性吧。晚饭只有红薯和土豆，还有赵静自己腌的萝卜条。这时大嫂刘秀梅推门进来了，她手里端着一个碗，里面放着一个鸡蛋，还有2个馒头。小弟，你是不是又去喝酒了？你二哥说你喝酒喝傻了都，哪里的钱喝酒？阿静她是不是抢你钱了？嫂嫂没有。大嫂刘秀梅，我们3个兄弟都很怕她，从小到大被她教训。听到赵静的回答，我不由得心痛了一下。前世她就是这样，不管我怎么对她，她都偏向我，袒护我。大嫂也知道赵静，没有多说什么，坐下来看着赵静吃饭。她知道但凡有点好东西，最后都落到了我的肚子里。赵静小口小口吃着，她知道鸡蛋大嫂一定要看着自己吃下去，馒头却只吃了一点点。姐，你把馒头都吃了，我不想吃馒头。馒头小小的，赵静完全吃得下，我看得出来她是想留给自己。刘秀梅被我的话吓了一跳。小弟啊，你也不小了，你都当爸爸的人了，别整天浑浑噩噩，不是喝得烂醉，就是把钱赌光的。赵静承受的太多了，不要让我知道你欺负了他。以往的我听着这话早就不耐烦了，甚至还会迁怒赵静。大嫂，你放心，小弟不会再犯浑了，我以后保证对阿静好。低着头吃饭的赵静听到这话，眼睛里顿时盈满了泪水。听到我的话，大嫂刘秀梅也很高兴，她笑着说了声便离开了。姐，我说的是真的，我会对你跟囡囡好的。以前那个人渣死了。好，小弟你把馒头吃了吧。不要，姐你吃，我最喜欢吃土豆了。你吃吧。这样，我吃一个，你吃一个。晚上我让赵静睡在炕头，小囡囡睡在2人中间，自己则睡在了炕梢。以往我都是霸占着炕头，从来不管赵静冷不冷。到了夜里，小囡囡哭了起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赵静已经蹑手蹑脚的下了炕。看到我也醒来，她顿时有点胆怯，生怕我又要发脾气。看着赵静怯懦的眼神，我的心一抽一抽的。以前夜里小囡囡醒来哭闹，我都是一把叫醒赵静，冲她发火，叫她让小囡囡安静。姐，以后夜里照顾小囡囡让我来吧，你好好休息。这次你教我怎么来。赵静怔怔的呆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轻声细语的给我讲解一次要添多少米粉，放多少水，水温如何，怎么拿奶瓶，怎么抱着小囡囡才会不呛奶。第2天，赵静一早就起床了。农村人就是这样，天不亮就起床干活。我也早早起来了，跟着赵静学了一遍怎么洗尿布、晾尿布。原来尿布洗完之后还要放到开水里煮一下，给它消毒。中午还要在阳光下多晒会儿。忙完之后，我背上竹篓，竹篓里是满满的30-40斤野菜。小弟，要是卖不了也没关系，早点回家就好。姐，你就放心吧，我走了，等我。小弟只要不赌钱就好。母亲临死前让我娶了自己的姐姐，而姐姐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竟然点头同意，并且第2年就给我生了个女儿。但我并不喜欢她，因为姐姐是父母捡回来的。所有人都说姐姐是不祥之人，重生的我要让他们母女成为最幸福的人。续接上集，到平阳县城的时候，大概是早上7点半。虽然路程不算远，但脚底的伤确实很重。到城里的时候，伤口又开裂了，点点血迹从血里渗了出来。我来到了县城东南的制糖厂职工家属区。平阳县制糖厂规模很大，是省里的重点企业。制糖厂有正式职工400多人。眼下这个年代，制糖厂效益很好，工人工资能有30多块钱，在整个平阳县都数一数二。整个家属区生活了至少1-2千人，消费能力还是很不错的。我在地上铺了一层玉米包叶，把野菜分门别类摆放出来。很快就有几个出门买菜的大姐路过这里，我赶忙喊了起来：“新鲜的野菜，早上刚摘的新鲜野菜！”这时一个大姐停下了脚步：“小伙子，这苦菜多少钱1斤？”“姐姐，1毛钱。”“姐姐，你这小嘴真甜啊，第一次被这么叫。”“不叫姐姐叫什么？您看着这么年轻又漂亮。”“真的吗？”“我也是农村的，最是想念这时节村里的野菜了。然而平时上班看孩子，也没有时间专门跑乡下去挖。小伙子，你不仅嘴巴会说，人也很有想法。第一次见在城里卖这个的，给我来1点吧。”说完，又来了一个大姐：“这菜新鲜吗？”我抬起自己的左脚，表情痛苦地说道：“姐姐，这都是我今早刚去山上挖的，您看我这脚受伤了，都还没来得及去处理呢。”大姐看着我鞋子上的血迹，脸上很是动容。庄户人不容易呀，小伙子，你这伤的可不轻，待会儿赶紧去医院看看，就给我来个1斤荠菜吧。好嘞，我称好荠菜，将秤给的高高的，用1根玉米包叶绳子捆好，递给那位大姐，一边说着：“这荠菜最是新鲜，买点猪肉包荠菜肉馅的饺子最好吃了，凉拌荠菜也是美味。”小伙子，看样子你很懂啊，详细的说来看看。哎，您这就找对人了，我就是靠餐饮起家的。
就是说这苦菜呀，苦菜浑身都是宝，可以清热泻火、降三高、活血化瘀，感冒上火也可以多吃一些苦菜。老头子，医生说你三高，咱们也买点苦菜吧。你说啥子？我说你三高。你说啥？三高。啥子？高，小伙子，有没有吃了对耳朵好的呀？奶奶，胡萝卜、西红柿都可以多吃点哦。对了，我这荠菜也可以啊，荠菜可浑身是宝，富含多种维生素，其中含有的大量的胡萝卜素、钙元素都是对耳朵好的，它对三高也友好，它低糖还止泻。听着好专业，虽然咱也听不懂，但是请给我来1斤，给我也来1斤，我也要。在任何年代，养生都是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苦菜、荠菜很快就售卖一空。还有灰灰菜，灰灰菜富含钙质，可以促进骨骼生长，小孩子可以吃一些，还可以。人群慢慢散去，我背起背篓，也准备离开。就在这时，一个面相和善、有些肥胖的中年人站在了我面前。小伙子，明天能给我那儿送一批野菜吗？我仔细一瞧，竟然是李国富。李国富，我的恩人，前世的我就是李国富收留的。那时李国富是平阳县国营饭店的副主任，也是饭店的大厨。李国富不但力排众议收留了我，还毫无保留地把一身厨艺传授给了我。没问题，大哥您怎么称呼？不知道您要多少野菜呢？竟然是李国富！赵文木重生80年代卖野菜遇到了上一世的恩人。续接上集，我叫李国富，是国营饭店的副主任。真的是你？没什么，您接着说。刚刚我听到了你说的那些野菜功效和吃法，感觉还不错。这样荠菜、灰菜各20斤，苦菜10斤，价格还是1毛钱1斤，你看怎么样？那太可以了。您是明天什么时候要呢？我给你送过去。我那边不急，晚上之前送过来就行。好嘞，谢谢您。这小伙子不错，吃苦耐劳又有见识，为人也谦逊礼貌。50斤野菜虽然不少，但是对于平阳县国营饭店来说，绝对只是小菜一碟。他以后还会有更大的订单。没想到重活一世，李国富又是我的贵人。明天的菜钱我先预支给你，你赶紧去卫生所处理一下脚吧。这可真是及时雨，这样就能给阿静和囡囡买点好吃的了。李主任，您放心，明早我一定把野菜送到。送走李国富，我先去了卫生所处理脚伤。果然什么时候看病治伤都不便宜，足足花了1块6毛5分钱。野菜一共卖了3块4毛，加上李国富给的5块钱，以及昨天剩下的1毛，我现在一共有6块8毛5分钱。然后我又去供销社买了10斤白面，因为没有面票，价格就稍贵一些，1毛2一斤。又买了2斤肥瘦相间的猪肉，也就是后来我们说的猪五花，这会儿叫做3层肉，3层肉最好吃，7毛5一斤。还买了2斤猪板油，这个是用来炸猪油的，熬完猪油剩下的油渣撒点盐吃也是嘎嘎香。猪板油6毛钱一斤，当下并不流行吃瘦肉，纯瘦肉反而要便宜些。又买了些油盐醋，对了，还有几块糖。回家的路上，清风拂面，看着路两边盛开的小野花，我觉得心情无比舒畅。我已经几10年没有这么高兴了。前世一个人孤零零活在世上，看似叱咤风云，风光无限，实则内心的孤独与凄凉只有自己清楚。赚多钱自然是好，但假如亲人朋友都不在身边，钱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回到家大概10点钟的样子，赵静此时不在家中，估计是下地干活去了。对于刚分到手的土地，每个村民恨不得捧在手心里伺候着。我先去桃园找大哥吧，野菜量有点大，我一个人肯定挖不来那么多。大哥大嫂承包了山上的一小片桃园，这会儿正是桃花盛开的时候，估计现在正忙着给桃花授粉。好多人，二哥二嫂、赵静、小囡囡都在这儿。秀梅嫂，小弟太不像话了，昨天又喝得烂醉，直接就在猪圈里睡着了。我觉得你得好好收拾他，天天不是喝酒就是赌钱，苦了阿静。也没有，小弟有在努力了。你看看你呀，真是不管怎样都偏着小弟。小叔，我被大哥家的2个女儿赵子婷发现，赵子梦也扑了过来，大人们也望了过来。虽然我上一世是个人渣，但小孩子还是喜欢跟我玩的。我尴尬的从兜里掏出几块糖分给子梦、子婷2个小家伙，又包了最后1块糖，走到赵静身边。赵静脸红了红，在众人面前有些害羞，最后也只得张嘴吃下。行啊，小弟，光顾着媳妇，嫂子们呢？二嫂宋云挤眉弄眼的笑着问道：“二嫂，你要吃糖得找我二哥，自己媳妇自己疼，是吧？二哥。哼，谁让你怂恿大嫂揍我的？这小弟怎么看着性子变了？大哥，你这就得夸我了，是我昨天教训了他一顿，他可能有所醒悟吧。”人多力量大，不到中午几个人就做完了所有的活。大嫂要留大家一起吃午饭，这也是惯例了。农村帮忙干活一般不要钱，但至少是要管饭的。这时我提出建议，大家一起去我家吃饭。大哥二哥，我这有门生意想跟你们一起做，等下去我家边吃边商量。阿静，小弟是不是在做什么坏事啊？等下还是我跟秀梅嫂都回去取点白菜、馒头去阿静家吃吧，看看她在做什么。好，一起去吧。
就这样，我们一行人来到了我家里。哇，是猪肉，有肉吃了。子梦跟子婷看见厨房里的白面白糖还有猪肉，高兴的叫出声，众人脸上却都没有一丝喜悦的神情，特别是大哥赵文林，大哥脸色铁青，终于压制不住怒火跟失望。小弟，这些东西是哪来的？你游手好闲，天天从阿静这喽骗钱也就罢了，难道现在还去偷去抢了吗？其他几位兄嫂也是神色不语。赵静虽然脸上也有焦急，却还是在拉住赵文林。大哥，你先别着急，听小弟解释。听着媳妇的话，我心里很感动。不论自己多不堪，赵静都愿意去相信自己。然而以前的自己却一次次辜负了她的心愿。她辛辛苦苦养的鸡自己偷走卖了，卖玉米的钱自己也红走拿去赌博了，就连她卖头发的钱也拿走买酒喝了。大哥，这些东西真的不是偷来抢来的，是我卖野菜赚的。接着我仔仔细细讲述了自己卖野菜的经过，就连李国富预付了5块钱的事情也详细说了一遍。大家听完以后都半信半疑的信了几分。我今天叫大家来，就是因为需要的野菜太多，我自己一个人挖不了那么多，想让大家帮我一起挖，大家一起挖，5分钱1斤卖给我怎么样？最后还是大嫂拍板发话了。小弟，吃完饭大家就去挖野菜，钱哥哥嫂子们就不要了。你明天陪小弟一起去买野菜，就赶着家里的牛车。好。大哥家里有一辆牛车，我确实计划着跟他借牛车的。至于钱的事情，不着急，等生意做大点再跟大哥二哥分钱就好。谈完这些，众人便忙活起了午饭。小弟，你这个凉拌荠菜料汁调的确实好吃。想不到荠菜还能做得这么好吃，怪不得城里人愿意花那么多钱买。阿静，我做的菜好吃吗？好吃。赵静不记得上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是什么时候，可能从来没有吃过吧。她认真的点点头，一双大大的杏眸里亮亮晶晶的。那我以后每天都做菜给你吃。母亲临死前让我娶了捡来的姐姐，而姐姐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竟然点头同意。续接上集，我遇到了李国富，他要了50斤野菜，我叫哥哥嫂子们一起挖野菜，人多力量大。吃完午饭，一群人只用了1个多小时就挖了150-60斤野菜，其中以荠菜、灰菜居多。其实山上最多的是苦菜，但是苦菜味道特殊，消费量反而要小一些。剩下的时间，我就跟赵静待在院子里清理野菜。次日一早，我就跟二哥赶着牛车早早的进城了。小弟，二哥发现你像变了个人似的。二哥有吗？可能你那轻轻的巴掌把我拍醒了吧。哈哈，你还记着这事呢？不过话说回来，这么多野菜真的有人要吗？我也不清楚，野菜应该是往后的10年会很多人吃的。你说什么？昨天超出我的预期，而且还有很多人没买到，今天应该不会差。放心吧，二哥。城里人是没吃过这玩意吗？不过昨天尝过小弟弄的，我发现确实好吃。很快我们就来到了制糖厂家属区，我取出一条装面粉的布袋子铺在地上，把野菜一堆堆摆在上面，清脆鲜嫩的野菜，干干净净，不带一点杂质。今天到的稍微早了一点，街上的人还不多，几分钟后人渐渐多了起来，陆陆续续有人围了过来。小伙子，我按你说的方法调的料汁，做的凉拌荠菜真好吃。是啊，我昨天包了荠菜包子，我家公爹直夸多少年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荠菜包子了。原来是昨天给自己带来第1单生意的2位大姐，这是觉得好吃一早就专门来买了。这一次2位大姐又分别要了2斤野菜，渐渐的人越来越多，有围观凑个热闹的，有昨天没买着抢着付钱的，当然也有听到别人说野菜第1次来买的。职工家属大多互相比较熟悉，野菜好吃又有利于健康，昨天已经在这边传开了，有些传言甚至神神叨叨的。荠菜确实好吃，听小伙说还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B， 降血压，以前这都没来买。荠菜非常好吃，富含 ABC。隔壁刘姐说吃了高血压降低了，要买不到了。荠菜特别好吃，非常美味，里面还有重酵 A、B、C、D 的元素。刘姐说她高血压好了，小张说她吃了脸更好看了。有些话一传十，十传百，就慢慢变得愈发夸张起来。这个年代人民群众的精神娱乐还是贫乏，大家都更喜欢凑一起聊这聊的，一个野菜都能成热议。不过这对我来说却是大好事。我原本以为野菜生意做大还需要一些时间，随着买的人越来越多，名气逐渐提高，每天的销量也会增大，却没想到出道即巅峰。二哥赵文广直接惊呆了，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疯狂抢购的场面，话也不会说了，就一个劲儿的称菜收钱。他到现在还不相信野菜竟然这么抢手，原本只是看个热闹的人，看见这么多人买，生怕下一秒就没有了，都加入了抢购。不到半个小时，牛车上的野菜就被抢购一空，只剩下专门预留出来的2筐，那是要给国营饭店送的货。结果今天竟然有比昨天更多的人没有买到。小伙子，车上不是还有2筐吗？为什么不卖？包养。有的人连续2天没有买到，已经有些不太高兴了。姐姐，那些是给国营饭店预留的，人家昨天已经预付过钱了，我待会儿就要给人送过去。
我赶忙大声解释，必须把事情说清楚，不然惹得几个客户生气不满了事儿小，人家向厂里或者公安举报，不让自己在这里卖菜了就事儿大了。我今天晚上5点钟还来一趟，大伙儿可以那时候再来。那我能不能先付你钱？你到时候给我留着，可别再没有了。听到我说晚上还来卖野菜，几个大姐连忙也要预付菜钱，毕竟家里老人孩子等着吃呢。从这糖厂家属去出来，二哥还晕乎乎的。小弟，野菜真的全卖出去了。二哥这下子相信了吧？要不要跟着小弟一起干？信了，信了，回家就去挖野菜。我们没有直接去国营饭店，而是先去了供销社。我买了一包国营全程卷烟厂生产的大鸡排香烟，软包的，1块8一包，看得赵文广很是心疼，直骂我不知道节省。这么贵的香烟，哪里是我们这些庄户人抽得起的？二哥，这香烟是用来拉关系的，不是我抽。我笑着解释道。二哥自然是明白，只是心疼钱。他想了想后也没说其他的了。到了国营饭店，国营饭店在我看来有些低矮土气，然而在二哥赵文广眼里却是富丽堂皇、恢宏大气。他把牛车停在饭店门口不远，怯生生的不敢往饭店走。小弟，你去吧。我一个没见识的农民，进城都没进过几次，虽然咱认识的人多哈，但这还是你去的好。是，我肯定知道二哥认的人多啊。等小弟赚钱了，带二哥去更大的地方玩。我也没为难二哥，我让他等一会儿，便迈步进了饭店。又是一个熟人，李国富的小徒弟王有明，前世我们二人也算是一起同过窗的好朋友。你就是赵哥吧？我师傅今天去市里开会了，野菜的事情他交代我了。好，野菜在饭店门口呢，你看下要放哪里？于是王有明带着我们兄弟二人转到饭店后门，将野菜称重后卸到厨房里，一共是52斤多。我故意多装了一点，但是没有额外收钱。赵哥，你这野菜看起来真水灵，一点杂草、泥巴都没有。对了，赵哥，师傅说明天还是要50斤野菜。好嘞。出了国营饭店，我们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赶着牛车在城里转了一圈。我想看看除了制糖厂家属区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地方适合卖野菜。客户一定要广，不能局限在一个地方，要去发掘。一圈下来，我心里也大致有数了。赵文木重生80年代卖野菜大火，二哥大哥见了人都傻了。续接上集，什么100来斤的野菜又卖完了？二嫂宋云吃惊地说道。是的，你们是没有见过那场面，一群人抢着买。大哥仿佛还没缓过神来。原来就在刚刚，中午回来的二哥把野菜大卖告诉了众人，还叫上大哥下午一起再去一趟。下午的销售一样火爆，下班回家的工人们记着家里婆娘、老人的唠叨，顺路也就买些野菜回去。早上没买到野菜的大姐们，则早早等在了这里，半个多小时便将野菜全部卖了出去。早上预定的58斤也都给了出去。赵文林不比老二赵文广，虽然上午就已经听说了野菜的火爆，这会儿亲眼见到，还是迟迟没能反应过来。小半车野菜呢，咋就跟不要钱似的疯抢？1毛钱1斤，都赶上白面了。大哥，你打我干嘛？疼吗？疼。那就不是在做梦，野菜真的能赚钱。很多赚钱的东西都是你想不到，或者你觉得它不行。不过野菜这么火爆，也超出我的预期。小弟这么说，是不是2天的收入就比糖厂工人工资还高？这年头，制糖厂的工作那可是大家眼里可遇不可求的香饽饽。那是当然，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以后还会赚得更多？我们当然是信的。大哥赵文林连连点头，二哥赵文广心思活络，马上就想到了更远大的前景。小弟，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更多地方卖？去玻璃厂、卷烟厂、广阳大街？二哥，这个不着急，我们一步一步来。现在个人卖东西还是有些风险。赵文广闻言也冷静了下来。确实，这会儿个体经济还没被广泛认可。等晚上回到家，在家的阿静跟嫂嫂也才刚刚摘完野菜，正打算各回个家。山市的野菜在赵文林眼睛里已经不是野菜了，那都是白花花的面粉，恨不得摸黑上山挖野菜。我叫住大伙，数了一下钱，一共是20块4毛，这可比农民一个月收入高。我打算大哥、二哥家每人分一部分钱，却被大嫂刘秀梅止住了。小弟，钱你都留着吧，等以后赚多了再说。就是，不过小弟，你把钱交给阿静保管吧。二嫂宋云也接话道。听到这些，我心里很是感动。真正的亲人总是这样，付出不计回报。我已经太久没有体会到这种感觉了。上一世自己孤单一人，即便是富可敌国又怎样？没有人分享成功的喜悦，没有人在意你背后的辛酸，一切事情只是麻木的去做，没有一点成就感。好，那就等以后赚的多了再分。我相信这一世我一定可以带着大家一起过上更好的生活。晚上，我数了数身上所有的钱，一共是23块1。我取出22块递给赵静。阿静，以后钱都给你管着。赵静被我欺骗、偷盗、掠夺了那么多次，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回头钱。大大的杏眼里很快就弥漫上雾气。他低头擦着眼睛，过了一会儿才接过钱来，又数出几块钱放回我手上。
你也需要钱吧？留1块钱哪里够？我顿时百感交集，这种傻女人怎么就遇到了上一世的那个人渣自己？次日，还是我跟二哥赵文广一起赶着满满一车野菜进城。今天的野菜有点多，不一定卖得完。制糖厂那边野菜正在风头上，一天大概能卖200斤，过段时间估计就卖不了这么多了。另外几个备选的地方也打算过几天再去卖。到了制糖厂家属区，生意还是一样火爆，但也没能创造奇迹。我们一直待到8点半，比平时多待了将近半个小时。车上还是剩下110斤野菜，因为今天确实多装了很多。大哥大嫂担心今天又不够卖，一大早就又去挖了一筐。二哥，现在大家都吃完早饭上班了，再等也卖不了多少，我们直接去国营饭店吧。好的。到了饭店后门，却发现王有明已经等在那儿了。赵哥，你可算是来了。见到我们2人，王有明赶忙上前来打招呼，满脸热切。看到这小子脸上的表情，我知道国营饭店这边怕是要加大供货量了。很快，李国富也走了出来。李主任，国营饭店这边野菜卖的怎么样？我笑着问道，一边给2人分别递上1支香烟，给二哥赵文广也递了1支。答案已经写在李国富的笑脸上。小赵，野菜大受欢迎啊，好多人想吃都没吃上呢。说着，他看了看牛车上的野菜，今天这些全卖给我吧，怎么样？有问题吗？那感情好。那好，小王你去过一下称。说着，李国富示意我跟他到一旁的大树下，看样子是有什么悄悄话要跟我说。小赵，你来一下，有件重要的事问你。重生80年代跟国营饭店合作共赢，上一世的师傅要我教他上一世他教我的本领。续接上集，李国富悄悄叫我到一旁树下，有话对我说。小赵，过2天有个会要在咱们县召开，到时候有市里的重要领导过来，我想让你再教我几道野菜。我知道这样有些冒昧，每道菜给你10块钱，你看可以吗？李国富有些难为情，作为一个大厨，他自然明白每道菜都是厨师安身立命的根本，若非必要，就算出钱，人家也不一定愿意卖。但是没有办法，昨天赵文木教的几道野菜都比饭店以前做的好吃多了。招待上级领导不一定要奢华，但必须要尽可能好吃，有新意。而且届时全城是国营饭店，招待所的领导也会过来，这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前程，他也只得舔着脸来求人了。我没有想到原来是这事儿，我自然是爽快的答应下来。前世李国富教自己厨艺时，可是从不藏私，而且也没收过学费，自己投桃报李，用今生的情还前世的债，也算是报恩了。李主任，没问题，待会儿我就去给您做几道菜，钱就不用给了，都是我自己瞎琢磨的，也不一定好吃，还得麻烦你给我长长眼呢。赵文木话说得好听，不仅答应了对方的请求，还照顾了李国富的面子。李国富听得十分熨帖。赵文木想了想，又接着说道：“李主任，您这边不如做一席野味宴来招待领导们。”小赵，你仔细说说。李国富眼睛一亮，这是个好主意啊。当下还是1980年，后世好多保护动物、三有动物目前都还有些泛滥，捕杀、食用都不犯法。当然，指的是野兔、野鸡一类常见的，可不是熊猫、老虎啥的。咱这边临近大青山，野味比较丰富，您可以做几道野菜，整点野兔、野鸡、野猪肉，来几条问河鲫鱼，做个鱼汤啥的，有荤有素有汤，还能突出咱们当地特色。好主意啊！行啊，这个好。那野味你能弄来不？野鸡、野兔这些国营饭店2块钱1斤收购，鱼的话1块2一斤。五花肉才7毛多1斤，野味2块钱已经是个很诱人的价格了。这会儿很多农民都会捕猎一些野味，但在农村人眼里，野味是不如猪肉好吃的。猪肉鲜嫩，油脂多，在穷人眼里比野味要好吃。主要是农民不能出售自己捕猎到的猎物，也根本没有销售渠道。李国富想了想，又补充道：“凡想好的话，以后国营饭店需要的野味都交给你。”这可是个不小的诱饵了。李国富也是希望赵文木能帮他们多出几道野味菜。好，您这边什么时候要？我痛快地答应了下来，还不如参与其中，用自己的方式为保护野生动物尽一份力。比如以后有能力了，可以从事野兔、野鸡的人工繁育。当然，这都是后话，眼下只有一句话：有钱不赚乌龟蛋。跟李国富约定好了送货的时间和大致需要的数量，我便来到国营饭店的后厨，给众人演示了几道野菜，有葱油灰菜、灰菜蒸糕、双椒灰菜、荠菜滑鸡片、荠菜豆腐汤、荠菜红烧肉、苦菜炒饭。众人看得目瞪口呆，几样野菜竟然有这么多色香味俱全的做法。李国富在一边听得心神激荡。赵文木果然是快宝啊！赵文木认真回答着众人的问题，李国富则悄悄走出了后厨，来到办公室。等到赵文木离开的时候，李国富悄悄递给他一个信封，里面是110块4毛，整整11张大团结。重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大团结，竟然一次就是11张。10块4是早上的野菜钱，这100块不言而喻是因为刚刚我的帮助。我赶忙推辞，我说了不要钱就是真心不要。100块对于其他人来说或许是笔巨款，但是对于我前世身家上百亿，自然不会因为100块就改变了心意。李国富也看得出来，他是真的不想要，心里顿时对他更高看几分。小赵，这钱虽然不多，你可必须得收下。这钱是过了明路的，张主任亲自审批过的，饭店也记了账。
我知道这钱自己是必须收下了，而且既然是公家出钱，自己也付出了合理的代价，又干嘛不收呢？我没有给李国富分钱，要是给了李国富钱，就是吃回扣了，这事儿性质就不一样了。想回报李国富，多的是合理合法的方式，帮他做出成绩来，获得更好的前程，这才是正道。赵文木点点头，将钱收起来，笑着对李国富说道：“李主任，这钱我就收下了，后面我再给您整理几个野味菜方，但是先说好了，可不许再给我钱了。”李国富一听这话，很是惊喜。国营饭店要做好野味，自然少不了新菜方。他自觉今天国营饭店已经占了赵文木的便宜，再免费要对方的野味方子，就有点得寸进尺了。所以他也在心里暗暗决定。野菜野味生意，只要不违背纪律，还是要尽可能照顾小赵这边。其他人想给国营饭店供货，基本也就不可能了。双方深度绑定，合作共赢的局面就此打开。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们还想赖账了是吗？续接上集，国营饭店出来后，赵文木拿着大团结就跟赵文广去供销社购买物资了。来到山前村这边，在山上挖野菜的众人见兄弟二人迟迟没有回来，心里也有点担忧。之前10点左右就回来了，这都快12点了，竟然还不见人，估计是卖不出去吧。大哥大嫂也有点后悔，早上就不该又给他们装了那一大筐野菜。主要是赵文林昨晚跟着赵文木一起去卖野菜，实在是被那火爆的场景震惊到了。早上他死活睡不着，便拽着媳妇起床上山挖野菜去了。老二老三估计是没卖出去，回来的晚一些，我们先回家吃饭去吧。眼瞅着快要晌午了，大嫂刘秀梅招呼众人回家，谁知道刚回到赵文木家，还没生火做饭呢，6、7个人就走了进来。赵静脸上登时就变了，他认得出来，这些人大多是赵文木的酒友，还有这几个人他认得，有本村的李二狗、赵文宝，后者还是赵文木本家。这俩人表面上跟赵文木称兄道弟，实则骗得赵文木团团转，纯粹为了让赵文木当冤大头。赵文木从他手里拿走的钱，转头就被他的好兄弟以各种名目骗走，或者骗吃骗喝掉。赵文木被他们怂恿着跟人打了多少次架，却不知道从一开始诋毁他跟他姐姐赵静就是这俩人。自己一开始还苦苦劝赵文木，但是被狠狠伤了几次后，也再不敢开口了。另外3个人则是三里庄的，以孙大庆为首，哄骗着赵文木去赌博。每次赵文木都会输得精光，想想就知道这里面有猫腻。赵文木每次输了钱，回家都要给赵静使脸色，发脾气耍性子。他都不记得自己有多少次偷偷躲起来哭了。赵静还没开口，孙大庆便喊了起来：“赵文木呢？他欠我17块钱，说好了5天以内还清的，是不是想赖账？”就是想赖账可不行。其他几个人也哄闹起来。听到这话，赵静脑袋里嗡的一下就炸开了。小弟竟然又去赌了。接下来院子里说什么他已经不知道了，脑袋里只反复重复着一句话：小弟又去赌了，他还在骗我，他一直在骗我。等赵文木兄弟俩回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院子里2拨人正剑拔弩张地对立着，一会儿有些面熟，似乎是以前经常一起鬼混的人，嘴里骂骂咧咧，说着什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另一边是大哥大嫂跟二嫂，2拨人激烈的争吵着。二嫂宋云手里还握着一根打场剁草的木叉，只有一个人呆愣愣地站在一旁。明明是热闹无比的院子，却有一种孤寂无比的凄凉感。赵文木一下子把孙大庆推开，虽然不记得这人是谁，但院子里就属他最猖狂了。他伸手去拉赵静，却被对方一把甩开。赵静狠狠瞪着他，眼睛里满是失望和绝望。孙大庆又冲了过来：赵文木，你小子还不还钱？还什么钱？咋地了？不认账是吧？说好5天之内还钱，你小子还想不认账？赵文木是真的不记得有这事了，毕竟对他来说这已经是40年前的事情了。这些年他从艰难谋生到叱咤商场，每回忆起往事，也都是对赵静和小囡囡的想念和悔恨，对亲人的歉意，哪里还会记得有这么1号人物？赵文木翻出17块钱扔给孙大庆，还差5块，1天利息1块。随后他又找到5块钱扔给对方，马上给我滚！赵文木只觉得1分1秒都忍不了，他现在就想弄死孙大庆。孙大庆本想再放几句狠话，然而看着赵文木赤红的眼睛，张了张嘴，终究是没有说什么。几个人这才悻悻离去。孙大庆等人走后，院子里便陷入诡异的沉默中。赵静此时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这2年，他被赵文木不断伤害，逐渐关闭了心房，把自己关在厚厚的保护壳中，对赵文木没有了期待。赵文木给予他的伤害也就没有那么疼了。然而，他以为小弟这次是真的变好了。他那坚固的心房刚刚打开一丝缝隙，却又立马被一刀狠狠捅入，那种疼让他无法呼吸。他只想离开这里，他受不了了。大嫂刘秀梅想去拉一把赵静，终究是悻悻的没赶上去。赵文林、赵文广也只能尴尬地站在一旁，而赵文木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做。为什么突然要给我希望，然后又让我绝望？为什么要骗我？此时赵静脑海里全是前世那个人渣赵文木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他突然转身冲进屋内，随后抱起小囡囡就往外走。他也不知道该去哪儿，不能去赵学海老2口那儿，他也不想老人跟着操心，但他就是想离开这儿。
赵文木看见赵静抱着小囡囡决绝地往外走，他整个人一下子就崩溃了。前世赵静是不是怀着一样的心情，抱着小囡囡跳下山崖的？恍惚间，他已经分不清这是现实还是过去。重生80年代，妻女却还是要离我而去。续接上集，孙大庆上门要债，勾起赵静对上一世人渣自己的所有记忆，抱着囡囡就往外走去。你还傻站着干嘛呀？追上阿静呀！大嫂的话把还在发愣的我拉过身，我赶紧冲了过去。阿静，对不起，我自己都不能原谅以前那个人渣自己，你打我吧，像我们重逢的那天一样打我，但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阿静听到我的话愣了愣。我是真的搞不明白小弟了，按他的性子不该是叫我有多远滚多远吗？现在这算在求自己吗？他是真的有变好吗？阿静啊，小弟以前很混，但现在也有在努力，大家都看得到，给一个机会他吧。一旁的二哥也帮我说道。你真的有改过吗？那为什么还要骗我？你不是卖野菜去吗？什么时候又跟孙大庆混一起了？听完赵静的话，我一头雾水，但随即拨云见日。阿静，你是说赌债的事吗？赌债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欠下的，但按孙大庆说的，最少都是5天前的事啊。这些天我可一直跟二哥在一起。对，阿静，你是因为这个啊？小弟是一直跟我一起，没跟他们混一起。二哥连连点头应道。刚刚自己看见他们5个人全被以前小弟的种种冲昏了头脑，只听到是来要赌债的。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小弟确实是这几天才发生变化的。而赌钱的事情发生在5天前的话，那我是不是误会他了？我看着赵静脸上的表情，调侃道：“某人不会不知道吧？某人是不是冤枉人了？小弟好惨呀！”我当然知道那赌债5天前的，我就生气带囡囡转转不行吗？行，罚那个坏蛋小弟等下做好吃的给你消消气。姨二哥怎么还举着缸？别说了，快帮我，闪着腰了放不下来。中午大家还是在我家吃，有我做的荠菜肉馅烙火烧和葱油灰菜，还有大嫂做的萝卜丝疙瘩汤、荷包蛋。大伙吃完饭，我便跟大家讨论起野菜野味生意。我打算找人帮忙把生意扩大，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赚最多的钱。二哥，明天去制糖厂和国营饭店送菜，就你自己去了，我有别的事做。好，没问题。国营饭店现在一天要100斤野菜，可是个大客户，接下来还有野味的合作。大哥，你也知道我跟爸妈有矛盾，所以就麻烦你帮我去找下咱爸、宋叔、陈大爷，让他们想办法多捕点野鸡、野兔、野猪、麻雀什么的，河里的鲫鱼、鲤鱼也搞些来，山货7毛1斤，水里的5毛1斤收购。行，可是小弟因为要这么多，不是禁止我们出售的吗？这会不会？没事，大哥，我不是私下出售，我是跟国营饭店合作的，到时候我再找国营饭店要个介绍信。赵文林点点头应下，做生意这方面，他现在对赵文木言听计从。其实何仙是门大生意，虽然眼下不被认可，以后大闸蟹、小龙虾必然会在餐饮界大放异彩。赵文木已经打定主意，以后会重点做河鲜生意，所以螃蟹、腊骨的做法，他不打算交给国营饭店。还有大嫂、二嫂，这段时间要麻烦你们多摘点荠菜、苦菜、灰菜，还有蒲公英、薄荷也要。另外香椿现在应该也有了，明天也得摘一些。刘秀梅有点为难的说道：“小弟，现在野菜需要的有点多，还要野味，光咱家人怕是忙不过来。”大嫂，明天我把宋文远和钱二牛也叫来，先让他们干2天，后面我在咱们村和三里庄、山东头村再多找几个人。野菜生意的抓紧了，一是今年也就能做2个月左右，二是明年肯定不做了，到明年肯定会有很多人追风，不如今年尽可能做大一些，把钱赚到手。而且这个生意毕竟还是太小了，今年年底政策环境就会发生很大变化，到时候会有更多机会等着自己。对别人来说是难以预料的未来，对赵文木来说却是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光凭这些经验就已经远远走在时代前列了。对了，阿静，我和二哥买了不少白面、油、棉布，待会儿你给大家分一分。不等赵文林等人推辞，赵文木便拿出了身上剩余的钱，数了数，一共是64块2。今天总共赚了141块6，买票和这些东西花了55块4。顿了顿，赵文木又接着说道：“给了孙大庆22块，还剩64块2，我手里还有这么多钱呢。这些东西大家安心分下去就行。”赵文木这么一说，大家也就不再推辞。小弟，怎么会有这么多钱？野菜能卖这么多？宋云惊呼出声：“想啥呢？野菜总共就400斤，卖了40块钱，还有100块是小弟交了国营饭店几道菜，人家给的报酬。小弟还能教国营饭店做菜？”赵文林有点不敢相信，在他眼里，国营饭店那是什么？那是全平阳县做菜最厉害的地方。而小弟要不是这2天一直吃他做的饭，真不知道他竟然还会做菜。以前一位师傅教的做野菜都是他教我的，但似乎这一世是我教他了。你说什么？没有什么。说完，我把钱全都交给赵静，赵静却只收下了4块2，剩下的60块又还给了我。小弟，钱你留着吧，收野味、做生意都用得当，我相信你。晚上，赵文林带着面粉、油、白糖去了赵学海那儿。虽然赵文林捕猎也会，但毕竟专业的事得找专业的人，当然也是为了帮赵文木缓和跟老两口的关系。老大，你咋拎了这么多东西？别哟，这都是小弟买的。
赵学海两口子闻言脸色大变，刘素梅哆哆嗦嗦地指着那堆东西问道：“老三又干什么坏事了？”回去，带着他的东西滚回去。重回80年代赚了第一桶金，父母却不想见我，让我滚回去。续接上集。赵文林一看老两口这是误会，连忙解释道：“爹娘，这些东西都是小弟带我们卖野菜赚的钱。小弟现在不混蛋了，对阿静小囡囡也很好，我跟老二都能保证，他已经变了。”在赵文林的一再保证下，赵学海虽然已经相信了7、8分，却还是板着脸说道：“这些东西都给他拿回去，他的东西我们无福消受。老大，你告诉他，我们不求别的，只求他对我闺女好点就行。”刘素梅也抹着眼泪说道：“老大，你把东西给老三拿回去，我跟你爹不缺吃穿，拿回去留着给阿静补补身子吧。”这2年赵静的处境已经成了老太太的心病，她时不时就长吁短叹，偷偷抹眼泪。当年因为病痛，大家都以为老母亲要走了，老太太临终前却最不放心家里的小弟赵文木跟捡回来的女儿赵静，因此有意撮合他们。而赵静为了报答父母的救命之恩、养育之恩，欣然接受。一家人高高兴兴办了婚礼后，老太太身体竟然好转，本是皆大欢喜。没成想赵文木结婚后不但打架、酗酒、赌博，让赵家二老丢尽了颜面，还让2位哥哥对他失望透顶。他对赵静更是没有个好脸色，天天冲他发脾气，动手伤人。对小囡囡也是不理不睬。于是在他又一次喝醉酒，扬言要离开赵家后，赵学海气得敲断了手里的烟枪，当即决定分家。当然也是为了老太太的身体，他早想跟赵文木分开。川，马上分！我跟你妈一刻都不想见你，以后咱们也不要再见。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哪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的？加上善良的赵静执意还是跟着赵文木照顾他，所以一致同意后，老房子就留给了赵文木，家里的钱给了老大赵文林跟老二赵文广，当然也留了点钱赵文木。老大老二用这些钱和自己攒下的钱，在离老屋不远的地方盖了新房。赵文木则抢了留给赵静的一点钱，拿去喝酒赌博，很快就分文不剩。不久后又发生了赵静背着小囡囡跳崖的事情。当天刘素芳拿了一把刀追着赵文木要砍死他，赵文木吓得撒腿跑出村外，刘素芳追不上他，气得戳了自己好几下。他不知道那是他前世最后一次见自己母亲了。当天晚上，大姐赵文燕找到躲在村外的赵文木。小弟，你走吧，不要再回来了。以后你还是我小弟，但我不是你大姐。姐，我错了，我错了。阿静，对不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当然，这都是潜意识的事了。回到这边，赵文林好说歹说，最终也没能把东西留下来。他也知道，老两口虽然还在生赵文木的气，更主要的还是想把这些东西留给赵静和赵文木。他也没有强求。小弟确实变了，爹娘这边早晚会原谅他的，一点点来吧。不过好在赵学海没有拒绝捕猎的事情，到底是多活了20年。他叮嘱着大儿子：“老大，老卢和老陈那里你就别去了，待会儿我去说，这事儿不能大张旗鼓的来。你们卖野菜也一样，绝对不能耽误了生产队里的活儿，你知道吗？”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知道破坏某些东西的罪名是万万担不得的。赵文林点点头，把这话记在心里。其实赵文木也在想办法让收野菜、野味的事情过到明路上来，毕竟现在政策还没落实，个人出售这些有风险。不过做第一个吃肉的都是得承担风险的。现在还有那么多野菜野味来弄，就是因为别人不知道能赚钱，另一个就是不允许这么做，也就想都没想。晚上赵静洗漱后回到屋里，赵文木把手背在后面，站到他面前。阿静，把手伸出来。赵静愣了一下，接着就很配合地伸出右手，掌心朝上。赵文木把雪花膏、隔离油轻轻放在他手心。哇，是雪花膏，还有隔离油。赵静看着手上的东西，眼睛里亮晶晶的，没有哪个女孩子不爱美的。赵静只舍得抠了一点点雪花膏，轻轻抹在脸上。既是因为雪花膏贵重，也是因为这是小弟第一次送给他东西，要不是怕赵文木笑话，他都想要收起来，一直保存着。好看吗？这样。整个晚上赵静都显得心情很好，脸上一直带着若有如无的笑意。女孩子不施粉黛却阳光明媚的笑颜，让赵文木心绪激荡不已。毕竟这会儿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前世宿了几十年，也只是因为心里愧疚，不愿意跟其他女人有所纠葛罢了，又不是身体上有啥毛病。不过没有办法，眼下两人的关系还远没有到那一步，他也只能尽可能让自己平静下来，实在不行就只能掏出祖传绝活，大家懂得就行，小编就不说了。第二天，大家按照前一天的安排分工协作，一大早就开始了忙碌。赵文木去把宋文远、钱二牛找了来。宋文远是赵文木的远房堂弟，打小跟着赵文木屁股后面玩。钱二牛则是山东头村的，二人都是后世赵文木的得力助手，所以这一世还是要带着他们。阿远、二牛，你们愿不愿意跟着我干？愿意，愿意。三哥，你要我们干什么？是不是去揍孙国庆那个瘪犊子？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对，大不了就是干，怕他哑的。赵文木哭笑不得，这俩人连要做什么都不知道，就愿意跟着自己干，不是揍人，是赚钱。赵文木仔细说明了一下野菜生意，我现在忙不过来了，你们暂时先帮我挖野菜，以后会有更重要的事情让你们做。走，我们都听三哥的。
那好，以后每天早上就在这里集合，每天给你们3块钱工钱。一听3块钱，二人都很兴奋。一天3块，1个月就是90块，比工人工资都高好几倍。三哥，你给5毛钱就够了，娃也才拿了值3块钱了。宋文远、钱二牛也不贪婪，他们觉得不能占赵文木便宜，3块钱不多，你们安心收着就行，以后还会更多。一个人一天处理80斤野菜完全没有问题，价值就是8块钱，3块钱工资赵文木并不觉得多。宋文远、钱二牛见推辞不过，便应了下来。结果二人就起早贪黑，尽可能的多挖野菜，连赵文木都看不下去了，勒令二人每天晚上6点之前必须回家。要不是晚上看不清，这俩人是打算一天24小时挖野菜吗？犹太人来了都得痛哭流涕啊！当天一切顺利，但野味那边却出了点小插曲。你们知不知道这片是我刚子照着的？重回80年代卖野菜，赵文木打算加快进度，找到了上一世的2个得力助手，续接上集。老大，快带几个人跟你送叔去小青山，那儿捉到一头野猪。赵学海兴奋地招呼着赵文林，一头成年野猪正被困在老人挖好的大坑里，坑很深，野猪爬不上来，众人费了老大力气才把野猪绑起来抬了出来，中间打断了野猪一条腿，具体过程不便细数，最后过程清点：野鸡7只，15斤4两；野兔24只，92斤7两；鲫鱼若干，14斤2两；野猪1头，172斤。不愧是一群老猎人，对野味的行踪跟捕捉技巧游刃有余。但赵文木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他身上的钱不够了。因为没想到会捕到这么多，更没想到还捉到了野猪。爹跟几位叔伯，野鸡、野兔、野猪一共是280斤1两，也就是196块7分；鱼一共是54斤，是27块，合在一起就是223块07分。几个老人没有想到竟然有这么多钱，他们偶尔也会上山打点猎物，但都是自己家人吃，或者左邻右舍偷偷来买一点，价格也就2、3毛钱。三娃子，你真的收这些东西啊？还这么多钱？陈叔，我真的收，你们以后要是有，也全来卖给我。顿了顿，他又接着说道。各位叔伯，今天这头野猪实在太大，我手头没有这么多钱，我先给你们100块，剩下的等明天卖了货再给你们，可以吗？100块就够了，这些东西也不值钱，大山里多的是。一个老人摆摆手说道：“那可不行，该多少就是多少。老三，你确定明天能给大伙钱？”赵学海板着脸说道。他从看见赵文木起，就一直面色冷峻。赵文木知道他这既是在问自己，也是在给大家定心丸。爹，您放心，这些野味都是城里大饭店预定的，我明天给人送过去，人家就给我钱了。那行，明天再给就行。几个老人点点头道。次日一早，赵文木、赵文广还有宋文远便一起出发了。赵文广赶着赵文林家的牛车，载着300多斤野菜直接去至糖厂家属区。宋文远则赶着自家的牛车，载着野味、野菜还有赵文木先去了国营饭店。这次国营饭店收了120斤野菜，赵文木二人卸下货收好钱后，便直奔国营玻璃厂。国营玻璃厂的家属区和国营卷烟厂的家属区在同一地带，所以说这里是一个市场规模更大、消费能力更高的市场。之所以一开始没有选择这里，是因为这边人员要复杂一些，不时有街头小混混在这边游荡，公安对这里的关注、打击力度也高不少。第一天到这个新区域，赵文木只带了老3样：荠菜、苦菜、灰菜，结果不言而喻。玻璃厂这边市场跟制糖厂那边一样火爆，赵文木很快就打开局面，进入到称重收钱的节奏中。宋文远也是同款的目瞪口呆。文远，你仔细看好了，过段时间这里就交给你来卖。宋文远咽了口唾沫，他点头如捣蒜，大声应道：好好好，心里更坚定了要跟着赵文木混。没多少时间，两人很快就把车上的野菜卖光了。看着手里的钱，赵文木问宋文远：阿远，你也看到了野菜卖的有多火爆，哥一天却只给你和二牛3块钱，你有意见吗？宋文远立刻就涨红了脸，他梗着脖子说道：三哥，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挖点野菜一天就有3块钱，以前俺想都不敢想有这样的好事。你赚更多钱是你的本事，给3块钱就已经是照顾我和二牛了，不然咋没见你找别人呢？果然是自家兄弟，懂得感恩，而不是犯红眼病。赵文木拍拍他的肩膀：阿远，3块钱只是开始，哥早晚带你们一天赚30、300、3000块。三哥，我一定好好干。就算是一天赚3万又怎么了？一年也不过是1000万而已。钱是文远跟着我，收入也不止这个数啊。就在这时，麻烦却上门了。几个穿着流里流气的小青年走了过来。文远，待会儿见机行事，下手别太狠。前世赵文木也是个远近闻名的街溜子，自然知道这些人打的是什么主意。他虽然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但打架斗殴却是家常便饭。你们知不知道这片是我刚子照着的？记得每天要交3块钱摊位费，赶紧拿来。为首的青年说话态度很是嚣张，他旁边站着2个人，一人手里拿了根木棍，颠来颠去。赵文木一看几人的样子，就知道都是一些没见过血的毛头小子。他睨了刚子一眼，冷冷问道：你确定跟我要钱？
刚子被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凛冽杀气震慑到，他们没想到今天遇见了硬茬子，但是事已至此，也只能硬着头皮说道：“对，就是3块钱，不多吧？”赵文木没有回答他，他突然伸腿一踩，将站在他旁边的年轻人踢倒在地，接着顺手捡起他的木棍，劈头盖脸往刚子脑袋上招呼。宋文远也一跃而起，冲向另外一个人。刚子没有想到赵文木会突然动手，反应不及，只得抬手遮挡。赵文木毫不留情，手里木棍打断了：“滚，敢打老子的主意，别让我下次见着你！”看着刚子他们3人嘴里哀嚎着狼狈逃窜，赵文木相信他们不会再来找麻烦了，其他蠢蠢欲动的人应该也不会了。他却不知道，他这招杀鸡儆猴可得罪了不一般的人，更大的麻烦正接踵而至。注意看眼前这个男人有多嚣张，重生到80年代卖野菜就算了，竟然还殴打公安队长的小舅子。续接上集。收拾完后，2人便赶着牛车往国营饭店去，跟李国富约定好了，等下过去交几道野味。毕竟赵文木后世也是个顶级大厨，是靠餐饮起家的，虽然后面不用自己动手了。等忙完到家后已经11点多，赵文木则清点了一下今天的收入，一共是656块3，这可是一笔巨资，单单野味就占了625。相比之下，野味利润太高了，当然今天有一头大野猪才会赚这么多钱。这时大家伙也陆陆续续的回来了，大家中午这顿饭现在一般都在赵文木家吃，大家先去休息吧，等下我来做饭。二哥顺利吗？二哥也赶着牛车回来了，但显然牛车上还有野菜没卖完。小弟，老3样荠菜、苦菜、灰菜一如既往卖得好，只是我们后面新增的野菜香椿、薄荷还剩很多。二哥，你跟他们说香椿薄荷的做法了吗？说了，就按照你教我的，每种做法我都说了好几遍，功效与好处也都说了。赵文广把赵文木教他的营销话术牢牢记在心里，早上出门的时候还背了好几遍。那就行，明天照常卖就行，销量会慢慢提高些的，不过肯定没法跟荠菜、灰菜比的，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薄荷的味道。赵文广点点头，也放下心来。中午还是赵文木主动接过了主厨任务，他想做鲫鱼汤给赵静吃。小弟可真勤奋，现在一天到晚不停歇的。在一旁帮忙的二姐笑着说道：“哥哥嫂嫂们才是辛苦了，这是我该做的，我很开心做这些。”赵文木这些天白天往返国营饭店县城桃园，除了体力上，脑子里也要不停转，毕竟现在自己是带领大家的人，加上晚上又抢着照顾小囡囡，虽然很累，但赵文木感觉更多的是充足与幸福。阿静，鲫鱼汤可以美容抗皱，增强体质，还能催乳，你等下多喝点。赵文木小声说道。赵静脸上一红，低下头轻轻应了声媳妇，我跟你说，这鲫鱼汤可以美容，还能……一旁的二哥也有模有样的学起了小弟赵文木。还能催乳是不是？看把你能的！二嫂宋云性子直爽，啥话都说得出，加上跟二哥2人很小就认识，一直是这种相处方式，大家听后都不好意思的咳了起来。二哥在一旁怯怯地说：“还能增强体质。”小莹啊，你们结婚也挺久了，说起这个啥时候要个娃娃哟？赵文广跟宋云结婚2、3年了，还没小孩。只见宋云害羞的红着脸低下了头。大哥二哥，这钱你们收着。赵文木打断了这个话题，分别给了赵文林、赵文广10张大团结。兄弟2人也知道赵文木现在很会赚钱，尤其这笔野味生意赚了不少，但2人还是都没有接下。小弟，这太多了，这太多了。赵文林红着脸推辞，他不善言辞，反反复复就这一句话。赵文木摆摆手：“大哥，这钱你放心收下，以后还会赚更多钱，到时候100块就是毛毛雨。”赵文林还要说什么，却被刘秀梅一把摁了下来。就听小弟的吧，小弟是干大事的人，以后跟着小弟好好干就是。家里的话事人已经发话了，赵文林也就不再推辞，大哥都收了，赵文广这边自然也跟着收了这钱。来到另一边，公安队长庞青云回家后，桌子上却只有一盘苦菜，就连蘸酱都没有。庞青云傻眼了，警局里这2天都快忙成狗了，家里这位又是怎么了？媳妇，这是怎么了？晚饭呢？这就是晚饭。刘秀兰一指桌子上的苦菜，庞青云连忙去抓刘秀兰的手。别呀，媳妇儿，这是谁有人你生气了？小弟都快被人打死了，亏你还是刑警队长呢。咋了？小弟被谁打了？刘秀兰于是把刚子模改过的前因后果又添油加醋一番，讲述给庞青云。你一定好好教训教训那人，把他抓起来。好。第2天，赵文木、宋文远照常来到玻璃厂这边卖野菜。没多久，庞青云果真眼红，旁边还带着一个干警。赵文木瞬间警惕了起来，宋文远则有些被吓到。这个年代摆摊还是有风险的，虽然他们只是摆摊卖点野菜，一般情况下公安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难免有意外情况，万一被抓去关个几天也不好受。3哥怎么办？跑不跑？3哥怎么办？跑不跑？等等，阿远，这不是来抓我们的？3哥你怎么知道？
只见庞青云后面又跟来一辆 BG212吉普车，接着几个穿着草绿色警服的公安干警走了下来。阿元，你看这么大的阵仗，肯定不是冲着自己来的。这年头，就他们公社派出所也只有一辆老款的偏3轮 BG212，那是大领导的标配。小同志，野菜是怎么卖的？一个40多岁的中年警察问道。很明显他是领导。警察叔叔，野菜都是1毛1斤，那边的香椿芽是8毛1斤。中年人冲身边2名干警摆摆手，让他们先去执行任务。原来他正是平阳县公安局副局长杨雨平，他们今天到这边来是查连环凶杀案嫌疑人孔二火。杨雨平看着地上绿油油的野菜，又说：“你这野菜卖得很火啊，我都听说了。要山上才有，这里城区的人确实难得吃。国家不是正在提倡这个吗？是国家政策好。”赵文木有意提了一句，马上又接着说：“野菜都是新摘新卖的，都清洗干净，还交食谱、足称。以前还没有足称8两称一说，偷称都更是少。”这一说把杨雨平逗笑了。小伙子挺有趣的，人也非常聪明，市里还准备发展野味产业。记得老李说，就是一个卖野菜的青年人给他出的主意，不会就是这个小伙子吧？见杨雨平半天没应答，赵文木又马上拿上了一些野菜。警察叔叔，你们执行任务辛苦，我送你们一些野菜尝尝吧，味道还行。走走走，不要玩这个，咱都是正经人。一旁的庞青云说道：“小舅子是什么人，他心里自然是清楚，肯定自己惹事吃了扁担，自己可是公安队长，怎么可能助纣为虐呢？媳妇那边到时候撒个黄哄哄就好了。”赵文木尴尬的收回了去，想来是自己会错了意。不过这时他才发现眼前这中年人有些熟悉，似乎前世他身上发生过什么。不过直到那人离开，他也没有想起来。今天野菜也是报销，没多久就卖完了。卖完后，赵文木2人就往供销社采购物资去。一路上，赵文木都在冥思苦想，到底是什么事情呢？在杨雨平身上会发生件很重要的事。这时，供销社门前一男一女跪在那里，边上还躺着一个有点年纪、看着很虚弱的老太太。赵文木本就觉得男人眼熟，看见那断了一只手的空荡荡的袖套时，他突然想起来了，他在报纸上见过1级战斗英雄、孤胆英雄郑光明，他带领一个侦察组，在敌后穿插几十里，激战2昼夜，击毙10余名敌人，在战友全部牺牲后，仍然孤军奋战，生擒敌特工1人。战斗中，一只手臂被手榴弹炸断，他将断手挂在胸前，仍然坚持战斗。可惜的是，断手离体时间太长，医生最终也无能为力。赵文木走了过去，他看了看郑光明的纸上写的什么，大意就是本人郑光明为了给老母亲治病，求借700块钱，如果有人愿意借给我，我愿意免费工作20年偿还。同志，为什么不向国家申请呢？国家完全会同意的。是我不要的，以前退伍时该有的津贴、补助，国家都给我了，县里还额外给了我200块钱，现在我又不能为国家做什么，不能再麻烦了。赵文木想到了什么，他本想说可以让大家捐助，但看到他这个性格，不用说也不会要。郑大哥，你还需要多少钱？我母亲的病必须马上到市里做手术，手术需要1700块，我现在只有1000块。赵文木想了想，自己手头上大概还有800出头。郑大哥，我借给你800块，你赶紧带着大娘去做手术吧。说着，他把郑光明扶了起来，同时招招手示意小姑娘也站起来。赵文木之所以多借100块，是考虑到手术后还需要调理一下身体，这都需要钱。真的吗？郑光明有些不敢相信，但他接着说道：“好，你放心，我虽然少了一条胳膊，但干活有的是一把力气。”赵文木自然没打算让他为自己工作20年，但是这会儿直接说不需要对方工作的话，郑文明估计就不收这钱了。没关系，郑大哥以后赚了钱还我也行。随即，郑光明向赵文木要过联系方式后，就带着妹妹母亲离开了。临走，他还重重的又跪了下来：“赵兄弟，谢谢你，等我回来。”真不愧是个有情有义有原则有尊严的汉子呀！宋文远在一边感慨道：“阿远，跟我返回玻璃厂一下。”怎么了，三哥？咱们不是来买东西就回去吗？原来就在刚刚，赵文木想起来了杨雨平身上要发生的重要的事。阴木相战，必见血光。同志，你今天有血光之灾，快去查查那个卖野菜的，你到底是何方神圣？续接上集，重生归来的赵文木提着东西去看望父母，却被母亲赶出家门外。滚！你来想干什么？娘，我和小弟来看看你。刘素芳这才看到赵静也来了，而且脸上是笑着的。这时赵文木扑通一声跪在了他面前，刘素芳吓得差点要跳起来。娘，以前是我不好，惹您和爹生气了，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吧。40年了，梦里娘都不曾来与自己相见一次，她都已经快要不记得娘的面容了。娘，小弟年轻气盛才做下错事，他真的已经悔改了。赵静握着刘素芳的手说道，她心里清楚刘素芳最想听到什么。小弟现在干活很努力，天天起早贪黑进城卖菜，对我也很好。他把活都抢着干了，啥都不让我干呢，还给小囡囡买了奶粉，那东西一小袋就要9块钱，可贵了。我可怜的闺女呀！
刘素芳眼含热泪看着赵景，娘，小弟真的已经改了，你就原谅他吧。老太太的心病本就是赵景，现在赵静都这么说了，这个坎也就过去了。好，都进去吧。这一切也被刚刚在一旁的赵学海看到。其实赵学海这几天帮着赵文木收购野味，已经看出来小儿子确实变了，他已经原谅小儿子了，只是没必要专门拿出来说而已。男人的感情都是深沉而内敛的。老三，赚钱了不能得意忘形。老三，小心点你从前那些狐朋狗友。老三，别忘了你大姐二姐。爷俩整了点小菜小酒，赵文木正老老实实听着赵学海训话。爹，最近野味要得多，到时我给你找人一起帮你们。你们小年轻能干嘛？野味有你陈叔刘叔，有我呢。爹，这不是怕你们累着吗？反正有人给你们打下手也好。赵文木顿了顿，又接着说，对了爹，我想把村子南面那片荒山承包下来。那么大一片荒山，你要来干什么？那里什么都种不了，野鸡野兔倒是不少。赵学海皱着眉头问道，那片山可有大用？过2个月山里蘑菇可不少。爹，你信不信蘑菇我能卖的比野菜还好？还有一点就是，那里太适合动物生存繁殖了。那片山以后也许还可以用来搞点养殖。其实还有个重要原因，山下面可是埋着宝藏哎！那片山以及更往南的区域，地下是一片规模庞大、品质很好的钛铁矿。20多年后，卫星遥感测绘发现异常，这些资源才得见天日，将来也许还能赚一笔补偿款。至于以后要不要办理探矿权，暂时就不考虑了。钛铁矿不是民间资本有能力涉足的领域，时机成熟的时候，煤矿生意倒是可以做一点，当煤老板玩玩也不错。赵文木一说可以卖蘑菇，赵学海就明白了。那片山确实适合蘑菇生长，面积又大，提早承包下来，以后也能少些麻烦。爹，你觉得学磊二叔会承包给我吗？你打算出多少钱？1000块钱1年，最少要签3年，3年后还是优先给我承包。这么多钱？1000块肯定不亏就是了。赵文木对此自信十足。那么大一片荒山呢？闲，我去给你说。爹，那你顺便把宅基地的事儿也说一下，帮我把那8亩荒地多要点，反正那片荒地也不小。你小子，怪不得今天上门来呢，我看你是没安啥好心。赵文木嘿嘿一笑，那不是赶事儿就凑巧了吗？哦，对了，爹，我现在没钱，你告诉学磊二叔，3000块我1个月内付清。滚滚滚！杨局，没事吧？我们来晚了。没事，先收拾一下吧。你现场保护起来，疏散人群。什么？杨局，你是说那个卖野菜的救了你一命？这时杨雨萍拿出一块变形的，中间还嵌着一颗黄铜弹头的小钢片。你看看这个，这不是今天上午那个卖野菜的塞给你的吗？杨雨萍没有说话，而是取出一件警服，将小钢片放到警服左胸口袋里，然后拎了起来。口袋处破损的洞口刚好将弹头显露出来。庞青云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杨局，你的意思是这块铁片救了你？不错，虽然他那番话我是不信的，但不妨碍我把这钢片放身上。而且他说只要1天，我倒想看看会发生什么。杨雨萍顿了顿，接着说道。我不知道孔二和有枪，一时大意了。他确实枪法很准，2枪都是冲着胸口打的。其实我只躲开了第2枪，第1枪就是被这块钢片挡下的。要是这第1枪命中了，我肯定丧失行动力，当场没了。庞青云听后很吃惊，真有这么神的事吗？这家伙还揍了我小舅子一顿，害我吃了2天的苦菜。见杨雨萍看了过来，他赶忙补充道：杨局，我可什么都没做。青云，你去查查那个卖野菜的，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好的，杨局。你敢相信，眼前这个穿越者的身份竟然差点被识破？赵文木重生1980年，靠着前世的记忆拯救了遇害的公安局副局长杨雨萍。续接上集，接下来的几天都是日常的摘野菜、收野味、卖野菜和给国营饭店送货，当然也增加了新的小伙伴。钱二牛他搁浅大牛，还有许鹏、宋冠军等人跟国营饭店合作后要的野菜野味量也越来越大。所以赵文木拿着国营饭店的介绍信，还找到了生产队长赵学磊。二叔，国营饭店需要1批野味，光凭我爹跟陈叔他们人手肯定不够，这事儿还得队里协助。需要多少？野鸡、野兔、野猪1天340斤，鲤鱼、鲫鱼210斤，以后还会更多。赵学磊抿了一口酒。价格呢？跟之前一样，山货7毛，鱼5毛。赵学磊思考了一番。好，你自己组织收购，但有一点，不能影响生产。另外，每收购1斤，给生产队上交1毛钱。那生产队也给我开一封介绍信，证明我是按生产队指示办事。不行，这个绝对不行！赵学磊拒绝得很坚决。队里可以默许赵文木收购野味，却不能给他背书，这是2码事儿。二叔，赵队长，1天50多块钱交给队里，队里不能什么事情都不做吧？1天50，1个月1年是多少钱？您自己算算。
这个数字将会是目前山前村生产队总收入的数倍。但介绍信这个事情影响太大，相当于将责任全部推给了生产队。一时间，赵学雷也陷入两难之中。二叔，你放心，我要介绍信是为了应付队员们，上级部门那里有国营饭店的介绍信呢，我肯定不会坑你是吧？赵学雷想了想，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主要这笔钱对村里太重要了，有这笔钱，村子里好多事情都能开展起来。好，介绍信我给你搞定。搞定了生产队这边，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当天晚上，赵文木拜托老爹赵学海找来村子里的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各位爷爷叔叔，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您回去都跟家里人说说，有愿意干的，每天晚上5点到我大哥的果园交货就行。然后赵文木把生产队开具的介绍信和国营饭店的介绍信一起交到一位老人手里，让他们轮流查看。不这样做的话，有很多人不敢去抓野味卖，甚至还会有人去公社举报他。有一点必须提前说明白，不能耽误农业生产。谁家要是因为捕猎误了农活和生产队的任务，以后他家的猎物一律不要。还有就是每家每户一天最多收购10斤。三娃子，我们会帮你把消息放出去，但是你这价格真的没搞错吗？在他们看来，7毛1斤的山货和5毛1斤的鱼诱惑力实在太大，一天10斤就能赚5、6块钱。是的，但必须要注意安全，不能用毒，不能用大的捕兽夹，用猎枪也得谨慎小心。赵文木一再强调安全问题，不然就怕没经验的盲目上山捕猎出事就不好了。消息传得很快，第二天一早就有不少村民上山布置陷阱、套索，也有拿着猎枪的、弹弓的、叉子的。这一天是山前村周围无数野兽惶恐震惊的一天。来到警局这边，杨局查过了，那个卖野菜的叫赵文木，跟孔二和没有任何关系。庞青云顿了顿，又接着说道：“但他那天看样子是专门等着我们的，平时他8点半就收摊了，那天10点半了还等在那儿。也就是说，他确实只是为了救我，那也不是一场戏。”杨雨萍皱了皱眉：“杨局，你真的相信那一套说辞？”青云，这个赵文木什么背景？住在山前村，有2个哥哥、2个姐姐，还有1个妹妹。据说是个不学无术、嗜酒好赌、打架斗殴的混子，当然只是小打小闹，不是违法犯罪那种。那看着也不像了。这也是奇怪的地方。有人说他是突然变了个人似的。杨局，你说这世界上真有铁口直断的神棍先生吗？难道他能预测未来？想什么呢？还预测未来？反正我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既然他背景清白，跟这事没关系，那就是我救命恩人。那杨局，咱们这是要向局里汇报和案情记录吗？不用了，谁都有秘密，这件事情就没必要深究了。好的，杨局。另一边，赵文木最近野菜野味搞得飞起，日入好几百，已经让孙国庆一伙人眼红。现在还召集大家一起抓野味，要收购他们的，更是让他们按捺不住了。国庆哥，弄清楚了，赵文木他们的野菜野味卖给国营饭店了。李二狗一路跟踪钱二牛，看见他把货送进了国营饭店，等钱二牛走后，就去王有明那套到了话。国庆哥，野鸡野兔国营饭店给2块1斤，鱼是1块2一斤。现在城区那边野味很火，现国营饭店还帮是国营饭店收购野味，现在赵文木那是供不应求。妈了个巴子的，几毛钱的东西他能卖2块，怪不得赚了大钱呢。那咱们怎么办？对啊，咱们怎么办？去把赵文宝他们全招来搞他，我们被耍了。洪生80年代带领乡亲们赚钱，却招来孙国庆一等人眼红。赵文木将计就计，戏耍小狗，续接上集。下午，赵文林的果园外面聚集了一群村民，每个村民都带着自己捉到的猎物。孙国庆、李二狗等人也混在其中。你们那里都有多少钱？赵国庆拿出这些年坑蒙拐骗来的100多块钱，问道：“我这有10块钱，我从家里的枕头上偷来了30块钱，二狗真的能赚回来吗？不然我得被老爷子打死。”赵文宝跟李二牛他们是把家里的钱都偷了来。怕什么？赵文木他们7毛钱收野味，我们就出1块收，转头卖给国营饭店还能赚1倍。孙国庆一把抢过赵文宝手里的钱。就是，我爹买药的钱我都拿来了，等明天卖了钱再还回去就是了。你们把所有的钱都拿来没有？机会在眼前，别后悔了。最后几个人把钱凑一起数了下，刚好是250块钱。凭什么赵文木这个二傻子能混得风生水起？咱们一定要搞黄他的生意。孙国庆一等人在人群中露出阴险的笑。老三，这野兔子真的是7毛钱1斤？一个大叔伸长了脖子问道。其他村民也都紧张地看过来，他们还是不太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儿。鲫鱼5毛钱1斤也是真的吗？能当场给钱吗？村民们七嘴八舌议论着，问题五花八门。乡亲们，是真的，野兔、野鸡、野猪7毛钱1斤，鲤鱼、鲫鱼5毛钱1斤。说着，赵文木掏出厚厚一沓大团，截举在手里。这是500块，咱们当场钱货2清，绝不赊欠。人群安静了一瞬，接着爆发出一阵欢呼。是真的，太好了！大家争先恐后的挤上前来，生怕晚了就卖不出去了。大家不要急，只要是数量不超出规定，有多少收多少，每一家的都要。
就在这时候，孙国庆突然冲了出来。乡亲们，野鸡野兔我按1块钱一斤收购，我这里1块钱。孙国庆也高高举着手里的钱，人群顿时炸成一锅粥。有些人立刻就准备把猎物卖给他，更多人则是还在犹豫中，因为村民们都知道赵文木收购野味是经过生产队批准的，而且有国营饭店的介绍信。赵文木见时机成熟了，给一旁的宋冠军几人使了个眼色，很快就有一群人抬着一头肥硕的大野猪走进来。这头野猪好啊，快抬过来过称。赵文木见状大喜，立刻招呼众人去抬野猪。慢着，这野猪我们要了，还是1块钱一斤。孙国庆、李二狗等人立刻围了上来。孙国庆，你这是什么意思？赵文木看上去有些气急败坏。没什么意思，人家还没决定卖给你，不是吗？李二狗大声嚷嚷着。人家出1块钱一斤，你才出7毛钱，傻子才会卖给你呢。他又冲着宋冠军喊道：“宋冠军，这野猪我们要了，赶紧抬过来，快点！”宋冠军一听这边竟然出1块钱，看上去也有些异动。这1块钱挺多的。冠军兄弟，好兄弟，野猪还是1块钱一斤卖给我吧。这么大一头野猪一斤多出3毛钱呢。完了，咱再请兄弟喝一顿。他们今晚只收到了10来斤野味，要是能买下这头野猪，明天就赚大发了。宋冠军想了想，最终点点头。那好，就卖给你算了。孙国庆顿时眉开眼笑，依过称，这头野猪竟然245斤8两。孙国庆把剩的248块钱全部递给宋冠军，几个人抬着野猪和其他野味，哼着歌就走了，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走后赵文木、宋冠军几人眼里的笑意。原来钱二牛早就发现了李二狗在跟踪他，这让赵文木早有准备。冠军演得不错呀，浩瀚，明天有好戏看了。老三，国营饭店真的不会收他们的吗？大牛哥，我这一早就跟国营饭店签了合作的，最近要的多，但我也没违约，所以国营饭店那边按合约只收我的。那他们不得血本无归吗？他们自找的，自作自受。赵文木回忆起前世他们几人对自己各种坑蒙拐骗，本来想这一世没有瓜葛也好，但你自己偏偏又再次找上门来，就给你个教训吧。来到第2天一早，不收，国营饭店不收野味。王有明冷冰冰地说道：“你胡说，赵文木不是天天来送野味吗？你是不是在针对我们？”王有明听到这话更气了。刚刚想着最近要的野味多，而且这还是头野猪，就帮他们传话，结果挨了李主任一顿无名的火。这群土包子竟然还在这里找事哦！保卫科过来！接着几个身材魁梧的硬汉走了过来。孙国庆等人一看这架势，哪还敢说一句话，但是又不甘心，所以他们就躲在了一旁，看赵文木还来不来卖货。结果就看到赵文木前2牛赶着满满一车野味的牛车进了国营饭店后门，等出来时已经是空的，一个明显是领导模样的人还把他们送出门外。妈了个巴子的！国营饭店收了赵文木他们的货，怎么办？国庆哥，这么大一头野猪，除了国营饭店没人要啊！我们被耍了，收拾家伙搞他！走，去打断孙国庆和李二狗的狗腿。同生80年代，孙国庆投毒栽赃，想让我当大冤种，我反手送他去跟凡凡太太碰击。他竟然是古代英雄郑光明！孙国庆一脸惊愕。好你个李二狗，你可真狗啊！知道是郑光明，你现在才跟我们说。国庆哥，我说了呀，是你不等我说完就上了。为什么郑光明会跟赵文木那小子一起？国庆哥，咱们这下哪里都得过他了。孙国庆冷哼一声，明的都不过，咱们就来暗的，我们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就是赵静那么温柔漂亮的人，竟然便宜了他赵文木，凭什么？孙国庆一等人都吃了一惊，原来这小子还有喜欢人妻的癖好。三哥，你说他们不会把我们给告了吧？他们应该不敢，他们自己都是到处坑蒙拐骗、到处惹事的人，要告我们投机倒把，我们这也有国营饭店跟生产队的介绍信。是他们先挑事的，动手的也是他们。公安局副局长杨玉平是我连长，他会信我的话，不用怕。杨玉平，听说杨玉平成功抓捕了孔二和，看来真的改变了他的命运。怎么了，赵兄弟？你也认识连长？有过一面之缘而已，他没事了就好。接下来的好几天都一切正常，赵文木的野菜野味生意也越来越好，跟他合作的饭店越来越多，每天的净收入有500元左右。赵文木一家开开心心，乡亲们也更是开心，毕竟多了份不错的额外收入。一时间，赵文木成了村里的香饽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以前穷的时候谁都避着走，现在倒是冒出好多个叔叔婶婶，托渣男的福，有这么多吃的。他们那有个词怎么叫来着？人仗狗势，没错。孙国庆等人一直也没有什么动作，但赵文木还是让宋文远一直盯着他们呢，小心才使得万年船。你说什么？孙国庆竟然买了老鼠药？宋文远点点头，满脸怒气地说：这些天我听三哥的话，一直盯着他们，刚刚他们终于有行动了。听老板说埋的是老鼠药，我差点就冲上去揍他了。
老鼠药，竟然是老鼠药！前2牛送冠军，他们终于知道对方想干什么了。他们这是想将老鼠药混到猎物里，国营饭店那边一旦出现问题，这一位生意也就到头了。三哥甚至可能因此进监狱。这俩人真是可恶，他们就不怕吃死人吗？所有人都怒不可遏，没想到孙国庆竟然做得这么出格。前2牛也是气冲冲地抓起一根又粗又长的棍子就往外走。走，去打断孙国庆和李二狗的狗腿。院子里的几个人纷纷响应，立刻就要去找孙国庆他们麻烦。都给我回来！赵文木一声大喝，众人连忙止住脚步。2牛，从今天开始，你带着大伙轮流蹲守，看好收购来的猎物，躲在暗处，不要被孙国庆和李二狗发现了。他们如果来投毒，也不要声张。阿远，你带人看紧了孙国庆和李二狗，尤其注意他们有没有接触村民的猎物，远远盯着就行，别被他们发现了。投毒？好啊，还怕你们不来呢？赶紧解决掉这2个隐患，自己也能更安心一些。前世这俩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提早为民除害，赵文木没有任何心理负担。投毒在那个年代可是重罪。次日，赵文木来到了国营饭店，真是太可恶了，他们这是故意杀人。李国富狠狠地一拍桌子。赵文木没有对李国富隐瞒，他们的关系现在十分稳固，不用担心投毒这件事情会影响他们的合作。李主任，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我虽然紧紧盯着孙国庆他们了，但也不能保证不会漏过什么，所以你们这边都也小心些。李国富听完火冒三丈，这真要是被对方得逞了，顾客吃出事情来，自己的前程也就彻底毁了，甚至还可能因此被判刑。赵兄弟，要不要现在就报警？李主任，现在报警无凭无据，对付不了他们，我们得等对方先动手，最好能抓个人赃并获。赵文木神情肃穆，认真说道。你说的对。李国富明白事情是这么个道理，他还是忍不住叮嘱道：赵兄弟，你一定要盯紧了，绝不能让对方得逞。李主任您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亲自盯紧了。就这样，接下来几天就是白天宋文远送冠军盯着孙国庆一伙人，晚上则前2牛前大牛轮流看守收购的猎物。时间来到第3天的傍晚，赵文木买了很多鸡蛋，现在正在厨房里做鸡蛋糕。随着余火燃烧殆尽，带着柴火味的鸡蛋糕就出炉了。赵文木拿起一块吹了吹，然后喂给赵静。好吃吗？好吃，真好吃！你怎么什么都会？赵静眼睛里亮晶晶的。那我以后经常给你做好不好？赵静心里很甜蜜，这样的小弟让她觉得日子每天都有奔头，不像以前就只是麻木的活着。同时她心里也开始有一点点担忧，小弟越来越优秀，我会不会有一天跟不上他的步伐？而赵文木也盘算着，这鸡蛋糕第一次做就做挺好吃的，到时找会糕点的人改进改进，不就是后世的蛋糕了吗？而且还能做裱花蛋糕，到时候直接弄个玻璃展示，现场操作估计能吸引无数人观看，这也是一大噱头。一时间，赵文木发现重生归来真的是有数不胜数的东西可以做，根本做不赢。就在这时，宋文远跑了过来：三哥，下毒了，他们下毒了！注意看，眼前这个男人在1980年想喝一口红牛，所以投老鼠药把别人牛给毒死了。续接上集，孙国庆终于向猎物下毒了吗？宋文远表情复杂，支支吾吾半天没回答。赵文木看着宋文远，既疑惑又着急，说呀，是给咱猎物下毒了吗？宋文远涨红了脸，这才说道：三哥，阿远的错，没有看好孙国庆，你家的牛被毒死了。赵文木听到这个差点晕过去，别人不懂大哥赵文林这头牛对赵家的意义，特别是对二哥。宋文远见此情况更是自责：三哥，我对不起你。赵文木缓过神来：阿远，这不怪你，要怪也怪我给了他机会。赵文木顿了顿，接着说道：你看见是孙国庆投的毒了吗？宋文远挠挠头：就是没看见，不然我肯定拦住他呀。你跟我过去看看吧。就这样，赵文木跟宋文远来到牛棚，一头黄牛倒在了牛槽旁边。三哥，我不知道孙国庆这瘪犊子会对咱们牛动手，所以根本没注意到他投了毒。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好多个钟前了。虽然他就路过牛棚，但除了他还会是谁？我当时没注意，跟得比较远，等回来路过这牛棚就看见了这一幕。赵文木看着被拉断的绳子，可以想象当时黄牛被毒药折磨的发癫跟痛苦。这种无凭无据的也定不了孙国庆的罪，总不能谁路过谁就是凶手吧？三哥，牛的损失我出，我现在没那么多钱，先见着，以后我的工钱就不要了。赵文木挤出一丝笑：阿远，这是真不怪你，我是担心我二哥。宋文远一脸疑惑：三哥，这牛不是你大哥的吗？是我大哥的，但牛基本是我二哥在养在用。本来在咱们农村，一头牛对我们来说可谓是很重要，而且二哥跟这牛的感情很深，他用牛车时都不舍得做，觉得会给牛增加压力，大老远的路程他都走着，这不是钱不钱的事。那二哥知道了肯定会伤心死的。阿远，你别自责了，咱们一定会抓到孙国庆的。对了，三哥，有个重要发现，今天孙国庆跟李二狗他们在村头会合后，去后山抓野兔野鸡去了。没等宋文远说完，赵文木又惊又喜：你是说他们要行动了？他们是想把喂了毒的猎物直接放我们收来的猎物里面去是吗？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好，阿元，你通知他们都准备下。好。回到家，赵文木将事情告诉了赵静，免得他担心。小弟，那你想好怎么跟二哥说了吗？要不要我去说？赵文木摆摆手，晚点我自己去，希望二哥能接受这件事吧。那你一定要好好说，然后再买2头牛吧。赵静顿了顿，又说：小弟，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多少钱了吗？整整9000块钱，我们快要成为第1个万元户了。赵静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真的吗？已经这么多了吗？是的，收入大部分是来自野味，野菜最近卖的越来越少。野菜我打算是准备不卖了，这会儿其他蔬菜慢慢有了，加上现在的野菜已经不鲜嫩了，而且其他的生意该陆陆续续准备了。听你的，反正我做我的小老板娘就行了。好的呢，我的老板娘。庞队，那了孙国庆到底还会不会来啊？此刻县公安局庞青云正带着人蹲守在赵文林的果园。确切消息，孙国庆今晚就会动手，让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庞青云已经得到赵文木的通知，孙李2人已经抓到野兔，估计今晚就会动手。来到凌晨时分，果园周围万籁俱寂，只有不远处的村子里偶尔传来几声狗吠。村民们早已进入了梦乡。果园里一片小小的凉棚下，安放着成堆的野兔野鸡，旁边躺着的前2牛正打着呼噜。国庆哥，我咋觉得这么瘆得慌呢？不知道为什么，李二狗总觉得今天安静的有些过分了。孙国庆心里也在犯嘀咕，但事已至此，不得不发。少他妈吓唬自己，赶紧干正事儿。2人很快就摸到存放野味的凉棚边上，听着凉棚里前2牛的呼噜声，2人阴恻恻的相视一笑，而后拿出2只野兔，轻轻抛入猎物堆中。等明天吃死了人，看你还怎么嘚瑟。等你进去了，赵静就是小寡妇，她就是我的了。孙国庆想象着第2天赵文木被公安带走时痛哭流涕的样子，差点笑出声。而李二狗也在想象着自己跟赵静羞的事，差点流出口水。2人都没有注意到，不知何时前2牛的呼噜声已经没了。不许动，举起手来。接着几道手电从周围打来，照得他们睁不开眼睛。李二狗当即瘫倒在地，两股战战机遇失尽。孙国庆呆愣一瞬，这才意识到一切都是陷阱。赵文木早就发现了他们的计划，投毒可是重罪，绝不能束手就擒，立刻就往果园外面跑去。你们2个把这人控制起来，小李给村外的唐清风小队发信号，叫他们准备拦截，剩下的跟我去追孙国庆。喜欢人妻吗？这个人也喜欢。重生80年代同村的李二狗为了得到我老婆，竟然做这种事，去街上急喊让你偷渡佩尔格诺来。孙国庆还没有跑出果园，就被侧旁冲出的一道身影撞翻在地，接着被死死按在地上。通知我图像，郑光明，好汉饶命，好汉饶命。那人正是这几天不见人影的郑光明。唐青云将2人连夜带回县公安局审问，唐清风则带人直奔2人家里，将剩余的老鼠药取走留证，还询问了小卖铺老板，以保证证据链的完整，是要将此案办成铁案。第2天，赵文木见了公安局副局长杨玉平。小赵同志，我得谢谢你啊，公务繁忙加上怕打扰你，一直没跟你道声谢。说完，他拿出那枚救了他1条命的钢片。一同前来的郑光明一脸疑惑：杨局长，举手之劳不必介怀，我也得谢谢你帮我抓了这孙国庆，怎么样，他招了吗？人赃俱获，孙国庆、李二狗昨晚就将事情交代得一清二楚了。同志，都是李二狗指使我干的，投毒的主意是他出的，他想睡人家老婆，所以投毒栽赃给赵文木。孙子，好大孙，平时跟在你屁股后面叫你生哥，就真把我当傻子了。你想让我背锅？好啊你，反正也走不了了，那就一起毁灭吧。就这样，2人撕破脸，斗个鱼死网破。李二狗把孙国庆开赌摊和偷鸡摸狗的事情都给抖了出来。2人在审讯室里狗咬狗，看得庞青云都笑了。对了，小赵同志，那李二狗还说了你家那头牛也是孙国庆毒害的。这我知道。你知道了啊？这2人少不了几10年牢狱之苦络。事情解决了就行。那杨局我先去李国富那了。又有什么项目啊？杨玉平笑了笑，又接着说：你去吧，我跟光明还有话说。赵文木走后，郑光明拿着钢片问道：连长，有事没跟我说啊？孔二和事件跟赵兄弟也有关系吗？还说我呢？你不也有事没跟我说吗？不过你说不说都没两样。你这性格，这么说小赵不仅是我救命恩人，也是你恩人喽。是的，我答应了他要跟他做事。杨玉平露出一丝不可捉摸的表情，随后说道：光明，你好好跟他干，遇到事情可以联系我。小赵这人一定是对的。郑光明没明白他的话重点。连长，很少有人得到你这样的评价啊。杨玉平只笑了笑，没再说话。下午，赵文林的果园里，前2牛宋文远还有宋冠军等一群人激烈的讨论着。哎，三哥怎么就决定明天不卖野菜了呢？一天也能赚20-30啊！张大明说起这事儿，就跟自己丢了钱一样心疼。大明，你要是想去买野菜就去，三哥可说了，谁要是想自己干，他不拦住。前2牛脾气火爆，当即大声嚷嚷起来：放你娘的屁！老子是那种人吗？
张大明也毫不示弱，骂完他又接着对钱大牛说道：“大牛哥，我骂阿牛呢，没骂你。”钱大牛没理张大明，他转头问宋文远：“文远，三哥有说后面做什么吗？”赵文木今天给大家每人发了50块钱，美其名曰就是奖金，然后让大家这段时间先回家帮着割麦子，过些日子再集合。这段时间大家跟着赵文木干，都赚到了不少钱。眼下野菜生意突然停了，大家心里也有些没底。大牛哥，三哥也没说以后咱们干什么，但是三哥肯定是有别的安排。他说要带大家赚更多钱，就一定能做到。宋文远是最早跟着赵文木的，天天跟着赵文木进场，见到的比大家都多。赵文木不但跟国营饭店的大领导称兄道弟，还跟县公安局的领导谈笑风生。他相信赵文木一定是有更重要的安排等着教育大家。就是你们兜着杀气，等收完麦子来找三哥不就行了吗？宋冠军也有些不耐烦。文远说的对，大家先回家收麦子吧。年纪最大的钱大牛发话了，众人也便纷纷离去。谁都没有想到，当天晚些时候，许鹏却出现在赵文木家里。三哥，我娘生病了，我想去卖野菜，需要多少钱？赵文木也没有想到许鹏会找过来，毕竟钱是商业大战对手，曾经重金引诱他背叛自己，最终都没有成功。100多。许鹏语气里有些不自然，他娘是病了，不过并不严重，而且现在他跟着赵文木的这段日子赚了已经有200块钱，我借你，以后慢慢还就行。赵文木说着掏出一沓大团结来。三哥，我还是想去卖野菜。言至于此，赵文木已经明白许鹏真正的意图了。毕竟现在卖野菜一天也能赚20-30块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是个小数目。钱是许鹏也算是个明白人，今生可能是因为现在眼界太低吧。行，那你好好干。赵文木也不勉强，人生路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只不过以后赵文木的这艘大船里没有许鹏的位置了。你有野味生意丢了野菜也正常，但三哥你不要的生意，凭什么我许鹏不能做？此时的许鹏终究是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平阳县迎来了小麦的收割时节，麦浪滚滚，整个平阳县进入抢收小麦的紧张劳作中。好累啊！早知道就不让宋文远他们散了，坑他们帮我收完麦子就舒服了。赵文木家的麦子一般都是赵文广、赵文林帮着收割。瞧你这说的，人家就不要忙的，还有生产队的活呢。赵文广看了看四周，接着说道：“今年迎来大丰收，真是个好兆头啊！以前都是赵进干活，重生归来，赵文木是一点活都不让他干，赚大钱的好兆头。”说曹操就到。这时宋文远跟钱二牛这两人拿着镰刀过来了。三哥，我们来帮你收麦子了。赵文木心中大喜，正愁这么大片小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完呢。阿远啊，二牛啊，这多不好意思。二哥一脸嫌弃。某些人呐，刚刚是这么说的吗？刚刚还想着坑兄弟。没什么，刚刚我说好几天没见兄弟们了，想着跟大家喝一个来着，对吧二哥？男人出去干活，女人这边在忙着大家的饭。安静，你是不是有了？刘秀梅突然来了这么一句，把赵静问住了。片刻后才明白刘秀梅说的什么意思，她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朵根，急忙否认道：“没有，大嫂你瞎说什么呢？真的吗？”刘秀梅还是半信半疑。我看小弟什么都不让你干呢。真没有，小弟就是怕我累着，不让我干活。小弟虽然现在对自己很好，但是除了偶尔牵下手，还什么都没对自己做过呢。小囡囡都是赵文木喝醉酒发生的关系。想到这里，赵静也不知道是希望赵文木对他做些什么，还是不做些什么。他摇摇头，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都赶走。小麦收好了，赵学海、刘素芳老两口坐在家门口乘凉。一个意料之外的人却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的二女儿赵文君。作为家里不上不下的孩子，又是个女孩，赵文君从小存在感就比较弱。然而就是这个乖乖女，却在2年前跟着村里第一位反城知青周慧中走了。老二，你咋回来了？赵文君突然出现在家人面前，带来的可不只是见到女儿的喜悦，还有满满的担忧和疑虑。出嫁的女儿突然回来，还是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为什么没有丈夫陪伴？周慧中呢？赵学海的面色已经肉眼可见地阴沉了下来。爹娘，我回来给娘过生日呢，慧中她忙，这次就没回来。赵文君的面色有些疲惫，一路上汽车转火车再转汽车，最后步行回到家中。赵学海、刘素芳夫妇没再说什么，赶紧招呼他回家吃饭。吃过晚饭不久，赵文君就沉沉睡去。赵文君睡着以后，刘素芳轻轻翻开他带来的小包袱，里面只有2斤硬糖、2斤油炸果子，还有一些鞋子、衣服，这明显是赵文君自己做的。2年多了，君儿还穿着出嫁时我给她买的那件衣服，人也明显瘦了不少。刘素芳终究是没忍住落了眼泪，女儿明显是过得不好。赵学海则是没说话，一直抽着烟。第二天，赵家兄弟姐妹聚一起为老太太贺寿，大家见到赵文君都很高兴，毕竟自从她嫁去晋省，已经2年没有见面了。刘秀梅、赵静却是眼含担忧，有话想问，他们看出来了不对劲。只有宋云傻头傻脑，只知道快乐。
赵文木看着自家姐姐愈发单薄的身形，心里也是充满了担忧。前世他被赶出家门后，多年以后才听说赵文君在1983年就病故了，他痛哭了一场，却也没有多想什么。现在想来，二姐虽然长得瘦小，却从小就很少生病，怎么会一点前兆都没有就突然病逝了呢？赵文君始终回避着亲人的问话，每说到自己的近况，就总是浅笑着说一句挺好的。中午的这顿饭，众人明显各怀心事，强颜欢笑。赵文君也意识到是自己破坏了大家的心情。但好不容易才攒够往返的车票，他实在是没有钱买什么东西了，他只能努力笑着劝大家多吃菜。第二天，赵文木找到郑光明，郑大哥，需要麻烦你跑一趟晋省。发生什么事了，赵兄弟？就是送我二姐回晋省，然后看看她在那边过得到底怎样，还有不要让她发觉了。没问题。郑光明言简意赅，当即进屋准备收拾东西。按理说二姐在城里的生活应该不会差，但昨天那状态其中一定有事。周慧中，最好别让我发现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姐的事。下午，赵文林家果园，赵家三兄弟还有赵文木麾下5员猛将宋文远、钱二牛、钱大牛、宋冠军、张大明全员齐聚。三哥，徐鹏那小子跑去卖野菜了。钱二牛有些气愤，又有些伤心，他以为赵文木还不知道这事，有些难为情地说道。钱二牛也是前2天才知道许鹏这小子竟然回来后就一直在卖野菜，他气不过，当即去找许鹏打了一架。不过许鹏铁了心要卖野菜，他也没有办法。赵文木看着钱二牛没缴的淤青，心知他肯定是去找许鹏干架了。二牛，许鹏要去卖野菜是跟我说了的，你别再去找他麻烦。顿了顿，他看着解元，又接着说道：“你们要是想单干，我也不会拦着。出了这道门，咱们还是兄弟，有困难我还会帮你们。但我的买卖里就没有你的位置了。一码事是一码事，何况赵文木要做大做强，在团队里就得树立威信。”钱二牛立即涨红了脸，大声嚷嚷着：“看谁敢！老子今天非要打断他的腿不可！”钱大牛眼一瞪：“二牛！”钱二牛面上仍然不服气，却也闭嘴不说话了。众人也看得出来，赵文木虽然说的客气，表情却是严肃的很。最后还是钱大牛出来打圆场，他虽然老实憨厚，却不木讷。老三，大家伙儿都是粗人，没那么多弯弯绕绕。以后你说什么，我们做什么。谁要是有什么坏心思，我钱大牛第一个饶不了他。我也是，我也是。几个人纷纷表态，跟着三哥一起干多好啊！傻子才想着自己干呢。赵文木摆摆手，示意众人安静下来。今天叫大家来，是为了新的生意。从明天开始，你们都回村收蘑菇。农村老人儿子被警察抓走，判刑25年，他却高兴地放了2挂鞭炮庆祝。续接上集，赵文木重生80年代，叫来了众人。今天叫大家来，是为了新的生意。从明天开始，你们都回村收蘑菇。老三，蘑菇也能卖钱？二哥表示疑惑。几个村子所在的这山公社有大片荒山，到了夏天气温升高，雨水充足，各种蘑菇、木耳、地皮菜到处都是，但村民们很少会捡蘑菇来吃，无它太费油而已。二哥，咱们农村人不爱吃蘑菇，人家城里人可是很喜欢吃蘑菇，尤其是等到冬天。众人一盘算，确实是这么个道理。野菜在城里还能卖得那么火呢，何况蘑菇用处更大。三哥，那我们收哪些蘑菇？松茸、牛肝菌、羊肚菌、鸡油菌、大红菇、木耳、榛蘑，这些全都要，尤其是榛蘑。赵文木之所以要收购蘑菇，是因为他前世对蘑菇有很深的印象。前世里这1年，他还在平阳县国营饭店学厨。这年冬天，东北那边的蘑菇突然大量出口海外，不再往国内发货。不仅如此，因为政策放宽，不少南方客商也来跟省国营干货厂抢货，导致整个地区当年冬天干蘑菇奇缺，价格居高不下。三哥，那我们多少钱1斤收？6分钱1斤，晚点我再去生产队那边说一下。小弟，6分钱1斤会不会太贵了？这玩意儿村民就从来没有卖过钱。赵文林在心里估摸了一下，一个人一天能采到的量，惊觉一天能挣2块多，忍不住开口问道：“大哥，这个价格不算贵，低了就收不到足够多的蘑菇了。”大家伙这才意识到赵文木还没说要收多少蘑菇呢，潜意识里还觉得收蘑菇跟之前收野菜一样，一天只要1800斤。小弟，你打算收多少蘑菇？大哥，一天最少1万斤，越多越好。大伙一片到抽冷气声，1万斤，一个人一天采40斤，至少也需要250个人。而且听赵文木这口气，1万斤还不满足。三哥，1万斤卖得掉吗？蘑菇放2天就全烂了，而且让这么多人去采蘑菇，会不会出问题？宋冠军他们也担心了起来，这量太大了。赵文木把国营饭店的介绍信拿了出来。我们是把蘑菇都卖给国营饭店吗？一天只卖几百斤给国营饭店，其余的都晒干保存起来。卖蘑菇给国营饭店的事情，赵文木在跟杨雨萍分开后就去了李国富那谈好了。他跟李国富商定的蘑菇供应量是每天200斤，这其中还包含了给市国营饭店的部分，价格是1毛4一斤。其实他对这点蘑菇真的看不上，一天收入不过是28块钱。现在给国营饭店的野味供应已经达到一天600斤，就连邻县都找他们供货，这个才是大头。现在收蘑菇是为了冬天的报销做布局。
大家回去都检查仔细了，绝对不能有毒蘑菇混进来。如果哪家卖了毒蘑菇，他们家的蘑菇以后一律不收，知道了吗？毒蘑菇可不是闹着玩的，轻则让人欲仙欲死，重则全村开席。老三，那我们收的蘑菇晒干了运来吗？你们每天晚上把收的蘑菇运到山前村来，就在我家旁边的那片空地上晾晒。为此，赵文木早些日子就叫赵文广等人还修建了仓库。大牛、二牛，你们人负责在山东头村收购蘑菇；大明、冠军，你们就负责在三里庄收购。文远，以后去国营饭店送货就交给你了。大哥、二哥，咱们村收购野味和蘑菇就由你们负责。就这样，赵文木有条不紊地交代着任务，众人也信任他。应和声此起彼伏，大家都干劲十足。当然，单单如此还不够，没有生产队的支持，村民们是不敢去捡蘑菇卖你的。所以赵文木先去了小卖部买了几包烟，然后带上大哥家成熟了的桃子，准备去赵学磊家。这时孙国庆的老爷子找了来，小弟他该不会是来找事的吧？听说孙国庆得判20多年呢。怎么说这件事跟赵文木没有关系，又好似牵扯其中，反正要是遇上无赖也躲不了。三娃子，我来给你道歉了。儿子没教好是老头子的错，你家的牛我也赔不起，这是家里所有钱了，你收下吧。原来孙国庆早跟家里闹掰，他的老父亲得知他投毒被抓，估计得判个几10年，专门买了2挂鞭炮庆祝，放的噼啪响。赵文木一时间愣住了，老头连忙又说道：“我不是来给那没良心的求情的。”赵静推了推赵文木：“事情到这就算了，钱一丝一丝收点，以后也多照顾下。”孙国庆家是老来得子，所以对孙国庆各种溺爱，导致后面愈发恶劣。这是解决完，赵文木来到了生产队长赵学磊家。你小子来找我又有什么事儿？二叔，你这话说的，没事我就不能来看看您吗？哦，那行，二叔你也看到了，赶紧滚蛋吧。别呀，二叔，我就直接说了，你说咱农民种小麦是劳动，采蘑菇是不是劳动呢？你想收蘑菇，可以，没问题，每天多少斤？野味都能抓，社员们采个蘑菇也就算不上什么了。15000斤每天。怕赵学磊误会，赵文木把每天又给加了上去。多少？你知道15000斤什么概念吗？咱们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一天也采不了这么多。你小子是要翻天了吧？二叔别着急嘛，是咱们村三里庄、山东头村3个村合计一天15000斤，就收农闲这3月。赵学磊是个明白人，知道这件事可行，不会影响到日常的农业劳动。你多少钱一斤收购？6分钱，蘑菇、木耳都要。这个价格彻底让赵学磊动心了。阿木，你知不知道这涉及到太多人了，必须生产队出面组织协调才行。一旦生产队出面，这个事情性质就变了。他长长叹了口气。二叔，多余的粮食可以卖，蘑菇为什么不能卖？而且采蘑菇与种小麦又有什么本质区别？二叔，时代就要变了。那能一样吗？粮食那是卖给供销社，蘑菇卖给谁？我不信你收购那么多蘑菇都卖给国营饭店。赵学磊也压低了声音训斥道。丹木，走在时代前列没有错，但千万不要做那出头鸟。二叔说这话你不爱听，但是出事了后悔就晚了。走在时代前列没有错，但千万不要做那出头鸟。赵文木重生1980年投机倒把，收购100万蘑菇布局大商机，续接上集。二叔，收购蘑菇不会出事的，不然你说咋办？那不收了？赵文木也有些沮丧，要是赵学磊不同意收购蘑菇，那样的话就只能自己采蘑菇了。就自己这10几个人能采多少蘑菇？收啊，为什么不收？这转折让赵文木有些猝不及防。但生产队要收一部分钱。感情您老人家前面铺垫了这么久，不想收我投机倒把，就是为了这个？好，没问题。多少？1斤2分钱。不可能，太多了，5厘。成本多出2分钱，影响太大了。赵文木的现金流本来就支撑不了收购这么多蘑菇，再多出2分钱来，资金周转就更困难了。这个事情干系重大。赵学磊喝了一口茶，接着说道：“得加钱。感情您是1980年版的加钱居士。”两人商量了半天也没达成一致，最后赵文木干脆耍起了无赖。二叔，我明确跟您说吧，最多1分钱，您还得帮我搞定另外2个村子，年底我给咱们生产队捐1000块，这是我最大的诚意了。那俩老倔驴可不好搞定，一个倔驴1000块，行了吧？这样年底就得给生产队捐2000块，这钱都够买4头驴了。好，就这样两人乐呵呵的达成了合作。乐呵个屁，真是个老滑头。赵学磊办事还是很靠谱，他很快就说服了3个村子的干部。就这样，大量的蘑菇源源不断收入赵文木手里。晚上，赵静在床前统计着账单跟家里的钱，时而开心的笑，时而一脸愁容。赵文木把晾晒的蘑菇收回家中后，刚好看到这一幕，便来到了赵静身边。阿静怎么了？账单有不对的吗？赵静转过身，脸上是欣喜的笑容。小弟，咱们的收入破万了，不是更多？让我猜猜，13000吗？不是，14000。毕竟钱不是赵文木管着，他只知道个大概的流水。
错了，是18000。这数字把赵文木也惊到了。虽然对于前世而言，这都只是自己一顿早餐钱。赵文木牵过赵静的手，我是不是很厉害啊？小弟最厉害了。那能不能奖励一下我？赵文木坏笑着说道。你要什么奖励？我要阿静你亲我一下。赵静瞬间脸红了，想溜走的但手被赵文木拉着。好，你闭上眼睛，我没说睁开眼睛不准睁开。行。赵文木笑着闭上了双眼。片刻后，赵文木双唇间传来冰凉的触感。等睁开眼，只见赵静在呵呵大笑着。赵文木迟疑了下，也跟着大笑起来。本王不干净了，为了静姐，本王的初吻没了，这座城又多了个伤心的狗。阿静，这是好事啊，为什么刚刚看你很愁的样子呢？赵文木想到一开始赵静的表情，说道。小弟，我们的钱好像不够了。赵文木一脸疑惑，这刚刚还说赚了那么多钱呢，这咋又变没钱了呢？赵静拿出账本，接着说道。我们现在的收入来源都是来自野味，一天有500多入账，但是现在收购蘑菇，一天至少需要花出去900块，卖给国营饭店的蘑菇可以忽略不计，这样我们每天净支出300多，咱们真的要收那么多蘑菇吗？是的，收100天收150万斤蘑菇木耳。赵文木没有迟疑地说道。赵静露出担忧的表情。小弟，这干蘑菇冬天真的能卖出那么多吗？卖不完怎么办？这数量太多了。赵文木前世做到万亿身家，自然有前期投资后期再获利的心理。不过150万斤蘑菇也真的不算多，晒干后大概才16万斤左右。后世全国1年的蘑菇消费量可是几百亿斤。阿静，咱们省就有7000万人口，这些干蘑菇将来可不止出售咱们乡镇。主要赵文木记得很清楚，前世这1年蘑菇的供不应求。赵静看着赵文木点点头。可是我们还缺4万多块，你怎么打算？阿静，跟我一起进城摆摊去吧。啊！赵静震惊地张大了嘴巴，这个发展确实超出他预料了。不过接着他的脸上就浮现一抹喜色，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真的吗？可以啊，我们摆摊卖什么？看着眼前充满好奇和期待的赵静，赵文木突然有些后悔开这个玩笑了。不过他确实是打算进城摆摊。前几天他来到承包下来的这片山，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看着河里数不尽的辣骨，赵文木的龙虾买卖涌上心头。辣骨也就是咱们本土的小龙虾，跟小龙虾有些区别，但也不差。阿静，明天跟我去钓辣骨吧。那摆摊的事呢？你怎么就惦记摆摊呢？你还要照顾小囡囡呢。啊，好，等小妹高考结束就带你摆摊。重生80年代卖小龙虾是什么体验？赵文木发现新商机，卖本土小龙虾大火，续接上集。赵文木在整理着钓辣骨的青蛙幼饵，而赵静这边已经徒手抓了很多只辣骨了。不是让你不要碰凉水吗？你咋不听？赵文木拉起正在抓辣骨的赵静，赵静就像是个犯了错的孩子，站在一旁小声嘀咕着：“生理期已经过去了，过去了也不行，你摸摸自己手多凉。”赵文木把他双手握在怀里，轻轻搓着，一抹娇羞染上赵静双颊，他莫名其妙就想起宋云的话：“男人有时候就喜欢在外面搞那个，说是更刺激什么的。”赵静甩甩头，想忘记二嫂宋云的话。行啦，赵文木，是谁小时候下河摸鱼摔到泥潭里不敢回家？是谁给你洗的衣服？又是谁又过河把你鞋子找回来的？这都是赵文木小时候的糗事，擦屁股的也都是他。自己就是玩个谁怎么了？姐姐玩水的时候，你还在玩小木棍好吗？赵静一强硬，赵文木立马就怂了。好，阿静，我们钓辣骨，钓竿很简单，就是把拴着青蛙的绳子绑到带来的木条上，把青蛙放进水里，辣骨就会围上来吃肉。等辣骨爬满了，就把青蛙慢慢提起来就行。没过多久，两人就已经钓了满满2筐。不得不说，80年代的大山就是个宝，这物产太丰富了。小弟，抓这么多螃蟹和辣骨吃得完吗？放心，等下把大哥、二哥他们全都叫来，肯定吃得完。回到家，赵静拿了支棕毛刷把辣骨和螃蟹刷干净，赵文木则炒制辣骨的底料，这底料足足有37种，算是自己的独家妙方。懂吃的一定知道，少一味料便差之千里。不一会儿，浓郁的香味就从院子里弥漫出来，好香啊！正在洗刷辣骨的赵静被这一股香味吸引，底料里面光是猪油就用了一大罐，怎么可能不香呢？等到人都到齐了，赵文木就开始炒辣骨。老三，这玩意儿咋吃？鸭子都不愿意吃。赵文广看着大铝盆里那一大堆的辣骨，皱着眉头问道：“就是啊，辣骨身上肉那么少，吃起来还麻烦，关键还一股子腥味。”宋云也好奇地说道，还一边看向赵静，后者表示自己也不知道。你们就看好吧，说不吃的，待会儿可别后悔。
赵文木说着，将底料放进锅里，大火化开，不到1分钟，浓郁的香气立刻就让在场的众人睁大了眼睛。倒入辣骨爆炒，不一会儿，鲜香的味道就飘满院子。众人听说赵文木要请他们吃螃蟹和辣骨时的那份怀疑和不以为然，此刻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众人脸上只有对美味的期待和好奇。美味端上桌，大家早已等候多时，都纷纷开始动手吃了起来。姐，你快吃吧，我来伺候小祖宗。赵文木把小囡囡抱了过去，在院子里举高高，小家伙很快就咯咯笑起来，然后指着辣骨咿呀呀说着什么。小宝贝，等你长大了，爸爸再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小弟现在真的是会心疼人了。刘秀梅由衷感慨。是呀，真好啊，二姐，你真是苦尽甘来了。宋云也笑着说道。刘素芳眼睛里满含笑意，就连一向板着脸的赵学海也开口说道：这小子总算是像个样子了。阿静，好吃吗？好吃，真的好吃，尤其是辣骨，肉看似不多，却又恰到好处，根本停不下来，吃了一个又想吃一个。是吧，二嫂？怎么样，还说他腥吗？不行不行，一点都不腥。宋云连忙摆手，他没想到辣骨可以这么好吃。这位鸭子不吃选手，请问你是在参加吃辣骨比赛吗？二哥从刚开始吃上话都不说了，不停的在吃。太好吃了，鸭子以后可能跟这东西无缘了。众人一起呵呵笑出声。这顿饭让大家尝尝鲜是主要目的，次要目的是顺便做一下市场反响。目前看来，这摆摊卖小龙虾可行，小龙虾就是辣骨，辣骨听起来太普通，不过辣骨可比小龙虾好吃多了。下午，赵文木就带着小龙虾来到了制糖厂厂区门口。什么味道？好香，好像就是那边。几个人走了过来，待看清是赵文木，也是颇感意外。这不是卖野菜那小伙子吗？好久没来卖野菜了，这是改行了。小伙子，你这是做的啥？一位大姐指着锅里的小龙虾问道。哟呵，缘分了，这不是当初第一个买自己野菜的那位大姐吗？大姐，这是麻辣小龙虾，小龙虾也是一种虾，它富含蛋白质，味道鲜美，可以调理气血，提高免疫力，主要咱这个味道非常好啊。更多人被小龙虾浓郁的香气吸引过来，赵文木周围渐渐围满了人。同志，这小龙虾怎么卖？1块钱1斤，这么贵？周围一片惊呼声。这都没什么肉呢，可以试吃一个，保证你吃了还想吃。大姐拿起一个嗦了起来，第一口就是那浓郁鲜美的汤汁，这一下就把大姐拿捏了，然后剥开壳咬上一口嫩滑的虾肉。味道怎么样？怎么样？大姐没有说话，立刻招手叫我打包1份。小伙子，快给我来1斤。味道显而易见，有人开了先河，众人也纷纷上前来买，试吃都不试了，生怕等下被抢光了。我要1斤小龙虾。我也要1斤。我也要。生意出乎意料的火爆。就在这时，宋文元找了来。三哥，你快回去看看，郑大哥从晋省回来了，面色不太好看，估计出事了。农村姐姐嫁到城里，却受到恶毒婆家各种欺负凌辱，家里3兄弟炸了，去街上急。郑大哥，你可回来了。赵兄弟，你二姐的情况我已经调查清楚了，汽车在路上抛锚了，到家有点晚了。郑光明的脸色不太好，看上去有些生气。不多时，赵文林、赵文广也到了。郑大哥，我二姐那边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就麻烦你说说吧。郑光明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说。在场的都是我二姐的亲人，有什么话郑大哥直说就行。文俊妹子过得很不好。众人的心立刻就揪了起来，赵文木也握紧了拳头。能让郑光明这么内敛的人说出不好，可想而知是有多不好。周慧中的爹娘弟弟妹妹全都看不起文俊妹子，背地说她是丧门星乡巴佬，还经常会当面说一些难听的话。郑光明有些难以启齿。小郑，你说有什么说什么。赵文广咬牙开口说道，额上青筋暴起，看上去有些狰狞。说他主动爬上周慧中的床，逼着周慧中娶她的。听到这话，赵家兄弟姊妹眼里的怒火仿佛要凝成实质。你接着说。家里的活全都是文俊妹子干的，邻居们说周家人冬天里都不许她用热水，就连周慧中爹娘和妹妹的衣服也是让文俊妹子给洗。郑光明一想到赵文军瘦小的身板和那一大堆的衣服，心里就有一股火气。这家人买了好吃的，就把文俊妹子支出去，一家人躲起来偷偷吃，这是我亲眼见到的。文俊妹子干点零工赚的钱，也都会被周慧中的家人抢走，她身上一点钱都没有。赵文木想起半个月前赵文军回来给母亲贺寿，那车费一定是偷偷攒好久的吧。这家人还天天到处说文俊妹子是生不出鸡蛋的母鸡。二哥赵文广一脚踢飞了面前的凳子。欺人太甚，大哥，我们去把二妹接回来。小郑，你接着说。赵文林冷冷开口。郑光明表情沉重，半晌才开口说道。周慧中的弟弟周慧文似乎对文俊妹子有一些别的想法，我发现他有时候躲起来偷偷看文俊妹子，那种眼神让人有些不舒服。也就是说这一家人没一个好东西。这一家子禽兽。赵文广眼睛都红了。周慧中是什么态度？周慧中这个人有些虚伪，他虚情假意哄着文俊妹子，实际上跟别的女人搞一起。赵文木闻言霍地站了起来。大哥，你说怎么做？
众人齐齐看向赵文林，这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去把二妹接回来，要是打死了周慧忠这个王八蛋，我顶着。赵文林一拍桌子吼道：“好，好！”众人满脸杀气，气势汹汹，就连赵静也是一样。随后，赵文林、赵文广各自回家做准备，赵文木也叫宋文远他们集合。三哥，我也跟你去吧。我也去。不用了，这家事得我们自己来解决。刚刚我交代的就拜托大家了。赵文木把所有事情安排了一遍，目前资金链问题也解决了，就是卖小龙虾。三哥放心，大家异口同声道。三哥走后，家里谁要敢闹事，确实更需要我。宋文远一脸大明白。文远，教你炒的龙虾会炒了吗？会了，三哥，放心吧。好，那家里的事就麻烦大家了。赵文木在心里下定决心，这次不但要把赵文君完好的带回来，还要让周家人付出代价，让周慧忠身败名裂。他确信前世二姐的死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病故。农村姐姐嫁到城里做牛做马，老公却打算把她送给领导。续接上集。晋省公安局内，同志，真的是多亏了你，押来局里的路上，王顺发就全部交代了，他二弟三弟都死了，这小子心里也崩溃了。原来这伙儿人竟然是前段时间舒淇抢劫、强奸、杀人案的主谋。漾泉市公安局副局长郭新明高兴地说道：“不但要谢谢你们挺身而出救了车上的人，也要谢谢你们帮我们破了这重案。其实都是郑大哥的功劳了。”郑大哥，郑光明，就是这位退役的侦察队长。哦，是你呀！我去邻省开会的时候偶然听到过你名字。是大家的功劳。对，难道不是我那一招分散了王顺发的注意吗？二哥赵文广得意地说起来，那屁放得很好，下次别放了，叫你吸引人家注意，你是连队友都杀。四人哈哈大笑起来，看得一旁不知所以的郭新明一脸懵逼。离开公安局，众人来到了医院。或许是伤到了脑子，或许是大脑的保护机制让他忘记痛苦害怕的事情，可能过段时间就好了。你的意思是他现在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我救了他？对的，目前看来是这样。怎么样，老三，医生怎么说？赵文木表情复杂。好消息，小姑娘没啥视皮外伤；坏消息，她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我。那你打算怎么办？有点难搞。刚刚我也去看过小姑娘了，证件啥的什么都没有，名字住址什么都不知道。她还要住个几天院，住完院看看公安那边的线索吧。对了，郑大哥呢？小郑跟我们一起来的医院，随后又跟我们分开，不知道去哪了。说晚上回招待所再说，神神秘秘的。晚上，漾泉招待所内，郑大哥查到什么新情况了吗？赵兄弟，关于文君妹子还有件事，我那天没说。郑光明突然有些不好意思。我之前还把周慧忠打了一顿。众人听后一脸疑惑，为什么？周慧忠的厂长李保国对文君妹子有意思，那可恨的周慧忠竟然犹豫了。我担心我回山前村文君妹子会出事，所以就把周慧忠打出进院了，至少让他在我们来之前不能做什么事。赵文广当场大怒，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小妹在他家做牛做马，他还打算卖了人家，长得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良心被狗吃了。真是苦了小妹嫁给了他。郑大哥，谢谢你。那刚刚在医院你是见到了周慧忠？郑光明表情复杂，沉默片刻后说道：是的，周慧忠就在这医院。周慧忠跟那个女人在病床上搞一起了。什么？兄弟三人齐声暴喝。赵文广站起身就要往外走，被赵文林一把拉了回来。罗二，你干什么去？大哥，我去打死那混蛋。二哥，打死他还不够，我们得让他生不如死，还得让二姐看清楚他的真面目。郑大哥，查清楚那个女人是谁了吗？查清楚了，就是漾泉召回农机厂的出纳李丽云。这个李丽云是召回农机厂厂长李保国的小三。郑光明不紧不慢说着，又将李保国的情况，还有周慧忠家里的一些情况徐徐道来。这么说，这个李丽云跟李保国有一腿，然后现在又跟周慧忠搞一起。小弟，你怎么看？这跟李保国肯定脱不了干系。我们这么做。晚上8点多，住院楼的房间大多已经熄了灯，病人们早早就睡下了。其中一个病房里却传出一阵阵喘息声。那个文文弱弱的乡下女人，真不知道李保国这老东西喜欢她什么，还要老娘来搞定这细狗。这几年，李丽云因为爬上了李保国的床，才得以担任出纳会计，捞了一笔。当然，李保国也没少赚。莫名其妙被人打了一顿就算了，竟然还有厂花李丽云来看自己，还上来就乱摸，这谁受得了？对不住了文君。李保国等不及了，你什么时候把那个赵文君给他送去？等我出院了，到时候买点安眠药，保证把他送过去。不行，李保国说了，他要赵文君心甘情愿，不能迷晕了。这个有点难办呀。那是你的事，我不管。这老娘咋不见你为难？哎呀，好啦好啦，我保证尽快把赵文君送去。就在这时，病房门突然被人大力推开，接着房间的灯被人打开了。在外面旁听了一会儿的赵家三兄弟立刻冲进房内，不由分说，先用床单将二人包裹在了一起，接着就劈头盖脸的痛殴二人，就是俩畜生而已。三人下手毫不留情，他们在外面听得肺都要气炸了。不一会儿，就有一群医生护士住院病人围了过来。
2个赤身裸体的人被床单裹在一起，被3个人围着打，场面别提有多劲爆了。都住手！你们几个为什么打人？一名公安大声问道。同志，你看他们光着身子，然后这是我妹夫，女的不是我妹妹。赵文林也大声说道。众人顿时心中了然，这是搞破鞋被大舅子打了呀。赵文广也大声喊道。大家都来看看，农机厂周慧中被人打住院了，还在这里撕毁平头。他大声一遍遍说着，围观群众指指点点，纷纷唾弃着这伤风败俗的一幕。大家都是病人或者家属，看到有人竟然在医院里做这种事情，别提有多膈应了。公安同志，一定要把这俩人抓走！哎，太伤风败俗了，竟然在医院里干这事儿！注意看，这个男人上一秒还跟女人在病床上翻云覆雨，下一秒就被小舅子围着打，去街上急。公安连夜把周慧中和李丽云带回了局里，这可不是后事，偷个情什么的就是个道德问题。这会儿伤风败俗、婚内出轨可是重罪。要是在83年，周慧中这种因为流氓罪判死刑都有可能。这是谁的内衣内裤？平常外面穿的衣服也就算了，内衣裤也得我解洗，咋的？他们是没长手吗？这边赵文木3兄弟来到周慧中家，一来就看到赵文军在楼下洗衣服。赵文军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见自己的3个兄弟突然出现在面前，他又惊又喜。大哥、二哥、小弟，你们怎么来了？赵文广看看那一大盆衣服，眉头越皱越紧，二话不说，狠狠一脚踢在上面，木桶咣咣当当。二哥，你这是干什么？赵文军站在一边，身形瘦弱单薄。二妹，哥是来接你回家的。赵文军有些不敢相信，他确实是后悔嫁到晋省，这一家人对他不好，天天冷嘲热讽，可他又能怎么办呢？爹娘会接受自己回去吗？兄弟们呢？妯娌们呢？另一边，周慧中那一家子反锁房门，正围在一起吃鸡蛋糕。刚刚楼下是什么声音？管他干什么，赶紧吃，不然等下那个扫把星得洗完衣服上来了。老太婆，咱们每次都躲起来吃真的好吗？一个乡巴佬罢了，本就不是他能享受的，他这辈子都不会尝过这些东西什么味道吧。就在这时，房门又是被一脚大力踹开。你们是什么人？周慧中的父亲周启明站起来说道。赵文军手在颤抖，是真的，这一家人把他支出去干活，自己躲起来吃好吃的。赵文木没有理会周启明，他一把抓过桌上的鸡蛋糕，狠狠摔在他们脸上。你做什么？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这是谁买的？是不是拿我姐的钱买的？我儿子买的，关你什么事？你是谁？苗大花大声质问道。你哪个儿子买的？我大儿子周慧中，农机厂的技术员。你们到底是谁？我是赵文军大哥，赵文礼。我们今天来是告诉你们一句话，明天我们来取文军的家庄户口，给你们1天时间准备好。不可能！你休想！周慧文、苗大花先后开口。赵文木瞪着梁老狠狠地说道：“你别搞错了，这只是来通知你而已。另外，你们还是先去公安局打听打听周慧中犯了什么事儿吧。”说完，兄弟3人拉着还有些迷茫的赵文军就离开了周家。你别走，说清楚。周慧文、周启明唯唯诺诺想上前阻拦，却又最终没敢。回到招待所，虽然赵文军在这确实待得很不好，但毕竟离婚太突然了。大哥、二哥、小弟，你们要干什么？还有周慧中怎么了？3人互相对视了一眼，有些话必须跟赵文军说清楚。二姐，接下来的话会让你很伤心，你做好心理准备。赵文军看着他，点点头。周慧中在外面有人，是那个何慧慧吗？我知道，他们没有什么的。姐，不是何慧慧，而且她跟何慧慧之间也不清不楚的。赵文木顿了顿，接着说道：“是一个叫李丽云的女人，是他们厂的出纳。昨晚他们俩人在医院里那啥，被我们当场抓住了。”听到这里，赵文军脸色煞白，嘴唇都在哆嗦着。赵文林忍不住点上一根烟，在一旁一口一口抽着。周慧中和李丽云都被公安抓走了。姐，还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接下来的话，赵文木真的不知道该不该说，实在是太残忍了。小弟，你说吧。周慧中他们厂的厂长李保国，他想霸占你。周慧中，他打算迷晕你，或者把你骗到李保国那儿。赵文军没有说话，他身子晃了晃，接着就要瘫倒在地，被刚回来没多久的郑光明眼疾手快接住了他。赵文木后悔了，这话不该说的，这话对二姐的伤害太大了，他以后还怎么相信男人？赵兄弟，这话不该对你姐说的。赵文林接过赵文军，赵文木跟郑光明则来到门外。郑大哥，李保国那边情况怎么样？我已经查到李保国祸害了好几个妇女，但是现在找不到人出来指证他，而且还有好多老职工说他侵吞农机厂资产，但是也都没有证据。郑大哥，不只是周慧中、李保国、周慧文、周启明这些人，我一个都不想放过。赵兄弟，你放心，这些人一个都跑不了。阿军，想哭就哭吧。大哥、二哥，我想回家了，我能回家吗？能，当然能，娘家永远是你坚实的后盾。郑大哥，证据方面你有调查过李保国的老婆吗？身边人或许是突破口。郑光明眼前一亮，对，忙着忘记了他老婆了，我去搞定。那我就去会会那个女人。不多时，赵文木见了李丽云她老娘，二人商讨着什么。随后赵文木给了一笔钱他。晚上，周慧中家，
难道真的要让慧中和扫把星离婚？苗大花满脸不甘心，赵文君走了，谁给他洗衣服？谁来做家务？到时候不都得他来吗？这样绝对不能让大嫂和大哥离婚，不能让大嫂离开。周慧文也急忙表态。够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那个女人是你嫂子，你知道吗？周启明突然吼道：“小儿子那点心思，家里2个老的谁不知道？自己虽然也禽兽，但毕竟也没想过把魔爪伸向儿媳妇。那个该死的女人，肯定就是她勾引慧中。慧中从小到大乖巧听话，学习也好，除去娶了赵文君那个乡下女人之外，没有一丝丝缺点。她肯定是被那个李丽云给勾引的。”周启明若有所思，随即开口道：“要离，而且是必须立刻马上离。假如你能回到20年前，你会抵制诱惑，坚定地选择你的糟糠之妻吗？”续接上集。我不同意，不能让大哥大嫂离婚，不能让大嫂走了。疯了吧你？那个女人是你大嫂，是你哥哥的老婆，别老动其他的心思。真的要让他们离吗？那这2年在我这又吃又住，不是便宜了这乡下女人？慧中还在局子里呢，流氓罪不是开玩笑的。在这件事定性之前，我们必须让慧中离婚，而且马上跟那个李丽云结婚，这样2人在医院的那一出闹剧运作一下，或许就能糊弄过去。苗大花恍然大悟。对，必须马上离，反正就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留着有什么用？2人为赵家提出离婚，正中下怀，惺惺自喜，却不知他们的如意算盘。赵文木早就想到了，李丽云家里就1个娘和1个哥哥，2人都不是什么好鸟，游手好闲，手脚都不干净。他们对李丽云的死活压根不在意，反正这个闺女捞了那么多钱，吃香喝辣的，也不见她管过他们娘俩。没想到这不孝娘们还值这么多钱，等下姓周的来了，我再狠狠敲一笔。结果得看你自己的造化了，可不能怪老娘。第2天上午，赵文木3兄弟从周慧中家拿到了户口和离婚协议，过程中发生点小插曲，但无伤大雅。随后来到街道干部处，虽然周慧中还在公安局里，但街道干部那还是给离婚证明盖上了大红印章。另一边，农机厂办公室内，厂长李保国得知了周慧中跟李丽云在医院被抓的事。真是没用的2个东西，这该死的周慧中睡了几天了还不够，要是早点把赵文君送来，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你们2个过来，你去想办法把李丽云保出来，你去盯着赵文君这娘们，不行就来硬的，还没有老子得不到的女人。晚些时候，周启明果然找到了李丽云他娘，商量周慧中跟李丽云结婚的事。他本来觉得对方一个寡妇，家里还没个人干活，出点彩礼钱就够了，谁知道鲁艳萍早就得到了赵文木一笔钱，压根看不上他给出的。什么500块钱还不够？你疯了吧你？500够你吃喝几年了？鲁艳萍可是个泼辣，哪会惯着他？穿的人母狗样的，这才500块钱就不行了，钱还是留着自己养老吧你。鲁艳萍心里很不爽，本来还想着能再要一笔的，结果500块钱就不行了，那就不能怪我了。周启明本就非常生气了，听到鲁艳萍的话更是怒不可遏。这寡妇这是故意在讹我，连自己女儿都不救，好说歹说求了半天，钱也加到了500块钱了还不满足。周启明越气，随即2人扭打在一起。鲁艳萍也不是好惹的，抓着他大喊着：“杀人了，耍流氓了，来人了！”随即左邻右舍跟巡逻的公安吸引过来了。鲁艳萍咬死周启明，私闯民宅调戏妇女。公安看着鲁艳萍不堪的衣服和脸上被揍的痕迹，周启明百口莫辩。何况他儿子还因为搞破鞋被关在局里。真是有妻子必有其妇啊！这么要脸还看上人家寡妇，这娘们真是畜生啊！于是父子俩很快就在公安局里见面了。招待所楼下，赵兄弟，事情调查清楚了，李保国老婆果然是突破口，李保国做的那些事他老婆都一清二楚，而且早就自己收集了一些证据。他知道我的来意后说想跟你谈谈。好，郑大哥，你把你整理的证据也一并带上。魏女士，我想你也知道了农机厂处那李丽云被抓的事，万一公安查出些什么，李保国的结局我想你应该很清楚。魏红心里自然是清楚，李保国迟早的完蛋。最后在赵文木的一顿输出后，他下定决定了，但他要求赵文木帮自己洗脱跟李保国的所有关系，并且保留一部分财产。这对于前世万亿身家的赵文木而言，自然是再简单不过的公关和操作。没多久，魏红就实名举报李保国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祸害12个妇女等等罪名。事情告一段落，赵文木3兄弟来看望医院的那位女孩，看起来恢复的不错呀，有想起来什么吗？女孩没说话，盯着赵文木摇了摇头。那你知道自己的名字和家住哪吗？女孩想了想，还是摇摇头。这就不好办了，我们在这边事情办差不多就要回去了，你现在什么都不记得，总不好让你一个人在这吧。这时女孩坐起身来，指着赵文木。赵文木看明白了，你是要跟我一起吗？女孩点点头，随后露出可怜的表情。好好好，也只能这样，回去路上你多看看，或许也能想起些什么。赵文木顿了顿，接着说道，我媳妇和女儿一定会很喜欢你的。女孩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似乎明白了什么的表情，她笑着说道，姐姐一定很漂亮吧，看得出你很爱她。
那是别人不及他1/1000，我也只想跟他和女儿开心健康的在一起就行，哪怕没有车、没有房、没有钱，粗茶淡饭一辈子我都满足。女孩被他逗得哈哈大笑起来，赵文木也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笑声自然也被门外等候的赵文林、赵文广两人听到。大哥赵文林皱起了眉头，等赵文木出来，赵文林马上问道：“小弟，他想起来木有？”“没有，还什么都不记得。小姑娘无亲无故一个人在这边也不好，大哥我想着就先带着她，然后帮她找找打听打听。”说到这，赵文林瞬间严肃了起来。“小弟，你可不能犯错误。”赵文木一时间没理解。赵文林压低了声音说道：“小姑娘不难看出是个城里娃，而且应该条件很不错，能那么大胆闪带土地脸，估计家庭不会差。结果她现在只认你，你可不能。”“大哥，你说什么呢？”还没等赵文林说完，就被赵文木打断。“我只认阿静一个人，刚刚我在里面也故意表态了，人家小姑娘也懂了。”赵文林这才点了点头：“小弟明白就好。”赵文广看着这一幕，倒是在一旁偷偷乐。我不只是说小弟，你也是。现在我们几个月就赚了几年的钱，你可不要飘了。放心吧，大哥，你看我像吗？也不知道小弟在城里怎么样了。老板娘，再来一份龙虾。好嘞，好嘞。你就是赵静姐姐吧？对，我是赵静。你是哪位？我是赵鑫，三哥带我来的。三哥？赵静看了眼赵文木，赵文木解释一番后，赵静就拉着赵鑫跟赵文秋一起吃起了小龙虾。就是你过来。都几个月了，还是这么菜呀？我也就吓人罢了，你不是不知道。你自己清楚就很好，等碰上硬茬子，就是你那公安队长舅舅也不好帮你。赵文木拿起勺子开始炒龙虾，你看好了，现在我做的是香辣虾。刚子一愣，随后马上目不转睛地看着赵文木烹饪。没错，赵文木就是要教刚子。刚子这人本性是不坏的，只是被娇宠惯了，没有生活目标，所以得过且过。这时陆陆续续有客人来了，赵文木让刚子上手，他就来招呼客人。今天怎么不是静姐炒龙虾啊？我要吃静姐炒的，别人炒的我不吃。没想到这些天阿静摆摊吸引了一批铁粉啊，这生意超乎想象了。你们看到的这位可是老赵家小龙虾的创始人哦，你们尝到的可是更正宗的。静姐都发话了，那我得尝尝。我也是。这么说，这位不会就是小妹每次发愣时想的那位吧？赵文木转头看向赵静，赵静也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大家伙纷纷起哄。好了，今天限时优惠，买1斤送半斤，仅此一天。大家纷纷上前争抢着。没一会，龙虾几乎售卖一空，人群也很快散去。刚子被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但脸上却是洋溢着一种愉悦的成就感。怎么样，累吗？累也不累。刚子也分不清了。赵文木拿出5块钱递给刚子，明天下午5点还在这里等我，等你自己上手了，一天我给你10块钱。刚子紧紧抓着那5块钱，眼睛都有光了。平时自己的钱不是偷就是抢，别人都觉得他流里流气，也没人会要他干活。这是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的钱，他感觉到了这种付出得到收获的心情。好，谢谢三哥。赵静、赵鑫、赵文秋这边3人边吃边喝，相谈甚欢。这出乎我的意料啊！本来自己还准备了一堆说辞的，现在这3人咋像失散多年的姐妹一样？这就是女人的第六感。很明显，赵静、赵文秋一眼看出来了赵鑫不会。不过赵文木还是高兴的太早，晚上就被赵静锁在了门外。女人心海底针呐，有兄弟出来帮我解答一下，这是怎么了吗？不是明明2个人都聊得那么好，不是吗？阿静，别不高兴嘛，我把赵鑫带回来也是没办法呀。我没不高兴啊，我也很喜欢阿鑫。姐，你就开门吧。你错哪里了？我不该把赵鑫带回来。错了。我不该对付王氏3兄弟。赵文木随口的试探，没想到里面没了声音，看来8、9不离10了。你不出手，阿鑫就会被糟蹋，甚至可能被王顺宝杀害。小弟，你出手是对的，而且有郑大哥在，我也还算放心。那就是因为我对付李保国吗？赵静又沉默了。此时的赵静自己也很矛盾，他自然是想惩治恶人，但又觉得赵文木这趟行程都在犯险。小弟，现在我不知道没有了你，我还有没有勇气活下去。赵文木自然是懂了，赵静这是担心自己呢，也意识到了事情都进展的顺利，万一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确实斗不过资本的，自己现在又不是前世的地位。这时门打开了，赵文木一把抱住赵静，阿静，我不会离开你和囡囡的。在月光的衬托下，赵静的脸庞格外的晶莹透亮。赵文木情不自禁地亲了上去，从额头到鼻子到嘴巴，最后到那柔软之上。一声婴儿哭声把2人拉了回来，2人都红着脸。小囡囡饿了，你出去。说着，赵静就把赵文木推出门外。我这闺女真是漏风的小棉袄啊！赵文木则拿着新做好的地笼前往河边。现在小龙虾生意非常好，收入可比野味，但是抓龙虾的效率太低了，所以赵文木拜托李叔按照自己的想法制作了这个地笼。就在这时，赵文木突然感觉后面有人，回头一看却又什么都没有。怪了，明明听到有声音，难道是自己的错觉？赵文木心不在焉地继续向河边走去。来到河边，放下装好诱饵的地笼，就看明天的收获了。次日一早，
赵文木跟宋文远来到河边，两人合力才把地笼拉上来。地笼里是满满当当的小龙虾跟螃蟹。三哥，这个叫做地笼的东西这么厉害，一下就抓了这么多。文远，等会你再去叫李叔做几个。好的，以前白天要摆摊，每天晚上抓龙虾都抓好晚，有这东西简直神了。两人把龙虾倒入筐中，然后一前一后抬着龙虾回家。就在这时，远远就看见一个人站在蘑菇晾晒场外面张望，还时不时捡起几朵蘑菇来看一下。三哥，那个人什么情况？要不我去把他赶走。宋文远担心有人来搞破坏，你先把螃蟹搬回去，我过去看看。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吗？赵文木重生80年代卖野菜收野味收蘑菇，带动家乡产业，却被下乡的大人物说是资本家，续接上级。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吗？赵文木客客气气地问道。此人看着既有书卷气，又不乏威严，一看就知道不是下地干活的人。实际上，在他转过身来的时候，赵文木就已经震惊了，因为这位他认识，电视上常见。前世我多少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在这位面前却连个小虾米也算不上。我甚至没有当面见过这位。这位就是刘青山，不到50岁就主政一方，真正的封疆大吏。此后10余年时间里，平步青云，真正位极人臣。同志你好，我叫刘绿水，是县里派驻10级公社的老师。赵文木仔细瞅了一眼，没看错，就是刘青山，鬼才信你的刘绿水，还老师呢。没错，似乎就是这会儿刘青山从昌围地区调任全城市，从昌围地区排名第3的行署副主任，升任全城市常务副市长。刘大哥，我叫赵文木，你吃饭了没有？要不来我家吃个便饭吧。这位大人物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出现在这里，但这不重要，妥帖的把他送走才是最重要的。刘青山刚想说什么，肚子就很不给面子的叫了起来。这次去全城市上任，想着让秘书先去市政府报道，自己就来基层了解下全城市的情况。没想到这才刚走没多远，钱包就丢了。那就麻烦小赵兄弟了。二人来到赵文木家中。小赵兄弟，你们生产队为什么晒那么多蘑菇？刘大哥，这些蘑菇都是我收的。赵文木可不敢撒谎，他是知道的。这位刘青山有2个外号，改革急先锋和冷面人土，在这位面前，真诚才是必杀技，切莫耍小聪明。都是你收的？这可震惊到了刘青山，眼前这个看上去20出头的年轻人，竟然有这么大的魄力。这一路走来，实话说有些失望沮丧。这全城市的农业农村还不如昌围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很差，而且这会儿农闲，各个村子里到处都是闲散人员。然而这山前村却截然不同。首先，村口的大槐树下面没有躺着哼哼唧唧的闲散人员，而是一对夫妻在收蘑菇，跟源源不断的村民来卖蘑菇，每个人脸上都有汗水和笑容。老人家，请问你们这蘑菇收多少钱呀？你是哪个村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呀？我隔壁村的，看到这里这么多人卖蘑菇，很好奇，就想问问。这样，2个月前他们就在这收了6分钱1斤，山前村的人托他们的福，这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蘑菇竟然6分钱1斤，村民们少则卖了3、4毛，多的则有1、2块钱。你是谁啊？我怎么没见过你呀？这山前村的生产队有点实力，等下拜访下。没错，刘大哥是我收的。刘青山回过神来，这时赵静、宋文远、钱二牛、钱大牛跟赵文林夫妇、赵文广夫妇也都回来了。中午他们都是在一起吃的。众人从赵文木那小心翼翼的态度里也体会到，这个人恐怕大有来头。既然有贵客上门，就得好酒好菜招待。赵文木安顿刘青山坐下，又叫来了赵文广、赵文林作陪，自己则亲自下厨做了几道拿手菜：麻辣小龙虾、香辣蟹、干煸兔肉丁、小鸡炖蘑菇。饶是刘青山也被这丰盛美味的宴席震惊到了。别看宋文远跟钱二牛平时大大咧咧的，这回都在互相使眼色告诫对方多看多吃，不要说话。小赵，你这一桌菜有什么说法吗？刘大哥，这麻辣小龙虾、香辣蟹用的都是我们村前这条河里产的辣骨和螃蟹，这干煸兔肉丁、小鸡炖蘑菇用的是村子周围山上的野兔、野鸡和蘑菇。你要是春天那会儿来，还能吃到鲜嫩的荠菜包子。还有你面前的这杯茶，是我炒制的苦菜茶，夏天喝苦菜茶清热去火，利尿解毒。刘青山端起面前的苦菜茶，细细品尝了一口，好香的茶。不瞒您说，县里发展野味展业，全城市县国营饭店和市国营饭店的野味都是我在供货。刘青山震惊地看着赵文木，沉默片刻，开口道：平阳县四面环山，确实适合发展野味产业，但也要注意可持续性。赵文林、赵文广看出来了，这位怕是大有来头，他们也不敢随便说话了。小赵，野味蘑菇生意村民赚到钱了吗？刘青山目光炯炯看着赵文木，刘大哥，野味生意村民每天总收入430块左右，生产队额外收入60块。
山前村每天收购蘑菇大约2500斤，村民总收入150块，生产队额外收入25块。另外，三里庄和山东头村每天收购蘑菇共12500斤，村民总收入750块，生产队额外收入125块。赵文木一条一条慢慢叙述着，刘青山惊得直接站了起来。宋文远和钱二牛也张大了嘴巴，说不出话来，就连赵文林、赵文广都是一脸震惊。原来数额这么巨大，在场的除了赵文木，只有赵静一脸平静，因为这个数字他很熟悉啊，他每天都要算账记账，可以说记得比赵文木还要准确具体。这会儿刘青山看赵文木的眼神都不一样，原本只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长者，这会儿已经是3分敬佩、3分忌惮、4分不可置信。但随即他就转头看了看众人，伸出手指头数着在场的人。1、2、3、4、5、6、7、8，小赵，这里8个人受雇于你。晾晒场还有几个妇女同志，三里庄和山东头村还有另外几个同志，都是受雇于你。他顿了顿，赵文木心中已经是警铃大作，可以说是疯狂响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刘青山终于开口了。这是私营经济，是资本家。这是私营经济，你是资本家。赵文木心里咯噔一下，全场一片寂静。收蘑菇的事情都是我指使的，包括野味和麻辣小龙虾，你可以去打听打听，这些天都是谁在弄这个。赵静突然站起来说道：“这个傻姑娘，这是想把所有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刘大哥，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照你这么说，我确实是您所说的资本家，您说应该怎么办呢？”赵文木笑着问道，眼角却在抽搐着。这里可是大山沟里，管你是谁，现在你只是一个人。弟妹不要着急，都怪我没把话说明白。刘青山有些歉疚地看向赵静。这个简单，不要说是给你干的，就在每个村子找1、2个你信任的人作为代理人，让代理人自行雇工，每个代理人雇工不要超过7个人就行了。赵文木一愣，这有点出乎意料，你一个国家的大人物，现在教自己投机倒把。刘青山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给别人出这种主意。刘大哥这主意好。赵文广由衷感叹道。赵文木想了想，这确实是个好主意。这个主意不难想，主要是自己一开始就把7人原则这么要命的事情给忘了。其实最关键的是刘青山的态度。好在这位很明显看不上7人原则这种教条主义的东西，对这主意可行。赵文木当场拍板，把野味蘑菇小龙虾生意拆分到几个人名下，当场起草签署了合作协议。反正就是做个样子而已，大家心里都清楚。一天村民收入1230块，生产队增收210块。刘青山喃喃自语着，一个个数字不断在他脑海里来回滚动，直到片刻后，他终于冷静下来。小赵，这么多蘑菇都是卖给国营饭店。刘大哥，国营饭店一天只需要几百斤，其他的我都晒干存起来了。赵文木并不藏私，不怕对方知道自己在为冬天销售囤货。那么多蘑菇，你有这么多钱吗？刘青山很敏锐，立刻就察觉到了问题所在。赵文木看看赵静，用鼓励的眼神示意他来说。刘大哥，钱不够的，给国营饭店提供野味的收入，连每天1半的蘑菇款都不够。现在我们不停往里贴钱，估计支撑不了太久。赵静语调轻轻柔柔，语气里的担忧却毫不作为。听得刘青山很是心焦，赵静果然是懂赵文木的，赵文木就是想让他来卖惨。刘大哥，我们现在还每天进城去卖麻辣小龙虾和香辣蟹，也能贴补一些。赵文木苦笑着指指桌子上的小龙虾和螃蟹，接着说道。问题是一个地方的人不可能天天吃你这东西是吧？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没客人了。小赵，你现在是在哪里摆摊？我现在有2个摊位，一个是由宋文远负责在纺织厂和卷烟厂两边走，另一个是我媳妇负责的在制糖厂和玻璃厂。说完，赵文木又提了一句，不过现在可能会换别人去。上次我刚回来就见到有人向我媳妇要保护费。还有这种事？刘青山严肃了起来，思考片刻后又说道，那如果是去广阳大街、正阳大街卖这东西呢？如果是这2条街，那我们资金问题彻底不愁，这可是最繁华、人最多、最大的2条街。说完，赵文木马上又叹了口气。刘大哥，问题是您也清楚，在政策下来前，咱这种算投机倒把，至少还很多人不接受。在咱们自己这个小地方还好，如果是在广阳大街，我怕出事，而且那地方更多街头混混。这不是事，不行，生意不能停下。刘青山小声喃喃着，但他也是人精，没有接着往下说。小赵，这样，下午我跟你们一起看看你们的工作。刘青山自然不会因为人家几句话就信了他，他决定观察下再说。赵文木也懂了他的意思，心里暗喜。好的，刘大哥，我吩咐下。你们怎么不吃饭啊？都动起来啊！等下凉了。吃过午饭，赵文木马上安排伙伴们工作内容，该调整的调整。他要让刘青山看到山前村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而宋文远他们一群人也兴致勃勃。三哥，你说怎么有一种大领导要来视察工作的感觉呢？人家本来就是领导啊，虽然这没有明说。冠军说的对，大家都好好干。他们5个人是负责山东头村跟三里庄这2个村的蘑菇收购工作。郑大哥，你就负责运输和仓库的工作吧。
几个村子收购来的蘑菇要运到晾晒场晾晒，然后晾晒场的蘑菇也要运到仓库储存。好的，赵兄弟。郑光明似乎还想说什么来着，最终没有说。大哥大嫂，你们负责野味的收购工作；二哥二嫂，你们还是负责山前村的蘑菇收购；二姐，你就帮忙晾晒蘑菇。二姐点点头，还想说什么，最终没说。这时赵静跳了出来：“我呢，小囡囡有小秋跟阿新陪着玩呢。”赵文木笑了笑：“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貌美如花就好了。”不行，我要跟你一起进步才行。记账也是项重要的工作哦，而且工作量很大呢。对，我来记账。下午去摆摊的路上，刘青山看着村民们陆陆续续挎着篮子、背着背篓进山采蘑菇，每个人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赵文木到的时候，刚子已经早早等在了那。刚子，这是刘叔。刘叔好。刘大哥，这是刚子，我徒弟。赵文木笑着介绍道。听着赵文木那声徒弟，刚子眼睛里满是喜色。赵文木让刘青山坐一旁看着就行，确实也没什么要他帮忙的。今天炒小龙虾和香辣蟹都是刚子一个人操作，赵文木只在一旁看着，做的不好或者不对的地方就给刚子指出来，来了客人就招待客人。刘青山看着这俩人挥汗如雨的样子，心里对赵文木的评价更高了一些。明明凭着卖野味，一天就能赚别人1-2年都赚不到的钱，这小伙子却没有享乐，也没有懈怠。这个年轻人心里装着更大的天地。他看刚子也觉得颇为顺眼，第一眼觉得流里流气的，现在看来却不像那些混混一样好吃懒做。刚子很快就颇为熟练，赵文木让他吵着，自己坐到刘青山身旁。刘大哥，刚子咋样？不错，他是吃苦，是个好小子。刘青山由衷赞叹。他昨天还是个偷鸡摸狗的二流子，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来讹我钱，被我暴揍了一顿。赵文木笑着说道，他没有刻意压低声音，刚子听得清清楚楚。三哥说的对，俺以前就是个二流子，俺以后不会犯浑了，就跟着三哥好好卖小龙虾。刚子憨笑着对刘青山说道。刘青山正愣了半晌，没有说话。他脑海里犹如有一条闪电划过，各种感悟如醍醐灌顶，纷至沓来，一些想法渐渐成型。他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虽前路艰险且阻碍重重，他仍将上下求索，虽九死而其犹未悔。一位改革者的内心从此更加坚定。小赵，我明天就走了，你有没有想过把蘑菇生意再扩大一些？这山公社还有好多村子挣扎在温饱线上，他看得触目惊心。要是赵文木也能帮衬一下他们就好了。刘大哥，我的情况上午你也知道了，现在收购3个村子的蘑菇，靠我的野味生意和小龙虾勉强能填补一天的支出，但小龙虾生意毕竟这么大点地方，估计也维持不了太久。刘青山却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次日一早，赵文木亲自进城送野味，顺便把刘青山送到县城。小赵，你和赵静同志都是好同志，不说别的了，我祝你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临别前，刘青山拍着赵文木的手，依依不舍地说道。刘大哥，我也祝您平步青云，尽叔兄中抱负。赵文木拱拱手，牵着驴车走了。刘青山看着赵文木渐行渐远，直到再也看不见，然后他转身走进县委大院。洪生80年代，大人物点名所有干部支持农村小伙公布，农村小伙一天豪赚上万元，续接上级。跟赵文木分开，刘青山就来到县委大院，立即展开了有关农村发展、个人买卖交易等有关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个体经济政策的落实和便民交易市场的成立。另外点名所有干部全力协助山前村赵文木的野味蘑菇龙虾工作。次日上午，赵文木照常带着刚子在路边炒龙虾，这时他就发现很多人往广阳大街跑，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县政府发了通告，便民市场2天后正式开放。刚子别炒多了，卖完这些今天就行了。刚子一脸疑惑，三哥怎么了？今天一半都还没卖掉呢，怎么不卖了？咱们要大干一场了，明天你也好好休息，后天在广阳大街集合。说完，赵文木便赶着驴车往家赶去了。谁也想不到，日后享誉全国的平阳夜市就此走上历史舞台。即便是赵文木也想不到，这个便民市场在此后几10年里会发展成一个大型网红景点。前世并没有这样一个存在，这一世他已经切切实实改变了历史。等赵文木回到家，看见好多人在自家门口，原来干部们接到消息后怕赵家人出去干活，所以一早就来了。没想到赵文木他们起得更早，就这样公社书记亲自带队恭恭敬敬地在赵文木家门口等了一上午。赵学磊恭恭敬敬地陪了一个上午，了解了事情原委后，书记和蔼可亲地说道：小赵同志，你放心，公社一定全力以赴配合你，做好这项工作，不辜负上级领导的信任。说完，刘书记又拿出一个允许赵文木经营山货野味买卖的特许证，这可是个大惊喜，这下我就是有证商贩了。虽然这会儿全国已经有不少个体户，但那些都是手工业者，商业活动还是严格禁止的。有了这证书，我不仅能正大光明买卖野味和蘑菇，而且这证书就像是张明晃晃的招牌。赵文木立马就嗅到了此次的机遇。80年代的人流量可不比现代少，现代人都是开车出门一溜烟就错过了路边的美食，而80年代的大都步行跟自行车就都会经过，况且还是在最繁华的广阳大街。
有劳刘书记了。那这便民市场的摊位，摊位任你挑任你选，别人可不一定哦。当然这租金嘛，能便宜不能少。我要十字路口路边的那一整块区域。刘书记大吃一惊。那可是足足150平米的地方，这小伙子真有那么大魄力，做生意如此胆大吗？那行，整片承包20平方米以上的区域，需要签订至少3个月的协议，缴纳1个月的押金，租金是按月支付。好的，没问题。租金是多少？刘书记看了看旁边的市场官员。这片区域每平米日租金1毛2，一共是150平米，日租金18块，整租最低打8折，租金是14块4。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就这片区域，一天的租金就是一个工人半月的工资呢。赵文木心里想的却完全不一样，这么大一片场地，一天连15块钱都不到，这不是白送吗？他当即表态要租。另外，我有一个要求，要帮忙把便民市场做个宣传。刘书记想了想，这不行，咱们不便出面，但是有关便民市场的告示，我们可以扩大范围，多贴几张，这就足够了。下午，赵文木把事情跟家里人说了一遍。二哥，你帮我找木匠定做20张桌子，每张桌子配4个凳子。赵文木顿了顿，30张吧，有备无患，反正用得到。时间比较紧张，赵文广也忙得厉害，只能请别人来做。文远，叫李叔加工的地笼做好了吗？3个做好了，已经送过来了。那好，文远，你去把地笼放好，隔壁几个村的河里都放。要是有人问，你就提我名字就行。二牛跟其他人就直接去河边开始钓吧，越多越好。三哥，真的要那么多吗？卖不完怎么办？太需要了，咱们山多河多，盛产蜡骨，蜡骨数量不愁，但就怕来不及抓那么多。赵文木顿了顿，接着说道：“就算卖不完也能养着，要是不够卖，拿你是问。”于是众人开始了忙碌的工作，赵文木也开始炒制自己独家的小龙虾底料。时间很快来到开业这天，果不其然，如同赵文木想的一样大爆，甚至有的商贩都还没有来，市场就已经挤满了人，更有甚者在赵文木摊前等了起来。赵文木还在路上呢。原来这些是赵静的铁粉，听说了便民市场，更得知了静姐的小龙虾也会来，所以都来捧场啊。这速度不行，等下运输会来不及。二牛，等下你去购置几辆3轮，钱先找我大哥要。众人看着信心满满的赵文木，都不自觉地愣住。好的，三哥。等来到便民市场，众人都惊呆了，人山人海，甚至出动了公安维持秩序。静姐，你们终于来了。静姐，我们来捧场了。小妹，我可帮你拉了很多客人哟。两人相视一笑，立刻开始了工作，很快就把来之前炒制的小龙虾卖完，然后由刚子和宋文元两人一起炒。这一炒，香味直接弥漫了大半个市场，越来越多人闻着味来了。各位，小龙虾管够，啤酒加价2毛，但是限购1瓶，绝对好吃的小龙虾，老赵家的独家秘方，不好吃不要钱，请有序的排队。这也太好吃了，我不是托，真的好吃。是呀，而且还有这么漂亮的妹子。一个大叔看着端菜的赵鑫和赵文秋说道：“赵家的妹子可养眼，不可动手，谁要是不守规矩，手可就没了哟。”众人纷纷惊呼一声，搞得赵文秋都不好意思了。大家都快一点，干净洗干净送过去。大哥这边高兴的招呼：“听说小弟那边的卖爆了，可我钓的好慢啊。”赵文军和郑光明在山前村这里钓小龙虾，地笼一般几小时收一次，而且晚上才多。郑光明看着赵文军着急的样子，自己又是个不懂得说话的老实人，他想了想，直接把衣服脱了跳进水里抓，要是不够卖，拿你是问。荣升80年代，农村小伙在便民市场一天豪赚上万元，接着准备拿这些钱投资房产，去街上集。便民市场内人山人海，热火朝天。但当你来到老赵家小龙虾摊前，你将会对这2个词有新的概念。里面座无空席，外面排着长龙的队伍。里面什么东西这么香？在场外维持秩序的庞青云都闻到味了。杨雨萍笑笑说道：“刚刚我看了，咱们的老熟人小赵兄弟，还有你的小舅子刚子也在，几个人正挥汗如雨的炒腊骨呢。他起了个名字叫小龙虾。”庞青云露出嫌弃的表情。那东西能好吃吗？又腥又没肉，不过它竟然能炒得这么香。听说1个半钟就卖了上千斤了，已经找了一群人在每个村河里抓来呢。怪不得我说这队伍怎么半天一动不动。赵文木预料到了今天便民市场第一天开业，人流量会非常恐怖，生意估计会非常好，却没想到是这么好。好在自己也算是做足了准备。此时第一波高潮算是慢慢退去。赵文木看着累得不行的刚子和宋文远，决定中场休息15分钟，因为下一波高潮即将来临，现在体力最重要。文远，刚子累吗？赵文木自己都觉得废话。累，但是我很开心，那么多人尝我炒的小龙虾。三哥，别忘了要给我开工资哟，端菜收盘的服务工资，招揽客人的提成工资，还有牺牲美貌的补偿工资。赵文秋这些天都已经讹了赵文木不少钱了，谁叫自己这个哥哥突然成了大老板了？好，每个人都会有。说起来，小秋你是不是快要去学校报道了？
赵文秋点点头，然后看向赵静跟赵鑫，这些天黏在一起玩，难免不舍，但马上眼睛里又是对京城、对财经金融学院的期待。小秋，过几天我跟你静姐陪你去报道。真的吗？好呀，好呀，欣姐姐也要一起。现在京城的四合院不知道多少钱，但是以后的四合院有多值钱，大家都是清楚的，动辄几亿、十几亿，关键还有价无市，买几套随便一扔，过个20年，直接财富自由。时代的力量就是这么伟大，踩对了节奏就可以躺着赢。小弟，我就不去了吧，还要照顾小囡囡呢。赵静自然是想去京城瞧瞧。阿静，我们可以带小囡囡一起去。可是小囡囡还小，路上会不会不安全？没事，我叫上郑大哥，有郑大哥在不会有事。随着顾客人数的越来越多，新的高潮又要来了。这次赵文木和宋文远、刚子他们三人一起炒，老赵家小龙虾生意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而在另一边，制糖厂家属区，许鹏把炒好的龙虾倒了一地。为什么我的就没人买？为什么你卖野菜有生意，我卖就没有？你卖龙虾有生意，我卖又没有？原来那天晚上的黑影是许鹏，他看赵文木回来了，还带着地笼，就跟在后面想看看是做什么。以前赵文木说不做野菜生意的时候，许鹏为了眼前小利，不仅跟前二牛打了一架，还跟兄弟们闹掰，就为了自己继续做野菜生意。可谁知道没做多少天，因为季节原因，野菜都不新鲜了，根本卖不出去。看着曾经的兄弟们跟着赵文木混得风生水起，他不由得后悔与嫉妒。冬日身在东方，其他都满霞光。改革开放，全国各地的人前往京城，赵文木这趟火车也不例外。文远、刚子二姐，老赵家小龙虾就交给你们了。放心吧，三哥，我们一定好好炒小龙虾。小秋，到了京城，可不能被大城市的花花绿绿迷了眼睛。就是，小秋，擦亮眼睛，别被城里男人骗了。赵文秋上前抱住了赵文君。二姐，你放心，谁也骗不了我，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赵文木包下了有个隔间的包厢硬卧，软卧票是领导干部才有资格买的。硬卧虽然不是很舒服，火车噪音很大，咣当咣当晃个不停，但大家都是吃过苦，就这条件已经很舒服了。就是赵鑫可能真的没有吃过苦，做得他有些累。阿鑫，我们去隔间躺下吧。赵静跟赵文秋拉着赵鑫去了隔间。小姑娘的家事现在都没消息。这时赵文木注意到郑光明腰间似乎揣着什么东西。郑大哥，你这腰里鼓鼓囊囊的是啥？郑光明笑笑，从兜里掏出一本证件和一封介绍信。证件红皮封面上赫然写着持枪证。这次赵兄弟带着一家人，而且是携带巨资，我怕又会出现晋省王氏三兄弟那样的事，所以搞了这个。真不愧是你。赵文木足足带了3万块钱，他还想看看京城商铺的价格，因为要不了多久，个体户商品经营的开放，这些商铺的价格肯定大涨。早上5点半，火车停靠泊头站，这时候火车上的人正睡得迷迷糊糊，是小偷动手的最好时机。就在这时，一个身影摸进了包厢。赵文木重生80年代，带着老婆孩子逛京城，买四合院，续接上集。正当小偷在翻找赵文木的背包时，郑光明已经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他后面。小偷正全神贯注地翻包，忽然就觉得一个硬物顶在了脑袋上，他吓得一个机灵，转头就看见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大哥别杀我！一声破了音的干嚎把所有人都给惊醒了。赵文木一下子坐了起来，但感觉头晕乎乎的。隔间的3个女人也纷纷来到了包厢外面。你为什么来翻我的包？赵文木黑着脸问道。这个小贼直奔他的背包而来，总觉得有些蹊跷。虽然背包里并没有钱，钱分做了2半，分别在他和郑光明身上。大哥，我就是看你们几个穿着干净气派，还包下了这一整个隔间，身上肯定有钱，就动了歪心思。郑光明拿着枪上下打量着。最好是说实话，我手上的人命可数不过来，我看你就不是简单的小偷。郑光明突然抬枪，把赵文木都吓了一跳。这个老实人，这种时候是一点不像个老实人。这恶霸见了不都得提着胆走吗？小偷则更是吓尿了。赵文木示意郑光明放下枪，自己走到小偷面前，正手反手啪啪给了他几巴掌。没骗我。赵文木眼神狠厉，声音里也透着一股冷意。如果这个小偷只是个探路的，后面还有团伙的话，事情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得弄清楚。没，绝对没有。小偷心里悔得要死，这次是碰上硬茬了。赵文木接着从他身上搜出一个烟管，又啪啪给了小偷几巴掌。你还用上这东西了，还不说你来干什么的？小偷双脸肿了起来，想求饶却不敢大声说话，因为那个黝黑的汉子拿着枪比在嘴巴前，意思不言而喻。大哥，我真的只是看你们像是有钱人，才想着趁你们睡着了来偷点财物。小偷压低声音哭着说道。这东西黑市上买的，我们这边很多人都有。他现在害怕极了，也后悔死了。赵文木做事还要打，就你一个人？他连忙跪在地上梆磕头，一边磕一边求饶。就我一个。赵文木看了看郑光明，郑光明点点头。
滚吧！敢多说一个字，后果你知道。小偷连滚带爬，踉踉跄跄的一路跑出了车站。以后要是还做坏事，眼前就会浮现那2张老实人凶残的面庞。阿静，吓着你了没有？赵文木有些抱歉的笑笑。赵静摇摇头。郑大哥，谢谢你。弟妹客气了，那个人确实只是一个小毛贼，大家不用担心。三哥，你手疼不？赵文秋突然问道，还一脸认真的模样。说实话，还是有些疼的，毕竟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上午8点，火车缓缓停下，到了京城，整个城市看起来灰扑扑的。这会儿的建筑装饰，人们的衣着大多是这样，以灰色、黑褐色、军绿色为主。赵文木拦了几辆拉洋车的，也就是人力车夫，想让他们拉着大家在巷子里逛一逛。这个年代的人可是谁都向往京城的。但是赵静几人却不好意思了，毕竟这种人力车不像是公交车、出租车，坐在上面心里还是会有怪怪的感觉，好像自己就是压迫人民的资本家似的。这个年代的人有这种想法很正常。阿静，这是人家的工作，你做了人家才有收入，才能养家糊口，不是吗？三姐妹听完这话，觉得也是这么个道理。几位客人，我们是凭劳动赚钱养家，也是在传承京城的传统文化，这是一份光荣的工作。您乘坐我们的人力车，那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也是光荣的。一位车夫见状赶忙说道。几人听完，心里也舒服了很多，于是大家不再多想，纷纷坐了上去。赵静抱着小囡囡坐了一辆，赵文木坐在另一辆上面紧随其后。车夫很好心的说他们一家3口可以乘坐同一辆，不累人。赵静还是摇摇头拒绝了。人力车悠悠走在京城的胡同里，每当有行人路过，车夫就会手拉车把上的喇叭以作提醒。车上还有脚步，坐车的人用脚踩下，就会发出叮铃叮铃的响声，也有一番风情。小弟，在京城卖小龙虾生意一定会更好吧？阿静，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把小龙虾卖到京城来的。三哥，我们等下去哪玩呀？去吃北京烤鸭，去天安门广场、纪念堂还有故宫吧。一行人玩了几天，来到了去学校的日子。三姐妹在学校前依依不舍分开后，赵文木带她们直接去了2环，也就是后市的金融街地区。这里有很多四合院，大小不一，保存情况也千差万别，有些院子的破败、杂乱程度让赵文木简直不忍直视。承志，您是打算买院子吗？赵文木心知这是前客或者说经纪人来了，也就是后市的房产中介了。是啊，你对这一片熟悉吗？这您可问对人了，这一片就没有我金小宝不知道的。我告诉您，这一片谁家要卖房子，谁家风水怎么样，我全都门清。怎么样，要不要我带您看看？金小宝满口金片子，语速很快，看得出来能说会道。哟，你还是奇人呀！赵鑫突然插了一嘴。哎呦，您还知道这个呀？不错，我祖上5道营。金小宝接着说道，我肯定能让您少花不少钱。行，你放心，少不了你的好处。赵文木当即决定让他带路看房，有一个熟悉情况的当地人带着，这样确实能节省不少时间，也能了解到更多信息。他带着赵文木一连看了7、8个院子，每个院子的情况都能娓娓道来，上下几十年发生过的大事小事，基本没有不知道的。赵文木全程没有任何表情，其他几个人则好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无他，这些院子反差太大了，有的破败不堪，有的连厕所都没。赵哥，就是这么个情况了，您要是不满意，我可以再带您看几家。赵文木摆摆手，示意可以了。看了这么久，赵文木心里也有数了，简单一个结论，买不起。就刚刚看的最小最差的院子，也需要14000块，其他的一进院子最少也要2万上下，更大的就更别说了。虽然我带了3万块，但眼下什么最重要？流通的现金最重要。买个不咋样的院子，那不是让自己的钱套死在那吗？整个80年代四合院暂时也涨不了多少，不如先把钱投资京城的商铺，商铺可是要不了多久就会涨的，到时再买院子也不迟。赵文木审时度势的一番分析后点了点头。金小宝先是疑惑了一下，随即明白了赵文木不打算买了。他见过的人多，这不是要买的点头，而是不买了的点头。虽然金小宝带他看了这么久，但眼下没有丝毫生气的样子。他摸着脑袋说道，没关系，赵大哥，您以后想买了随时找我，我一定能给您谈下来一个更好的价格。赵文木还是很满意他这态度，既没有生气，也没有讹钱，只是为以后的合作埋个伏笔。就这态度，是个能成事的人。他掏出5块钱递给金小宝，小金，放心，不会亏待你的。金小宝推辞着没有接受。赵大哥，没办成事儿不能收您钱，我不能坏了规矩。赵文木也不勉强，小金有没有兴趣跟着我干？他笑着问道。当然也没抱多大期望。金小宝犹豫了一下，叹了口气。赵大哥，看得出来您是做大事的人，可我还有一个小妹要照顾，实在是脱不开身。等过几年小妹长大了，您要是不嫌弃，我就去投奔您。金小宝打小没了爹娘，靠着街坊邻居们接济长大，小妹也才12岁，他自然脱不开身，街坊邻居的恩情也还没回报。郑光明有些唏嘘，金小宝跟自己情况差不多了。赵文木也不勉强，但心里对金小宝更高看一眼。关心亲人、懂得感恩的人，至少品德不会太差。人无德不立，找合作伙伴，底线是对方要有品德。小金，大石烂那片你熟悉吗？大石烂就是前门大街附近，距离天安门广场咫尺之遥。
呀，赵哥，你对京城很熟悉啊，没几个人念对那地方的名字呢。熟啊，那一片我常去。金小宝拍着胸脯说道：“行啊，那我再拜托你个事儿。”同村小伙携带3万元巨资，把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商铺都租下，房东纷纷笑他是大傻子。续接上集。行啊，那我再拜托你个事儿。什么事儿？您说就成。我想在大石烂租一些商铺，不论大小，沿街最好。赵文木说完，就见赵静扭头看着他，眼睛里亮晶晶的。傻媳妇大概以为自己要在京城开店吧。赵哥，您要在那一片租商铺，那里现在可不怎么景气啊，也就摆摊的多一些，店铺生意都不怎么样。金小宝有些担忧地说道：“这会儿很多手工业者可以开店，大石烂商业街可以说是京城最早的商业街了，人流量也还可以。像是修鞋、修表、卖针线、纽扣、修剪刀什么的，还是以走街串巷为主。开店铺其实生意不好，成本还高不少，所以那些店铺大多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赵文木很满意，金小宝没有为了赚钱就不管不顾，还是首先帮自己考虑。小宝，你放心，现在不赚钱，以后就赚钱了。金小宝将信将疑，不过看赵文木态度坚决，他自然是只能照办。小宝，我手头只带了3万，你想办法尽可能多租一些店铺，最好是只预付1个月租金，然后租期至少1年，越长越好。特别要强调一点，所有方子都要签协议，如果毁约要赔偿10年租金。赵文木仔细想了想，把需要交代的问题都跟金小宝说了一下。行，赵哥，我都明白了，您放心，这2天就给您信儿。行，这件事成之后，我给你100块，以后还会有用得到你的地方。好嘞，100块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赵文木告诉他有消息了，就来海淀招待所找自己。金小宝也不耽搁，直接就出发去大石烂了。小弟，为什么要租这么多商铺啊？赵静小声问道。钱的问题他倒不是很担心，这个月底就不收蘑菇了，到时候所有的流动资金都可以用来支付房租。但是租这么多商铺要做什么生意呢？姐，京城的商铺租金很快就要大涨了。赵文木神神秘秘的小声说道。你咋还能掐会算了？赵静戳戳他胳膊。那是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知500年后知500年。赵文木滔滔不绝说着。不想说就算了。赵静气鼓鼓的撑起了手。赵文木心想，天文地理确实不会，但后知40年没啥问题。哎，怎么没人信我？跟金小宝交代完，赵文木几个人又去买了些小玩意儿，在国营大商场给赵学海、刘素芳买了件衣服，又买了一些有京城特色的小玩意儿、小饰品。赵兴也给赵家人买了一些礼物，他现在已经是这个家的一份子。郑光明也给老娘和妹妹买了一些礼物，还买了一面十分精致的小镜子，小小的手把镜，背面是颐和园风光。看他小心翼翼地把镜子收在怀里的样子，赵文木轻笑着问道：“郑大哥，这镜子是要送给哪个姑娘啊？”明显不是送给他妹妹郑美云的。谁知道郑光明脸一下子红了，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来。原来孤胆英雄也有害羞的时候啊！赵文木几个人忍不住笑了起来。郑大哥，送姑娘光镜子可不行，还得有梳子、护肤品，是不是？刚好一起使用。赵静笑着说道：“大家相互之间早就很熟悉了，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也没什么。”真的吗？谁知道郑光明竟然很认真地问道：“这是真的有情况呀？”赵文木也很高兴，郑光明虽然少了一条胳膊，却是一个有能力、有担当、人品好的靠谱男人。他还想着等过段时间，二姐心情好了，试着撮合一下他们俩呢。众人挑选完，继续往前面走去。姐，你要什么礼物，我送你。赵静低头看看右手上的红绳，赵文木的左手腕也有一条，这是红螺4礼，赵文木求来的，3生3世，永不分离。我已经有最好的礼物了。就在这时，郑光明却突然不见了。这款最适合女孩子用的，有一排的哟。原来郑光明又折返去到柜台，在很认真的挑选护手霜和香皂。时间来到第3天，金小宝办事效率还是很高的，事情基本有结果了。赵哥，大石栏那边的门面房大多比较小，租金最少的40块钱，最多的也不超过300块。我跟他们谈好了，需要押1个月房租，预交1个月房租。金小宝喜滋滋地说道。不过愿意出租的门面房，加起来1个月租金只有1万块。赵文木计划的可是所有加起来3万块钱资金的目标，眼前还余1万块，还是差了不少。但是这个结果，赵文木也很满意了。毕竟3万块钱不是一笔小数目，短时间内找齐那么多商铺，自然没有那么容易。赵哥，你愿不愿意在王府井那边租几个商铺？那边有一些比较大的门面房，我跟他们谈了一下，条件跟大石栏一样。金小宝又接着说道。行啊，小金干得不错呀！王府井的商铺自然没问题，甚至比大石烂还更好，这就有点超预期了。这金小宝有前途啊，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想其他办法解决问题，甚至超额完成任务。小金，等下跟我一起去大石烂和王府井，租金按照市场价来就行，没必要压价，但是一定要跟他们签订合同，并且强调违约要支付10年租金。金小宝摸摸脑袋，好的，赵大哥。赵文木也知道这一条不是很合理，如果是在后世，即便是打官司都不一定能赢，而且就算赢了，想拿到钱也很麻烦，总有很多老赖死猪不怕开水烫，法院判了也不执行。但这会儿不一样，只要是双方签署的协议，没有明显不公平的情况下，是能得到坚决执行的。
随即赵文木立刻跟金小宝挨家挨户去签合同。这会儿愿意租门面房的人不多，这些想要往外租房子的人看见有人上门还是很欢迎的。你听说了吗？这个二傻子租了很多商铺了。你小点声，别被他听见了。正愁租不出去呢，有这个二傻子接盘太好了，自己还搞了个合约，说要签1年，反正到时交不起钱，他就得赔10年租金。这一条款房东们其实很欢迎，反正自己是往外租房子的人，根本没有违约风险，大家相谈甚欢。赵文木在1天之内签署了一份又一份租房协议，1个月的押金和当月租金直接当场付清。1天下来，赵文木手里的钱就只剩下不到400块。事情办完，赵文木找了个豆汁摊坐下，取出120块递给金小宝。小金，这是你的报酬，你这次做得很好。金小宝看着手上比一开始说好的100还多了20块钱。赵哥，这收好，这是给你的奖励。赵文木笑着说道。好嘞。金小宝重重点头，把钱仔细收起来，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太好了，有这笔钱就可以把之前因为小妹生病欠邻居们的钱全还清了。这一刻，他对赵文木真的是满心感激。小金，我们明天就要回平阳县了，那些门面房你帮我打理着，就是打扫卫生，看着别让人给破坏了。我1个月给你30块钱。来京城已经7、8天了，赵文木决定明天就回去。赵哥，这些商铺您打算怎么办？就这么放着吗？对，暂时就这么放着。赵文木这话一出，搞得金小宝一头雾水。接着赵文木伸出一根手指头，指指天上：小金，天就要变了，过几天你就知道了。到时候你帮我联系想租房子的人，只有一个条件，我要直接预收1年租金，价格可以比市场价便宜5%到10%。赵文木神秘兮兮地说道。金小宝不明所以。过了一会儿，他脸色大变。赵哥，你不会是要搞诈骗吧？赵文木只预付了1个月租金，现在却打算预收1年租金。农村小伙靠3万块钱在80年代套现几10万现金，续接上集。赵哥，你不会是想诈骗那些人的租金吧？金小宝脸上一变，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小金，当然不是你想的那样，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安心等着吧。金小宝想想也是，赵文木是让他在某件事情发生以后才往外租房子，自己就等着这个神秘事件就行了。跟租户谈好以后，你就打这个电话，让他转告我就行。赵文木把杨雨萍办公室的电话给了金小宝，没办法，山前村没有电话，他现在跟杨雨萍也算是忘年交，关系足够铁。好的，赵哥，那祝你们一路顺风，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通知您。次日，赵文木等人乘坐火车回到平阳县，回到家没多久，生产队长赵学磊就突然上门拜访。小木，二叔找你商量些事。二叔，啥事儿你就说呗，让我猜猜，肯定不是好事。你这话说的还能是坏事呗？都是为了村子的发展。赵学磊喝了一口茶，接着说道。上次来我们村的那位领导，你知道是谁吗？我知道啊，刘青山嘛。好小子，你怎么知道？宣城市新上任常务副市长。怎么了，二叔？前几天会上，这位大领导竟然提到了咱们山前村，对咱们提出的发展也为产业表示肯定，而且县政府还马上批准了有关允许村民捕捉买卖等通告。那这是好事呀，咋的？得到了表扬还不高兴？赵学磊表情严肃。现在每个村都分了狩猎区域，山前村山上的产出总有不足的一天。赵文木笑了笑，原来这事啊，我早就想过了，我们可以自己养殖野兔、野鸡。对，我想的也是这样。你个老滑头，那你这次的目的是想让养殖这项任务给我呗？当然了，生产队也会一起，毕竟你有的卖，咱队里才有分成呢。接着赵学磊叹了口气，野兔可不好养啊，这东西脾气大，不吃人喂的东西，能把自己活活饿死。二叔总归是能养的，大不了从小养呗，多养几茬，他就没有那么多野性了。实在不行，还可以在山上散养，反正山都是咱自己的。也对，纸上谈兵没有用。二叔，我还想承包山前那片水塘，用来养殖螃蟹跟辣，要麻烦你们生产队批一下。养殖辣骨螃蟹？赵学磊有些不明所以。这玩意不是河里、溪里到处都是吗？为什么要养？2点原因，一个是天气要转凉，螃蟹跟辣骨就躲起来了，到时候不好抓。还有就是二叔你也知道，老赵家小龙虾在便民市场的火热，总归的自己养殖一些。更何况我还打算开店面呢，这后面要的数量会很多。也对，等下回去我就跟队里说一下。两人又继续聊了些。走的时候，赵学磊脸上是笑着的。养殖是个细致活，而且干系重大，就交给了二姐赵文君。还有郑光明，那天郑光明找到赵文木，说是因为蘑菇进入了尾声，没多少自己的活了，就想去养殖那边帮忙。赵文木想想也是，毕竟养殖也有很多辛苦活，而且刚起步还要人修缮水塘这些。既然你自己要求的，那就成全你。不过赵文木也没想到，郑光明去了后却是一天比一天有干劲。就这样，众人各司其职，过着充足的每一天。京城大石烂商业街，一个报摊前围满了人，大家都在争抢着买最新的京城日报。同志，发生什么事了？你说这个，听说是市政府发布了什么文件，关系重大，这不都在抢着今天的报纸？金小宝立马也冲了过去，他预感大事发生，赵文木让自己等，或许就在今天了。
金小宝抢到报纸，吸引了大家目光的正是这样一条消息：京城人民政府批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允许个体户从事饮食小吃和小商品经营的请示的通知。大概内容就是说，允许个体户从事食品、饮食行业，允许从事日用百货、香烟、副食等小商品经营，尤其是后者，对个体户放开商品经营，绝对是惊天动地的一步。不一会儿，很多思路灵活、脑筋转得快的人就一窝蜂的跑去租商铺了。放开个体户食品、小商品经营权限，那得需要多少商铺啊？金小宝一惊，自己手上可是几十套商铺啊！赵哥，你是神仙吗？随即金小宝来到大石烂，果不其然，这边的房租蹭蹭往上涨，一个时间一个价，已经涨了1倍多了，但是却还非常多的人在疯狂的抢着租房。有自己想做生意的，也有脑子灵光二手中介，他们也想趁现在租金还不是很高，先把门店租下。只是他们才知道的信息，赵文木早就知道了。那不是金小宝吗？是他，就是他。就在这时候，一群人看到了金小宝，并向着他冲来。同村小伙靠3万块钱在80年代套现50万，直接买下价值12亿的4合院，续接上级。好你个金小宝，我们都被你耍了！10天前还是40块1个月的商铺，现在租金都快涨了2倍了。那小子人呢？其中一个房东恶狠狠地说道：“有你咋还炸猫了呢？咱可没逗您玩，当时你们可是非常高兴租给我们的，现在反悔了。”带头的2个房东互相看了一眼，也自知理亏。小金啊，和气生财，就是你看这我们前脚刚租给你们，现在整个大石栏租金都涨，我们不是裤衩子都输光了吗？房东灵机一动，接着说道：“你看，要不前5个月按原来的租金，后面就按现在的价格，比现在价格再少点，你租了那么多，你也赚不少了。不然这样，我们退租赔3倍、10倍也太过分了。”另外一个房东心里想着，现在都涨了2倍了，估计还会再涨，赔3倍到时再涨回的3、4倍，自己也不亏。两人的如意算盘打得可真亮，这是想尽一切办法给自己争取利益呢。金小宝冷哼一声，赚多少都是自个的事，还有咱们可是在门店生意最不景气的时候，从你们手上租下来的，你们心里可都清楚的。如果现在租金没涨，是谁赔的裤衩子？金小宝态度很强硬，要退租毁约的可以，合同白纸黑字，先赔偿10年房租。你一个打工的关你什么事？姓赵那小子呢？这句话让前面那个房东想到了什么？金小宝背后是赵文木，赵文木背后肯定还有高人，识物者为俊杰，不如跟他好好合作，认识认识这个赵文木。他把想法跟另外一个房东讲了，他恍然大悟的点点头，随后2人跟金小宝说了下就离开了。其他人也自知理亏，自己亲手签的合同，最后也都灰溜溜的离开。看着蹭蹭上涨的房租，金小宝有些慌。赵老板只说大消息出来后把房子租出去，可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往外租？现在房租还在不断往上涨呢。这么大的事情，他自然决定不了，于是立刻打了电话。你好，我是杨雨平。电话对面竟然是平阳县公安局副局长。这下子金小宝更震惊了，他不敢怠慢，立刻把眼下的情况给杨雨平说了一下，请他帮忙转告赵文木。杨雨平知道赵文木每天出摊的时间，于是让他等1个钟再打电话过来。这1个钟，金小宝内心仿佛有1万只蚂蚁在撕咬，让他坐立难安，恨不得立刻插上翅膀飞到平阳县。小赵，忙着啊！悠扬局，什么风把您都吹来了？行啊，小赵，你还在京城租了这么多房子，现在真的是大老板了。小金打电话来了，杨雨平简单跟赵文木说明了一下情况，2人立刻返回县公安局。杨局长，这点小事儿还麻烦您亲自跑一趟。不打紧，不打紧，咱们都老熟人、老朋友了。刚说完，金小宝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赵哥，你是神仙吗？现在房租已经涨了2倍多了，好多人都在找我，你快救救我！要不要开始往外租？赵文木那些空置的商铺摆在那里，金小宝为了防止原房东作妖，在每个商铺都写明了商铺归赵老板，还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于是好多人现在到处对他围追堵截，希望能租下一套商铺来。看见金小宝了吗？没呀，不知道人跑哪去了，大家都盯紧了。这个该死的金小宝就是不开口。现在大家都在租商铺，准备开业的事情，有时候比别人早开业那么1、2天，结果可能就是天差地别，所以他们都很心焦。小宝，明天开始往外出租，还是原本的条件，预付1年租金，租金比市场价低10%，如果毁约预收，租金跟押金都不退。好的，赵哥，2天后我就会到，让他们准备好钱，到时候统一签协议，然后押金你可以先收下，只要交了押金，他们可以立刻使用店铺。这批商铺当初大概1半多的合约是1年期，其他的都是2年期，现在已经过去了12天，所以1年期的那些商铺只能收11.5个月房租。给金小宝交代完，赵文木马不停蹄办理介绍性车票，当然托杨雨平的关系，这些也没什么麻烦的。这次涉及的资金数额巨大，他不敢拖大，还是带上郑光明一起。收蘑菇结束以后，钱二牛、宋冠军这些人全都安排到了便民市场的小龙虾摊，赵家人则是一边忙活秋收，一边养螃蟹腊骨。各位，静一静，静一静，赵老板来了。金小宝把所有人约在了一个比较大的商铺里面，商铺里顿时鸦雀无声，接着爆发出更大的动静。赵老板，你可来了！快，赵老板，
钱给你准备好了，咱赶紧签约。对，赵老板，我还等着装修呢。每个人都把焦急写在了脸上，不急不行了，晚一天开业，顾客就被别人先抢走了。赵文木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大家放心，咱们现在就签协议，就按照小宝跟大家说好的条件，不会改变。说着，金小宝带赵文木走进旁边一个小房间里，赵文木在这里跟租户们一个一个签约，而不是在大厅里众目睽睽之下。金小宝做事很有条理，他已经按照今早每个人来的时间顺序，给他们分发了号牌，所有人按照号牌顺序一个个进去签约，协议也早就写好。赵文木每一份都仔细看过，没有问题。现在的市场价大概是他当初租房时的3、4倍，正是大伙开店最积极、行情最火热的时候。金小宝做得很尽心，最后谈下来的价格差不多是原房租的3.1倍。赵文木脚下放了2个大提包，里面很快就装满了一卷一卷的大团结。我原本支付的房租差不多1个月是13000块，涨价之后也就是40300块左右，1年的房租外加1个月的押金，合计就是524000块。考虑到其中一大半的房子要少半个月的房租，最后收到的钱差不多有51万。而且都是现金，短短10几天时间，手头就有51万的现金能使用。钱是能生钱的，钱的时间成本也是钱，这一笔生意真是赚翻了。金小宝更是惊呆了。赵文木承租店铺、出租店铺都是他一手经办的，能赚多少钱，他自然很清楚。但是当真的看到这么多钱的时候，他还是震惊了。小宝，上次看的那个3进的4合院，你再去帮我谈谈，最好不要超过12万。赵文木想了想，还是要买一个4合院，反正现在钱够了。上次看房的时候，那个4合院房主要价14万，早买以防变数。占地4亩多的3进院位置极好，而且很气派，里面的建筑保存的也很好，相信再过20年它必然是个稳保单位。好嘞，赵老板，您就瞧好吧。金小宝领命而去。赵文木看着地上满满当当的2大提包的钱，郑大哥，我们先去把钱存下吧。郑光明把手枪拿出来，把它别在衣服外面，然后2个人一人一包，提着钱往秋月银行去。这会儿秋月银行网点比较多，也办理个人的储蓄业务。赵文木拎的感觉胳膊都不是自己的了。同志你好，我要存钱。下班了，明天再来吧。同村小伙提着50万现金来银行存钱，却被告知下班了，让他明天再来。去街上急。同志你好，我要存钱。下班了，明天再来吧。你好，老板，您贵姓？你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银行主管一脸慌张地跑了过来，我想存点钱，但是他告诉我你们下班了是吗？赵文木踢了踢地上的提包，接着拉链被撑开，露出了一捆大团结。主管这下更加不淡定了。眼前这个20出头的小伙子竟然是个大客户，还差点被咱们赶走。要是麻烦的话，那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明天就不来了，太重了，懒得再提过来。不麻烦不麻烦，我们24小时为您服务。那刚刚那都是意外，你还不快点？接着赵文木把硕大的2个提包甩在柜台上，刚刚还一脸疑惑跟不满的银行柜员顿时惊呆了。非常抱歉，我这就为你清点下数额。最后银行主管把另外2个柜员也叫了来，这会儿还是手工记账，3人在里面啪啪啪的传来数钞和打算盘的声音，这是不是有点慢了？您稍等一下，马上为您清点好。最后2大包钱变成了一个红红的小本，不然拿着那么多钱，怕是会被无数人盯上。金小宝的效率非常高，当天就跟房主谈妥了价格，看得出来房主也是真心想卖。不过房主也是个有心机的聪明人，在跟赵文木商议协议的时候，故意提了一句，表示自己跟金小宝谈的价格是11万8。赵文木马上心领会神的笑笑，表示自己知道了。小宝，你这次做得很好。赵文木直接取了1000块给他，金小宝惊呆了。赵老板，这也太多了，这都是别人几年的工资了。小宝，这是你应得的。金小宝小心翼翼地收起来。赵文木对金小宝的为人跟办事能力很肯定，于是又把大门钥匙交给他。小宝，这个院子以后就麻烦你照看了，还有那些商铺也帮我看着些，有什么事也让他们联系你就行，我另外给你每月30块。赵老板，您放心，院子一定给您看好了。处理完京城的事，一行人就回到了平阳县。小弟，京城的那个大院子真的是咱们的啦？赵静还是不太敢相信，那个大院就是以前王爷住的地方，跟2、3万的那些小院比天差地别。就这个院子，再过30年至少价值12亿。当然了，明年不忙的时候，咱就去住一段时间。好呀好呀。赵静说完又想到了什么。小弟，现在咱们有钱，要不城里也买套房吧，这样你就不用每天起早来回跑了。赵静看赵文木每天那么累，实在心疼，而且以后小楠楠长大上学，迟早都得搬城里方便。赵文木笑笑说道，我也是这个想法，所以早就让李三带着看过了制糖厂家属区跟县政府旁边的房子。制糖厂的有点旧，而且没有独立的厨房跟厕所，县政府的不错，但有意出售的那家面积有点小。赵文木顿了顿，还有个地方不错，一栋栋独立的小院，而且每个小院都搭了个凉棚，还有空地可以种蔬菜水果。赵静听着眼睛都亮了，这不就是自己理想中的家吗？赵文木果然是懂他的。那里是哪里？
李三告诉我那里是以前军区疗养院，去年已经搬迁，现在那边住着的主要是一些老干部或者县委家属。不过那一片的房子可不是想买就买得到的。赵静听到买不到有些失望。别担心了，我已经叫杨雨萍帮我打听打听了，杨雨萍就住那里。既然是县委家属区，他们自然有熟人，相信明天就有消息了。晚些时候，赵文木来到养殖区看看工作进度。养殖区分2块地方。一块地方是赵文军他们自己负责的螃蟹蜡骨从幼苗到长大，另一块的地方则是收购的隔壁村的王大增抓来的成年螃蟹和蜡骨，可以当做是冬天的存货。小弟，现在王大增每天送来的蜡骨和螃蟹能有300多斤，要收这么多吗？要，甚至是更多。二姐，你跟王大增说，让他务必保证每天500斤以上，否则就不跟他合作了。从12月到来年3月，基本捕不到蜡骨和螃蟹，要全靠这批存货支撑，而且自己还会开小龙虾的店面，到时候一天就需要几百斤。自己养殖的这些毕竟刚起步，不能指望就靠这些保证冬天的供应，否则到时候就得关门大吉了。好，我明白了。汶山村怕是供应不了这么多，要不我在周围的几个村子也找一下。好啊，二姐你全权处理，反正入冬之前保证收购到足够的数量。郑大哥，你听我二姐指挥。赵文木很高兴，二姐已经开始自己拿主意了，这是好事儿。没问题，我都听文君妹子的。郑光明使劲点头。郑大哥，你今年多大了？赵文木玩心大起，突然想捉弄一下眼前这2人。28岁了。郑大哥，你年纪也不小了，为什么不结婚呢？赵兄弟，你是知道的，我是个残废，家里又穷，哪有人看得上我？郑光明不明所以，老老实实答道：说的倒也是啊，你这情况确实没人看得上。小弟，你这是说的什么话？郑大哥是个好人，怎么就没人看得上了？赵文木的话，郑光明倒是没急，没想到赵文军却生气了。郑大哥干活勤快，性格又好，将来一定大有前途。哪家姑娘嫁给他是修来的福气，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听着赵文军这么维护自己，郑光明心里美滋滋的。哦，是吗？二姐原来是这么看郑大哥的。赵文木挤眉弄眼的笑着。赵文军明白了，小弟就是故意捉弄他。他红着脸扭头走了。郑大哥，我姐生气了，你这大好人帮我哄哄去吧。老实的郑光明还站在原地一脸疑惑，被赵文木点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向着赵文军的方向追去。你敢相信，在路边捡来的女孩竟然是富可敌国的荣家千金？大人物会找到赵文木吗？续接上集。三哥，小黄去哪了？找不到他了啊！小黄，我看到你了，原来你在这啊！我走了，我什么都没看见。怎么回事？好像有谁在叫我。被赵鑫打扰的赵文木跟赵景此刻都红着脸坐在床边。谁能想到一大早赵鑫就来了？谁又能想到2人一大早就做那种事？看来真的得赶紧在城里买套房了，这样更方便些。方便，对，更方便。你看今天又要迟到了。不怕，有宋文远他们呢，早上也不忙。阿欣的事情还是没有消息吗？阿欣明显是个生活条件还不错的孩子，失踪这么久了，为什么他的亲人迟迟没有出现呢？没有啊，说起这个，我也有些苦恼。虽说阿星在山前村生活的挺快乐，可他终究有自己的亲人，眼下却一点线索没有。赵文木顿了顿，房子的事应该有消息了，等下我去杨雨萍那里顺便问问阿星的事。你这小妮子呀，一大早的蹦蹦跳跳，精力这么好。三哥你也是，小孩子懂什么？这小秋上学去了，确实有些无聊。对了，你可以去找文君姐姐玩呀。我才不要过去当他们的电灯泡呢。电灯泡？文君姐姐跟一只手呀。一只手？郑光明，看来这2人发展的速度很快呀。这样也好，不过那2人的性格估计还得推一推。我要跟赵静姐姐玩，你快去忙了，别说那么多了。对，我还有事情要办。平阳县公安局内，小赵来了，我还打算去便民市场找你来着。杨局事务繁忙，不必劳烦了。小赵客气了。对了，悍匪王氏3兄弟的事情，晋省公安厅给你发了嘉奖令，已经转到咱们县里了。杨雨萍显得很高兴，因为这件事让他们也与有荣焉。这件事啊，都好久了。是呀，王氏3兄弟罪行深重，案情复杂，影响了链，所以这个案子直到前几天才刚刚审结。那他们有提到赵鑫的身世吗？没有，对方专门通报了这个问题，目前没有接到相应的失踪人口报案。那真是奇怪了。杨雨萍也表示很意外。房子的事倒是帮你问到了，一位老干部要去骄傲跟着子女住，打算把房子卖掉。我跟他说好了，明天你过去看房，你看咋样？杨雨萍之所以自作主张约好了去看房，倒不是因为老干部卖得急，而是因为买房的人多。县委领导也有一些人想要买房啊，他们很多人虽然住那里，但是并没有产权，都像杨雨萍一样只有居住权。赵文木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他也知道这次肯定又是杨雨萍的关系，老干部才愿意出售给自己。行，没问题，明天一早我就过去。谢谢你了，杨局长。赵文木是真心感谢对方。行了，小赵，私底下就别叫我杨局长了，听起来多生分啊。我这年龄当得起你一声杨叔吧？行，杨叔。
赵静听到这个好消息也很高兴。次日一早，两人就来到那座小院。小弟真的跟做梦一样呀！赵静看着新宅子，满心满眼都是欢喜。半年前咱们连小娜娜的米粉钱都拿不出，现在不但京城有一座大院，城里还有这么一个大房子。重生之前的事，两人都选择不提。如今看来，两人也释怀了，毕竟当下才是最重要的。小弟，这不是梦，你也是真的是吗？赵文木牵起赵静的手，傻媳妇想什么呢？我们会越来越好的。那我们什么时候搬过来？等置办一些家具就可以搬过来。当然了，我们还是会经常回村的。阿静，这样就你负责去找李三，看看需要什么东西随便买。小弟，那你呢？赵静看出来了，赵文木有其他的事。阿静，我打算把小龙虾摊后面那座仓库买下来。那座废弃的仓库？是的，我看了整体强度很不错，打听了一下，竟然是国营饭店的，是一次错误的建设，所以就一直空在那2年。小弟，你是打算用它开店吗？赵静一下子就 get 到了赵文木的想法。对的，小龙虾我不打算冬天停业。可是现在个体户不能经营饮食啊，咱们只有一个野味买卖的经营许可，可以卖熟食类吗？赵静仔细思考着，随后眼睛一亮。难道咱们这里也要跟京城一样，放开个体户经营饮食和小商品吗？赵文木笑着点点头。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在京城一样，把那些商铺先租下来，到时候就又能赚很多钱？赵静眼睛里一闪一闪的。赵文木想想也是，白捡钱的机会，不捡白不捡。媳妇你真聪明。那是，不然你以为呢？不过还是直接买吧，一是咱们现在有这么多钱了，二是咱们这里不比京城，租金涨幅不会像京城那么高，而且这里能预付1年租金的可能没几个，不如直接买下，到时候不仅能租还能卖。对，咱们现在有钱了，那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和阿欣吧。好呢，未来的包租婆。都干什么吃的？还没有一点小姐的消息。荣叔，荣家人已经开始全国去找了，相信不久就会有消息。赵文木家里其乐融融的时候，荣家这边却是满面愁容。在30年前那个国家动荡时期，荣家就已经但荣家家主跟荣仁一却坚定留守在本土，并在国际全面封锁国家的时候，凭借自己湘江人的身份，不断向大陆输送橡胶、油料、药品等紧缺物资，可以说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伊始，弟弟荣方仪立刻响应号召，携带大批资金技术回国创业，在海外华人华侨中更是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也因此，荣家成了高层领导的座上宾。大哥，你也别着急，身体要紧。方姨，大哥怎么能不急？我一直把心仪当自己女儿看，你说说你，两父女有什么不能好好说的？都怪我。备车，京城。是的，荣叔。注意看，这个农村小伙10几天赚50万，却只给家人50块钱，而家人却还嫌太多，续接上集。小赵啊，现在政策不允许个人开店，你是知道的。你这不是在玩火吗？你要是想用那仓库来做店铺的话，那样我就不能卖给你。李大哥，信不信小弟？政策要不了多久就会下来的。谁知道多久下来呢？便民市场只是算个试验田，我不能害你呀。李国富一脸担忧。放心啦，李大哥，我肯定是在政策下来之后再开业的。赵文木顿了顿，倒是李大哥你可要有准备哦，国营饭店的野味生意早晚会有竞争者。李国富听完大笑起来，不可能，谁能抢得走国营饭店的客人？我是从你那里收购的野味，国营饭店要多大的量你也是知道的。赵文木摇摇头，行，那仓库的事？仓库你要的话我就给你，但这件事情说大不大，毕竟涉及到国有资产处置，还是得和饭店领导班子一起商量下，免得传出什么闲话来。李国富看出来了，赵文木是认真的要买那废弃的仓库。肯定卖。对，李主任，那个仓库一直砸在手里，还是卖掉吧。大家的意见很统一，仓库肯定是要卖掉的。首先，这座仓库就是个烂窗，国营饭店早就有意向处理了。其次，谁不知道赵文木和李国富的关系啊？谁会傻到说不卖？价格呢？你们觉得多少合适？仓库当初材料费花了大概2000块，总建筑成本不到3000块，我觉得3000块钱卖掉就行。会计首先表态，这会儿大多数人还没有土地成本的概念，毕竟土地都是国家白给的。空置了好几年，里面又脏又乱，如果能卖3000块确实不错了。最后赵文木多给了1000块，他觉得没必要让李国富承担一点点的贱卖国有资产的风险，包括自己也是，所以价格还是稍微高一些为好。将仓库买下后，赵文木立刻召集人手开始装修工作，这是当下第一要务。赵文木按照现代理念，想把小龙虾餐馆打造得更加高端豪华。另一边，赵静跟赵鑫两人骑着自行车游走在广阳大街各个商铺间。三姐，咱们今天又买了2个门面房，租下了1个，账上的钱总共是已经花出去了92400。赵鑫掏出笔记本，把他们上午的业绩记录在内。阿欣，再加把劲，咱们争取超过10万。赵静也想不到他会有这么迫切想要花钱的一天，
就面前这个店面，对方要价2200，等政策一公布，至少可以值5000以上。次日，赵文木召集自家人聚个餐，蘑菇收完后，老娘刘素芳就总往赵文君那边跑。老爹赵学海看了，说是因为两人太久没见的缘故，只有赵文木和赵静相视一笑。这哪是找二姐叙旧，这明明是在查验未来女婿呢。也不知道郑大哥做的咋样，有没有过关。小郑，别忙活了，等下一起过来吃饭吧。能不是咱们家庭聚餐吗？是啊，咱们自家人聚餐，快一点，他们都在等着呢。小郑，记着呀。说罢，刘素芳就先行离开了。赵文君跟郑光明相互看了看。郑大哥，你先说。这次聚餐除了单纯吃饭，赵文木主要说的有2件事。干蘑菇现在的价格比较稳定，差不多平均8毛2一斤。干蘑菇的平均成本大概有6毛5分钱。赵文林他们几家当时都把全副身家投了进去，尤其是赵文君，手里只有722块钱，竟然投了700块。他的想法很简单，这些钱本来就是小弟给的，小弟需要还给他就是。这么一算，18多万斤干蘑菇竟然只赚3000来块钱，大家脸上立刻浮现出担忧来。不过好在没有亏钱。小弟，干蘑菇要现在卖吗？赵文君问道。收蘑菇耗费了大家很多的心血，就这样卖出去实在是很心疼，但也没有办法。二姐，现在不卖，再过段时间干蘑菇会涨价的，那时候才是干蘑菇的销售旺季，大家放心就行。看到大家忧心忡忡的表情，赵文木接着说道：干蘑菇肯定能赚钱，而且赚的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多。众人想想也是，不管怎样，收蘑菇的钱都是自家的，并没有借钱。现在收野味和小龙虾摊也是天天赚钱，干蘑菇即便是全赔了，日子也能照常过下去。第2件事是给各家的工资，我打算把每家的工资提高到50块钱一天，二姐30块钱。对了，还有郑大哥20块钱，工资以后都会继续向上涨的。这个决定，在场所有人反应各不一样。赵学海、刘素芳老两口很高兴，手心手背都是肉。老三过好了，没忘了哥哥姐姐还有妹妹，这是好事儿。二嫂宋云当即表示不同意。小弟，一天20块钱就已经够多了，我们有时候啥活都不干，还能天天拿20块，我这心里已经怪不好意思了。大嫂刘秀梅也语重心长地说道：小弟，你刚在城里买房，又承包了鱼塘，还弄了个店面，你需要钱的地方太多了，钱不是这样花的，还是跟以前一样，20块钱就行。是啊，一个月900也太多了，你给哥哥嫂嫂涨就行了，我就一个人，给少一点，不用那么多。郑光明也想说什么，但他木讷，而且自己也不是赵家人，不知道说话合不合适。赵文木摆摆手，示意大家先听他说。有件事我没跟大家说，我之前不是又去了趟京城吗？就顺便花118800块买了个院子。多少？一片到抽冷气声中，赵学海大声问道。赵文木于是把在京城当包租公的经历讲了一遍。当听说他10几天时间赚了几10万的时候，所有人都震惊了。小弟这些日子卖野味、卖小龙虾，总共赚了有个几万块，大家心里还是有这个预期的。但那些钱都用来收蘑菇、买房等等这些了，他手里应该也没什么钱。这是大家对赵文木当下情况的猜测，却没想到他手里竟然还有30多万。不仅如此，还在京城花了将近12万买了一个4亩多的大宅子。还有，我们还花了10万买商铺买房。赵静和赵鑫一起把买房租房的经历完完整整的也讲了一遍。按照估算，等涨价后，这些房子租出去，每个月能赚1万多块钱。这下子大家嘴里都快能塞下一个鸡蛋了。老三，财不外露，虽然你现在有钱了，也要藏着掇嘛。赵学海有些不放心，如果赵文木只是赚个3、5万，他倒是没觉得有啥问题，但是10几万甚至几10万的赚，着实还是有些吓到他了。刘素芳也是一样，对着赵静就是一阵嘱咐。谁能想得到，短短几个月，赵文木已经积攒了这么丰厚的身家。既然如此，那咱就安安心心收下这工资，小弟的一片心意。二哥赵文广一本正经地说道：对，小弟要咱们干什么，咱们好好干就是。大哥赵文林也发话了，大家也觉得是这个理，就都不再拒绝。这时大嫂看了看赵文君跟郑光明说道：阿锦，你还年轻，难道就这样过一辈子吗？赵文君先是一怔，没想到会被突然这么问，接着沉默了好些时间，似乎内心在挣扎着些什么。片刻后说道：眼前这个男人明明身体强壮的鸦皮，却跟医生说自己那方面不行，续接上集。二姐沉默片刻开口道：嫂嫂还有大家，谢谢你们的关心。此刻郑光明的心情又激动又紧张，他也想知道赵文君的想法。我现在很快乐，而且还有钱。以前在周家，每天做牛做马，还要被他们嘲笑，付出那么多，得到的只有欺骗跟凌辱。说起周家人，大家都很气愤，郑光明更是，他可是亲眼所见周家人是怎么欺负赵文君的。我现在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很有安全感，也不用偷偷攒钱，不用为了5、6块钱提心吊胆，更不用担心别人说我是不会下蛋的母鸡。赵文君平静地说完最后一句，2行眼泪便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二嫂宋云轻轻安慰着他：阿君你很优秀，是那周家没那福气。赵文君是那种乖乖女，谁都没想到跟着周慧中跑了，大家甚至连周慧中的父母都未曾见过面。
二姐没有正面回答大嫂的这个问题，但也没有直接拒绝，大概就是说时间还太短吧。不过目前看来没有孩子这事儿是二姐的心结，这是不解决，二姐可能很难跟别人在一起。赵文木看了看郑光明，长叹了口气。这回大家的思想都比较传统，而且有在周家的那段阴影，二姐这个心结可能难解，但这也不一定是二姐的问题，也许是周慧中那个废物呢。听到赵文君说暂时没想开始新的感情，郑光明是有些失落的。不过听到他说过的很开心很充实，郑光明也很高兴。喜欢一个人就是这样。最后大家就又在一起闲聊许久，这边一片祥和，而在另一边，京城的专案组却经历着如同过山车上下起伏的心情。原来容仁仪最后还是选择动用政府的力量，在跟领导说明情况后，领导马上成立专案组，并且通话晋省包括邻省的领导，叫他们立刻大范围找人。诡异的是，荣心怡在石门招待所住了一晚后就失去了踪影。公安查遍了石门所有的饭店、招待所、私人招待处，仍然没有一丝线索。专案组焦头烂额，省里也压力山大，他们甚至怀疑荣心怡会不会已经在石门遇害了。这个可能让他们不寒而栗，对方可是荣家的千金。好在事情又有转机，隔壁省的一位长途司机说载过一位小姑娘，可能是荣心怡。在他提供的线索经过几波波折后，终于是查到了样泉市。专案组立刻从当地公安局了解到了荣心怡的情况，毕竟公安局领导一看到荣心怡的照片就认出来了。王氏三兄弟的案子都前些天才完结，当听到这位千金没出事，被赵文木带走时，是好好的众人才松了一口气。备车平阳县。是的，荣叔。阿静，到时候你想办法带二姐去医院做个检查吧，没有孩子不一定就是她的问题。小楠楠睡下后，赵静对着账单，赵文木在关注着个体户的政策。想到二姐的心结，他想着先看看医院那边怎么说。我也是这个想法，就算是二姐有什么病也可以治。放心吧。然而赵文君还没去医院，这边郑光明倒是先去了医院检查身体。没错，除了少条胳膊，没有别的毛病。医生，你能不能给我开个单子，就说我没有生育能力？切！郑光明有些脸红的跟医生请求道。医生也被他这话疑惑到。小伙子，你这啥毛病没有啊？身体强壮的很优，你这肯定经历过非同一般的训练。扯远了，你回去以后房事积极些，肯定能生。医生，我媳妇身体有些问题，生不了孩子，我不想让她难受，你能不能就写我生不了孩子啊？郑光明硬着头皮扯了个谎。原来郑光明虽然木讷老实，但人家好歹也是原侦察队长，粗中有细说的就是他。他也知道了生不了孩子是赵文君的心结。小伙子，你媳妇检查过是什么毛病吗？1、2年生不了孩子很正常的，不一定就是身体有毛病，就算是有毛病，很多也是可以治疗的。你带她来，我给你们瞧瞧。郑光明怎么可能把赵文君拉来检查？他只好红着脸逃了。哎，小伙子，你不能讳疾忌医啊！从医院出来，郑光明又去了福利院。郑同志，你的品德和能力肯定是满足收养条件的，但收养一个小孩子的话，必须夫妻双方都满30周岁，而且不能有亲生子女或者继子女。郑光明点点头表示知道了，然后又给福利院捐了50块钱。喜欢一个人是不需要道理的，特别是看到赵文君身上那种乐观积极坚强，他认定他了。几天后，赵文木的小龙虾馆也装修好了，他正在看还需要什么，说是小龙虾馆吧，其实也经营烧烤啊，其他鱼类啊饭啊都有，已经算是个餐馆了。这时宋文远跟前二牛气喘吁吁的冲了进来。三哥，公布出来了，公布出来了！甚了，三哥，真甚了！他们几个人一早就蹲在县政府和便民市场前面等着，因为赵文木说过，这2天应该就会有重要政策公布，到时候他们的新店就可以开业了。文远、二牛，准备好开业了吗？赵文木笑着说道。准备好了，三哥。新店真是太美了，我都不舍得踩在这上面。小龙虾馆分了2层，楼下跟小龙虾摊互通，想坐外面的可以坐外面，楼上则是包厢，然后厨房，还有咱们的休息室，还有一间办公室。平时朋友啊什么的来了可以喝茶聊天。你们面前的这个是花了我很多钱弄的水族箱，里面都是猎奇的海鱼。三哥，咱们这也太豪华了吧！我已经等不及开张了，生意肯定火爆。刚子呢？把他叫来，有任务给你们。好的，三哥。宋文远前二牛刚走，李国富就来了，手里还拿着一份红头文件。赵老弟呀，我特么的被你耍了！我拿你当兄弟，你却要跟我抢饭碗。续接上集，宋文远前二牛刚走，李国富就来了，手里还拿着一份红头文件，正是赵文木一直在等待的关于允许个体户从事食品饮食行业及小商品经营的公告。赵老弟呀，我特么的被你耍了！赵文木一脸疑惑，李国富则是左右看了看小龙虾馆。之前你跟我说国营饭店的生意早晚会有竞争者，现在看了你这新店，特么的这第一个竞争者不就是赵老弟你吗？赵文木尴尬的挠挠头。瞧瞧这豪华的装修，就冲这县里独一份的鱼缸，多少人得往你这来，还有那些奇怪的鱼，我这大厨都还是第一次见。赵文木的新店可以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有白丁，高级客户在包间，普通客户在大厅，所有人一网打尽了，他们国营饭店肯定会受影响。
李大哥，没办法呀，都开店面了，总不可能只经营小龙虾吧？反正他们要吃野味的话，想吃野猪野兔，我是会帮忙推荐国营饭店的哈。哈哈，赵老弟不用当真，咱们什么关系？我开玩笑的，只是没想到这政策这么快就下来了。李大哥，莫慌莫慌，国营饭店的客户跑不了，不过你们以后得努力从菜品服务环境上面创新了，不然早晚会被人比下去的。是啊，你说的对，暂时国营饭店不会受到很大冲击，但以后私人饭店多了就难说了。李国富苦笑着说道：“大事不可为，只能顺着潮流走下去。”不错，有您这句话，我相信国营饭店总归能杀出一条路来。次日上午，在正厅的鞭炮声中，老赵家小龙虾馆正式营业，店外早已围满了人。昨天宋文远他们就拿着黑白宣传单到处宣传了。老板，今天真的是菜品全部8折吗？是的，老赵家小龙虾馆今天开业，全场菜品8折。客人们看着奢华气派的饭馆，大多有些犹豫畏惧，这真的是他们这些普通工薪阶级消费得起的吗？赵静看出来了他们的担忧，笑着说道：“您放心，店里跟外面菜品的价格是一样的，在店里吃不用担心刮风下雨，冬天也不冷，里面坐着也舒服。今天真的打8折吗？”很多人还是将信将疑。对的呢，除此之外，今天的毛豆和花生、啤酒、饮料也都比平时便宜不少。众人这才放下心来，纷纷入座。赵文木跟宋文远他们负责后厨，赵静、赵鑫他们则负责招待。店内那叫一个火热。老板娘，这来个鲤鱼跳龙门，大蟹8块，夫妻肺片，还有什么我真的会谢。你们这菜名取得真有意思。您过奖了，旁边都有标注是什么菜，你确定好了是这些是吗？是的，另外小龙虾也上一份吧。你家的小龙虾是真的好吃，上次朋友带了活的小龙虾来，我们自己做的根本不是一个东西，又腥又没啥味道。赵静笑笑，感谢你的支持肯定，老赵家的独家秘方哦，光是炒制的底料就快有40多种呢。水族箱前面更是吸引了很多小孩。哇，螃蟹，爸爸你看，这鱼好漂亮，那鱼好丑啊。爸爸，这是什么鱼？是彩色的哎。不得不说，海洋生物水族箱激起了所有人的兴趣，很多大人也忍不住驻足围观。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水族箱甚至比小龙虾馆本身还要出名。众人忙碌几个钟后，终于送走最后一桌客人。宋文远他们已经在休息室呼呼大睡了。赵静因为小囡囡吵着要妈妈，就早回去了。剩下赵文木跟赵鑫在后厨清洗碗筷。阿星，你休息去吧，我自己来就行。没事，三哥，你颠大勺颠了几个钟，你也很累了。我现在也还好，也不累。赵鑫这丫头来生理期了，让她回去休息又不愿意，自己在肚子上垫了个小枕头，看起来就像怀孕了3个月似的。就在这时候，餐馆外面来了一群不速之客，来的正是荣家2兄弟跟随从保镖，还有2个省的领导，漾泉市公安局局长、平阳县县长，还有杨雨萍。进了餐馆内，荣仁义跟荣芳一看着店内别具一色的装修，心里放松了不少，看得出是花了不少钱的。这样的人家对荣心怡图谋不轨的可能性要低一些。杨雨萍在一旁干着急，这时候没有个手机是真的不方便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们找赵兄弟要干嘛？周围全是大领导，气氛也有些紧张，大家一路上都不怎么说话。杨雨萍心里十分焦急。这时肚子微微隆起的赵鑫出来了，当看见几个月不见的女儿时，荣芳怡却没来得及高兴，当时就觉得天旋地转。这种情况让人不得不多想。心怡怎么了？是被王顺宝糟蹋了，还是被这个男人给诱骗了？这位父亲一时之间只觉得天都要塌了，容人一扶住就要倒下去的地步。随从见这情况，立刻招呼保镖，准备去把赵文木揪出来。小赵，你先出来一下，我们有事找你。杨雨萍一嗓子把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在这种情况不明的时候，杨雨萍想了很多，一句话说错，可能他这辈子仕途也就到此为止了。但赵文木救过他，救命之恩不能不报。虽然他是在场地位最低的人，但一句小赵还是表明了立场，这是我朋友，就算你荣家要动他也得考虑考虑。注意看眼前这个只有一只手的男人，却打得荣家保镖人仰马翻，原来这一切都是误会。赵鑫终于找到亲人合家团圆，续接上集。杨雨萍突然的一嗓子把众人吓了一跳，容仁仪自然也不傻，各位领导和公安都在场，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他咳嗽了几声，示意手下别乱动。这时赵文木听到声音走了出来，阿星傻站着干嘛呢？杨叔你，杨局长你怎么来了？发生什么事了吗？赵文木看过来，竟然来了这么多人，而且一个比一个气场强大，就连省领导都唯唯诺诺缩在后面，啥情况？这是他有点懵。赵鑫也是被吓住在原地。星爷，带着哭腔的一声呼喊，荣芳一冲了过来，赵鑫吓得立刻往后躲。这位大叔明显冲着自己来的，赵文木一下子闪过来，拦在他身前，不过马上反应过来，这可能是赵鑫的亲人。同志，你是哪位？你认识阿星？荣芳一没有理会他，只看着赵鑫。星爷，你不认识爸爸了吗？我是爸爸呀。赵鑫只觉得眼前这人有些熟悉，有些亲切，却并不认识他。荣芳一着急的直落泪，都是爸爸的错，爸爸不该骂你，咱们应该好好说话，好好交流的。赵鑫看得有些心疼。大叔，你别哭了，我受过伤，现在记不得以前的事。
荣芳姨自然是知道赵鑫失忆的事情，这时她才看清楚眼前的女儿，除了肚子有些刺眼，女儿还是跟以前一样白白净净，也没有瘦，看得出来这段时间过得很好。这时容仁义也走了过来，赵文木顿时觉得此人眼熟，加上身上这种气场，容仁义拍了拍荣芳姨，然后两个人目光都聚集在赵鑫的肚子上。你们结婚了吗？心怡可才17岁啊！容仁义有些不敢接受，赵鑫和赵文木两脸懵逼。结婚？我们为什么要结婚？三哥已经结婚了呀。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我有自己的媳妇跟女儿了。荣家两兄弟如遭雷劈。这个男人结婚了，那女儿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如果是赵文木的，他多少还容易接受一些，毕竟赵文木救了女儿的命，还带走了失去记忆的女儿，并且没有丢弃，也没有虐待，甚至过得很好。如果孩子不是他的，那岂不是说是那个王顺宝的？那个王顺宝？大佬冷冷的一句透露的杀意让周围人不寒而栗。死了，剩下的也枪决了。负责这起案件的郭局长颤颤巍巍地说道：心怡别怕，我是你大伯啊，我们来接你回家，一切都会过去的。赵文木看着荣家两兄弟说的莫名其妙的话，又突然情绪崩溃，顿时觉得一头雾水。这时他瞥见了赵鑫鼓鼓的肚子，该死，把这玩意忘记了。阿星，去屋里把你那个枕头取出来。这位同志可能是误会了。赵鑫呆愣了一下，转身跑回屋里，不一会儿又出来了。这一次他小腹平坦，没有了怀孕的样子。这大悲大喜的荣芳一糊涂了。阿星今天不舒服，就在衣服里面垫了个枕头。赵文木立即解释道：阿星就是被王顺宝打了一顿，没有那个，唯一的问题就是失忆了，偶尔也会想起一点东西来，以后应该会好的。荣芳一下子感觉天又蓝了，容仁义心情也好了很多。他在我这里过得很好，我们全家都把他当成家人。对，三哥对我很好，其他人对我也很好，我在这里过得很快乐。赵鑫虽然还是想不起眼前的人，却也忍不住解释着。误会终于解开，然而新的误会又来了。赵文军叫郑光明送一批龙虾跟鱼去餐馆，当来到餐馆面前，却看到几辆外地牌的车，还有门口站着的两个大汉。郑光明预感不妙，门口那两个明显是训练有素的打手，看来来者不善。赵兄弟得罪谁了吗？外地车难道是王氏兄弟的余党，还是周慧中、李保国？他顾不及想那么多了，径直向大门走去。喂，干什么的？郑光明指了指车上的龙虾跟鱼。来送货的。晚点再送，现在谁都不许进。哦，是吗？那我非进不可呢。两人互相看了看，掏出木棍。看来你是来打架的。话音刚落，其中一人就向郑光明挥棒砸去，被郑光明不慌不忙躲掉，另一人立刻跟上，郑光明却突然来了个后踢，保镖顿时被踢懵，接着又是一个肘击，保镖随即倒地不起。另一个人看出来了，郑光明不是一般人，招杀手锏，而且那力量绝对不是自己能比的，于是就没有无脑向前冲。然而自己挥出的每一棒都是破绽，被郑光明一一躲过，终究是败下阵来。这边荣家两兄弟高兴地向赵鑫走去，却见一个被胖揍的自家保镖飞过来，随从跟其他保镖立刻把他们护在身后。杨雨萍跟郭局长也做出了拔枪手势，接着就是郑光明走了进来。小子，你是哪个？好大的胆子，荣家的人也敢打！就在这剑拔弩张时刻，赵文木跟杨雨萍几乎同时发声：自己人！郑大哥，你怎么来了？郑光明还在疑惑中。文君妹子让我送龙虾跟鱼来了，我看你这有情况，门口的两人不让我进，我想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就进来了。赵兄弟，你这什么情况？郑大哥，我没事，等下跟你说。两位同志不好意思了，都是误会。容仁一看着地上不省人事的保镖，然后看了看郑光明，气氛有些紧张。杨雨萍见这情况，赶紧开口道：光明，你这性格什么时候改一改？迟早得吃亏你。荣同志，这人就是这性格，都是误会。容仁义没说话，现场有些压抑。片刻，容仁义却突然大笑起来，众人都没反应过来。有意思，看来我家心怡结识了很多厉害的朋友。杨局长，这位兄弟重情重义，胆魄过人，武功了得，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赵文木救下富可敌国的荣家千金，容仁义让他报个数，多少钱他都给，却没想到他竟然这么说。续接上集。女儿大肚子的误会解除后，平阳县领导和杨雨萍尽地主之谊，请两位省领导、漾泉市公安局局长等人去了县政府喝茶。赵文木、赵鑫和容仁义、荣芳义则留在了小龙虾餐馆。赵先生，真的是非常感谢你救了心怡，我是心怡的大伯容仁义。容仁义握着赵文木的手，由衷感激眼前之人。到了他这个层次，钱财什么的都只是个数字而已，家人才是他最重要的。容仁义这些天奔波劳累，虽然看上去有些疲倦，但他西装革履，气度不凡，加之浓浓的湘江口音，报出名字的一瞬间，赵文木便认出了这位大佬。何况还有站在门口寸步不离的壮汉，眼神警惕地看着四周。那位随从腰间更是鼓鼓囊囊的，很明显这两人身份不同寻常。
竟然是容仁一，船运之王，纺织大王，民族资本家，红色资本家，曾被那位领导评价为容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守护。我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这样的评价足可见容家的地位，而且在几十年后，容家商业版图更是遍及全世界。不过这世界看样子他没有选择从政了，难道是我的穿越造成了偏差吗？赵先生，赵先生。哦，容先生，那种情况下，每个有良知的人都会挺身而出，我只是抢先了一步而已，您不用这么客气。当时的详细经过，容氏兄弟已经听样全市公安局的干警们详细讲述过了，完全可以选择逃走的，两人却不顾危险深入悍匪后面救出的容心怡。这位壮士就是另一个救心怡的恩人是吧？容仁一看着一旁的郑光明说道：我是听从赵兄弟的话，就负责帮他掩护而已。如果不是赵兄弟深入敌后就出人质，断了他们后路，怕是大家都危险。郑光明也看出来了这位大人物的身份，但他没想着邀功，相反的还尽量撇清自己，想让出全部功劳给赵文木。容仁一大笑起来：你俩都是心怡的恩人，我容家的恩人，无需多说其他的。这两个年轻人面对自己还有那么多位高级干部，始终不卑不亢，不谄媚不自傲不居功，光是这份从容淡定就让他刮目相看。赵先生，不管怎样，你救了心怡，就是对我容家有大恩。我容仁一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这样吧，你说个数，我保证满足你。就这么一个年轻人，胃口能有多大？100万、200万、300万，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叫问题。赵文木自然坚持不受，他倒是挺喜欢钱，可是跟对方要个几十万上百万，有什么意义呢？他又不是赚不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确定不要？你只要说个数，不管多少，我容家都答应。容方毅有些震惊，救了女儿竟然一点报酬都不要，哪有人不爱钱的？不要，我们跟赵鑫认识本就是一种缘分，赵鑫跟我们已经是朋友，是家人了。赵鑫听到这话，在一旁很开心，他这种态度也让容仁一好感大增。赵先生，这份恩情我记下了，将来但凡有用得到的地方，请务必不要客气。大佬的一份人情可比一点钱财重要多了，何况还是这么大的人情。唯一的坏消息就是赵鑫，也就是容心怡。容方毅给他看了很多照片，还是没有想起什么。小赵，这家店是你自己的？容仁一看着这座别具一格的饭店，惊疑地问道。刚来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有特色，但毕竟心思都在找回亲人上，现在参观了餐馆的每一处，让他耳目一新。这种设计理念太超前了。乡家不列颠漂亮国，我都去过无数次，更气派的饭店见过很多，但这里只是个小县城啊。是啊，大伯，这个饭馆还是三哥自己设计的呢。赵鑫在一旁高兴地说道。小赵，你这个水族箱的理念，我可以借用一下吗？何止是水族箱，好多理念都可以借鉴。当然没问题，荣叔，我这还有设计图纸，总共2套。你也知道这里毕竟小县城，所以小龙虾馆很多地方没弄那么好，但是图纸上的设计绝对适合各种高档酒店。您应该有不少这方面的资产，可以尝试一下。容仁一接过图纸看了后，惊叹连连。小赵，你是一直就待在平阳县吗？容仁一觉得自己的三观受到了冲击。小小的平阳县这么藏龙卧虎的吗？赵文木笑笑，接着又和他详细的说了说设计方案和他的一些想法。这个东西看到了，总有人能学到一些东西，而且日后也会出现，何不现在大大方方的拿出来呢？况且容仁一也不会跟自己抢生意，双方压根不冲突。赚人情的时候一定要果断下手，大佬的人情可不是谁都有机会赚到的。容方一看着这个薄薄的小册子，也是同款震惊。在容家手里，这个册子价值何止100万，赵兄弟就这么轻轻松松交给了自己。他不知道这个册子的价值吗？能设计如此超前完美的方案草图和刚刚的那几句话，恰恰说明了他知道这个册子的价值。小赵，这个册子我买了，100万可以吗？容仁一是位商人，最喜欢公平买卖。容叔只是在商言商的话，那你这100万我就收下了。但你是阿星的大伯，我是他的哥哥，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这就当做是一份见面礼吧。希望你能看得上他。赵文木笑着说道。容仁一激动的一拍手，大声说道：好小子，这份礼物我收下了。在餐馆把大概的情况了解清楚后，容仁一准备前往赵文木老家跟大家打个招呼。赵家的每一位都很照顾赵鑫，山前村也是赵鑫生活几个月的地方，去拜访他们是基本的礼数。这次他叫随从去商场，有多少大件买多少大件，第一次见面总不能空着手吧。其他领导知道容仁一要去山前村，也是纷纷都过来了，借着护送的名义多巴结巴结。各位领导干部，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了。没有，是容千金之人天上，人没事就行。你小子竟然还能有这种机遇！杨雨萍也压低声音说道。赵文木不是招惹了什么大麻烦，反而是遇上了大机缘，他也放下心来。杨叔，改天请你吃饭。对方那一声小赵的情，赵文木自然是承下了。
到了赵文木老家，领导们都很识趣的离开，就留下了2位干警在山前村保护跟联络。荣家2兄弟看着赵鑫热情的跟赵家人打招呼，亲密的跟一家人一样，心里都很高兴。看得出来，赵家人是真的把荣心怡当作家人，荣心怡也把这里当作自己家。跟众人招呼问候后，荣仁义也注意到了赵文木家里哪都是堆得满满当当的干蘑菇。小赵，你这屋里满满当当全是干蘑菇，难道你还做蘑菇生意？你敢相信这位爱国主义的大人物却说国外更好？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续接上集。小赵，你这屋里满满当当全是干蘑菇，难道你还做蘑菇生意？荣叔，这些蘑菇确实是我囤的，你应该也注意到了，外面还有几个大仓库，里面也全是干蘑菇。荣仁义、荣方义都十分震惊。原本以为赵兄弟卖蘑菇不过是小打小闹，毕竟他这里充其量也就能有1万来斤干蘑菇，可外面那几个仓库就不一样了，光看那个体量就知道，至少得有10多万斤。内地干蘑菇多少钱1斤？荣仁仪试探着问道。现在大概8毛9吧，不过还在小幅上涨中。荣仁仪立刻就意识到，即便是现在的价格，这些货的价值也至少在10万块左右。这个年代10万块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即便是普通的湘江人也绝对拿不出这么多钱。荣仁义只觉愈发欣赏眼前的年轻人了，但马上他也察觉到了几个问题。如此大体量的蘑菇肯定不可能就靠自己捡的，干蘑菇10多万斤，那湿蘑菇至少需要100万斤，人工就算几分钱，那也是过万人工费了。加上县里的那个餐馆，投资也起码过万。就这样的小村庄小农户有这么大的资金链吗？荣仁仪是个商人，了解民情，了解消费能力、经济能力，很清楚在这个年代万元户是相当了得的人家了，所以他猜想赵文木肯定还有其他产业、其他生意。小赵，那现在你的餐馆生意如何？荣仁仪继续说道。今天开业肯定好点，能有个2000上下营业额。平时的话，小龙虾摊纯利有400-500，原材料都自己养的，成本比较低。你还自己养殖？是的，有自己的一个鱼塘，养点螃蟹呀、虾呀、鱼这些。荣仁义忍不住感慨。内地遍地都是机会啊，比我当年出道时的湘江有过之而无不及。再看看面前的赵文木，更是忍不住暗暗想着，此子未来不可估量。要说之前的欣赏，有感激的成分在这一刻，荣仁义则是真正对赵文木能力的认可。两人侃侃而谈，殊不知干蘑菇的价格已经来到了9毛5，而且还在以很快的速度往上涨。然而却有3个人比赵家人还更关注着蘑菇的价格。此时他们正在赵文木的仓库旁边，这几天就准备动手，不能再等下去了。蘑菇的价格肯定是继续上涨的，我们要先把这些蘑菇偷出来。那3个人正是许鹏和另外2个之前被赵文木教训了一顿的混混。许鹏知道赵文木囤的蘑菇，所以一开始就在留意蘑菇的价格，果不其然上涨快1倍了。虎哥，工具什么的都准备好了，咱们要拿多少？当然越多越好，剩下的点把火烧掉。烧掉？当初我们商量的可没有说烧掉啊。许鹏偶然间认识的这2人，知道2人跟赵文木有仇后，就想借他们的力量一起偷些蘑菇卖点钱。混混不屑的冷哼一声，看看你这怂样，怪不得所有兄弟中就你混的最差。你的那些兄弟们可是个个吃香喝辣呢，姓赵的那小子更是，现在发达了有想过你吗？就是要烧了他的，给他个教训。蘑菇的事不也是你告诉我们的？你还在这装什么？我们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许鹏此时脑子一片混乱，自己确实羡慕嫉妒曾经的兄弟赚钱，但人家毕竟跟自己没仇，况且烧掉粮食万一被发现可是死罪。怕什么？没人知道的，我们都问多少天了，你小子可别忘了自己为什么来找的我们。下午，赵文木又带荣家2兄弟去鱼塘那边转了转。荣仁一看着网中的小龙虾皱起了眉头。小赵，你这水质这么好，为什么虾的个头好像更小呢？荣仁一是见过小龙虾的，他把辣骨当小龙虾了。不对，这不是克氏原螯虾。荣方义突然大声说道，他说的克氏原螯虾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小龙虾。没错，这东西我们叫做辣骨，不是那种虾。哦，看来小赵你也知道克氏原螯虾。荣仁一愈发觉得赵文木不简单。赵兄弟可以关注国外几种叫做澳大利亚眼龙虾、克氏原螯虾的淡水龙虾，看看能不能引进本土。这2个物种在国外已经十分流行，味道也很可以。赵文木其实有心一直培育辣骨，它毕竟是中国本土物种，只要环境保护好了，也能生长得很好。但他也清楚，市场终究是市场，小龙虾比辣骨大，自然更有市场，更别说那超强的适应环境能力和繁殖能力了。很快1天时间过去，赵家人热情留荣家2兄弟吃过晚饭，也是迎来了赵鑫的问题。心怡，你要不要跟爸爸回去？荣方一小心翼翼地问道。荣心怡还没有恢复记忆，荣氏兄弟也有些为难，小姑娘怕是不愿意跟着他们走。赵鑫犹豫片刻，还是鼓足勇气说道：荣爸爸、大伯，我现在还是记不起以前的事情，我想留在这里，不想回去。荣方一有些伤心，心里也有些纠结。女儿谁都不记得了，贸然带她回去，她可能会很害怕。另一方面，也许回到家里，她就能想起以前的事情呢。
赵鑫可怜巴巴地看着赵文木。荣叔，我觉得还是先让阿星留在这里吧，等过完年，让我小妹陪她一起回家住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想起什么来。我小妹在京城上大学，阿星跟她关系最好。小赵这个主意好，心怡你就待在这儿吧。容仁义不想赵鑫为难。叶舍不着急，慢慢来。方一，要不你也留下来吧。容方一有些疑惑，但也觉得留下来不错，自己跟女儿差点再也见不到，他自然也想留下来陪着女儿。大伯那你呢？大伯呀，要回湘江了，公务繁忙，还有很多事等着要处理呢。这时随从走了过来，荣叔，车已经备好了。众人送容仁一上车，就在临走之际，容仁一又折返回来。小赵，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你能去湘江漂亮国看看，出国手续的问题我可以解决，国内国外我都有人。80年代出国可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极其繁琐的出国手续，数额不菲的保证金，还要担保人、海外的邀请函等等，所以大部分普通人想出国就只有偷渡一条路。小赵，世界经济日新月异，湘江漂亮国有海量的机会和先进经验，这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我们的国家相比外面还是差别很大的。容仁一说得很诚恳。不论是在内地发展，还是去海外创业，出去看看总是没有错的。但有一点，希望你时刻牢记：国是你的本，是你的根。去外面是让你拥有更好的资源、更好的发展，来让祖国更加强大、更加富裕的。容仁义觉得赵文木不是一般人，是个有前途的年轻人，不希望他的未来只局限在平阳县这一方小小的天地。我的目标自然不是小小的平阳县，更不是单纯的在餐饮行业里面挣扎。纯粹做餐饮的话，赚的都是辛苦钱，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抗风险能力也低，一旦遇上点特殊情况，分分钟就可能干不下去了。未来自然是金融跟科技的时代。放心吧，荣叔，我迟早会去的，你说的我也会牢记心中。很好，那我们就几个月后湘江再见。湘江再见。干蘑菇价格大涨，曾经的好兄弟却一把火烧了我的蘑菇仓库。续接上集，送走容仁一、赵文木一行人来到新家，进入小院，容方一四处打量了一下，伸手招来随从，二人低声交谈了几句，随从就快步离开了。这种事情赵文木见怪不怪，大佬要发挥超能力了，这里的房子可不是那么好买的。先不说没有空置的了，就算有人想卖，那也是被领导们抢去了。当然有钱能解决一切，不够就继续加钱。果然两人闲聊没多久，随从就带着几把钥匙、必达文件回来了。容方一买下了赵文木家左边的院子。小赵，接下来的几个月咱就是邻居了，有什么要帮忙的尽管说，心意的话就继续住你这。好的，荣哥，以后吃饭过来咱一起吃吧。行有劳了。农村的晚上是很安静的，这年代的晚上甚至不用路灯就能看清周围的东西，月亮很大很亮，繁星满天。这时候的大家没有手机玩，有坐在外面聊天的。老头子，老三跟阿静我是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了。是啊，老三出息了，对阿静对兄弟姐妹也都很好，人呐不忘初心是最难得的。就是阿军不知道怎么办，小郑是个不错的孩子，但是阿军那次聚餐过后就一直有跟小郑保持距离。小郑这孩子我也挺喜欢，老婆子咱们还是不要太着急，等阿军放下那事自然能成。也是，也有聚在一起，升起一堆篝火，围着篝火唱歌跳舞、游戏打闹的。三哥不来吗？三哥人家要陪老婆孩子呢。没错，也有陪家人的。哥，你看好多星星呀。是啊，真漂亮。那是星星漂亮呢，还是那位文君妹子漂亮呢？美云，你就别取笑我了。没有，哥，你要自信一点，在我心中你就是个大英雄，少了个手那也是为了国家而少的是光荣的，而且你一只手抵别人2只手，不，很多只手。郑美云鼓励着郑光明。家里的话，咱妈现在好很多了，过完年我就出来一起挣钱，那咱的家庭也不会差哪里去，是吧？说到这个，郑光明表情严肃了起来，同时又有些愧疚。妹妹从小学习成绩很好，前2年却突然变得很差。他清楚并不是妹妹成绩不好，而是他故意这样表现，为的就是能赶紧出来赚钱。美云，你听我说，现在咱妈的病也好了，赵兄弟也有给我工资，你要不继续去读书吧？郑美云却不假思索回应道：不了哥，我有自己想做的事，我也不小了。郑光明叹了口气，他是知道自己这个妹妹的性子的，没人能改变他决定的事。这时郑光明想到了什么。说起这个，有件事忘了跟你说，赵兄弟说要是你想做什么有困难可以跟他说。郑美云一脸疑惑，郑光明表示自己也不清楚。当然晚上还有这3个偷鸡摸狗的。虎哥，真的好多干蘑菇啊，我们要发财了。不过我们这样运又累又慢，我们不能拉个车吗？你懂什么？拉车那么大个目标还那么可疑，你是想被人发现吗？我们这样子更容易隐藏。许鹏在一边没有说话，他在这条路越走越黑。第2天一大早，赵文木在清扫院子，二姐赵文君兴冲冲地跑过来。小弟，今天蘑菇又涨价了，现在1块1斤了。赵文君每天都会去干货摊逛一逛，考察干蘑菇的市场行情。
二姐，卖干货的人咋说？他说现在进不到货，以后还要涨价呢，也不知道是不是骗人的。卖东西的人都说以后还会涨价，让人怀疑他的动机，所以赵文君将信将疑。二姐，他没骗你，还会继续涨价的。赵文木心想，也该琢磨琢磨销路了。干蘑菇确实是在涨价，但自己不能零卖啊，零卖的卖到哪年哪月，但怎么跟南方的大客户或者全城国营干货厂搭上关系呢？这时李国富也火急火燎地找了过来。小赵，你可真是神了，今年竟然真的买不到干蘑菇了。哈哈，是吧，李大哥，国营饭店缺货了。李国富重重叹了一口气，接着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从昨天开始，国营饭店就找不到一颗干蘑菇了。当初你让我囤点蘑菇，我也没当回事，结果到了现在发现蘑菇一天天涨价，涨价倒也无所谓了。更关键的是，根本买不到能在干货铺买到的一些零散的，但远远比不上饭店里蘑菇的消耗量。他自然知道赵文木这里有很多干蘑菇，但觉得有些羞愧，就没找赵文木。结果今天市里发来通知，希望平阳县国营饭店能帮忙搞一批干蘑菇。李国富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不只是市里2家国营饭店，就连另外9个县的国营饭店干蘑菇全都告罄。他想了想，立功的机会又来了，不过又得欠赵文木人情了。多大点事儿，咱们什么关系啊？跟我说一声不就得了？赵文木又给他递上一根烟，接着掏出火柴点上。小赵，不瞒你说，这次不只是我这儿没货了，咱全城市10几家国营饭店全断货了。从你这儿买到干蘑菇，对我来说就是功劳一件，我得谢谢你。二人早就相熟，没有必要虚头巴脑。李大哥，咱哥俩说谢谢就客气了。再说了，蘑菇我卖给谁不是卖？不过有一点我可得说清楚了，少的话我以现在的价格给你就行，多的话价格可能得高点。你信不信蘑菇的价格这几天还会涨，最后会涨到2块钱？李国富哈哈大笑起来。我懂，这没问题，价格再高点都可以。我需要2000斤，你说个价。李国富很爽快。赵文木想了想，现在的价格是1块2，我也不多收你的，1块5一斤，但我要国营饭店立个牌子，就说有大量干蘑菇批发。李国富有些为难，这价格无所谓，但是牌子的事就怕有心人举报自己，私自经营干货，甚至是说贩卖国有资产。赵文木自然也懂这个道理。李大哥，牌子上可以写清楚，是赵家出售，一切与国营饭店无关就行。李国富想了想，这样也行。现在有干蘑菇现货才是最重要的，而且2000斤还是足够全城市10几家国营饭店的量，自己每一笔交易都有财务的账单记录，不至于发生那些事。可以，小赵，什么时候能出货？现在就可以。赵文木很高兴，到时蘑菇奇缺，其他地方的人来进货，这些人但凡来到平阳县，是一定会到国营饭店和自己的小龙虾餐馆吃饭的。只要来了，就能看见自己有干蘑菇，一切也就好办了。接着李国富叫了一辆车，赵文广、赵文林他们负责把蘑菇搬上车。大哥，你觉不觉得蘑菇好像少了很多？有吗？木有吧？我知道了，现在蘑菇涨价涨了2倍，你就开始觉得仓库的蘑菇少了是吧？做人不要太贪心了。赵文林主要负责的是野味，所以对蘑菇其实不太知道。哈哈，是这个原因吗？虎哥，姓赵的已经开始往外出售蘑菇了，咱们今晚还要行动吗？他们不会发现吧？瞧你那点出息，仓库里的那都是白花的钱，不贪钱咱贪什么？相反，我们今晚要拿更多。到了晚上，3人鬼鬼祟祟来到仓库，又开始偷鸡摸狗的行动。然而围墙外面却有个黑影，正是赵文广。原来二哥越想越不对劲，想再来看看，刚好就碰上了他们。小弟，快开门，发生大事了！赵文广告诉了赵文林，2兄弟马上就来找赵文木。3个人是吗？对，现在是晚上，可能不好抓，所以我就没有贸然行动。二哥，你做的对。赵文木想了想，接着说道：这样，大哥你去李叔家把他养的那几条狗借来，二哥你去盯着他们，我去叫上文远跟二牛，马上就来。二叔，一头倔驴1000块，这是答应你的2000块，去街上集。一位来着粤省的大老板风尘仆仆的找到赵文木。赵老板，你的货还不打算出吗？现在市场价才1块5，我已经出到1块6了，说不定哪天蘑菇价格就下跌了。现在干蘑菇奇缺，因为国内突然大量的蘑菇都销往海外，这让客商们跟无头苍蝇似的乱撞。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手里有货的，竟然迟迟不愿意卖。这位赵老板是唯一的货源，派出到其他几个县的人全都无功而返。如果不能把赵文木这批货吃下，自己家就要断货了。一旦断货，势必会对那些长期合作的大客户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对方以后恐怕都不会跟自己合作了。所以沈从武心里面抓耳挠腮，这个着急啊！沈老板，不得不承认，您给的价格很有诚意。沈从武忍不住眉头一挑，对方这是准备答应了。但是干蘑菇的价格还在持续上涨，您相不相信年前它就能突破2块钱？赵文木斩钉截铁地说道。省国营干货厂的刘经理和你们阳城的马老板同样对这批货很感兴趣。沈从武的心头砰砰直跳。马不慌，这个老匹夫竟然真的来了。
他们两家一直在争夺粤省的高级酒店等大客户，最近尤其剑拔弩张。对方一定是嗅着自己的味道来了，这个该死的老狐狸！沈从武一下子就不淡定了。赵老板，我是诚心诚意来买你的货，你也不妨开一个价格。不管怎样，绝对不能让马不慌抢先了。沈老板，我的价格就是所有蘑菇木耳1块8毛8一斤，你们3家都有吃下这批货的能力和意愿，所以谁先开到这个价格，我就卖给谁。2块多一斤那是最高价，我这么大量的货自然不可能全卖在这个价格。沈从武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看得出很纠结。好，我考虑给你答复。沈从武就要离去时，身后传来赵文木的声音：“沈先生，时间不等人，还望早做决断。这个价格肯定卖得出去，就不知道哪家会捷足先登。不过根据我的观察，只能是沈家或者马家，这2家应该是竞争对手。这会儿短兵相接，必然要决出胜负。不过对比沈从武，马不慌显得更加淡定，不一定会很快做出决定，所以大概率就是沈从武这边了。”下午，荣方怡带着几个包裹来到赵文木家。这些都是荣方毅托荣仁义从湘江寄过来的吃的用的玩的，一是当做礼物给赵家兄弟姐妹，二是这些东西都是荣心怡喜欢的，看看能不能对恢复记忆有帮助。哇，可口可乐，还有薯片。荣心怡一眼就叫出了这些东西的名字。赵静别说吃了，瞧都没瞧过，除了吃的还送了很多衣服、包包、化妆品。看得出来，荣心怡以前真是一个豪门千金，都是些奢侈品，包包有驴牌，还有香奈儿丝领古驰10几个包，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稀罕品，国内没有的少见的。荣仁仪这也是在敲打赵文木，别忘了2人的约定了。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相处，现在阿星跟荣哥已经亲近了很多，可能都不用自己送小秋跟他一起去湘江了，但自己肯定还是会去玩一玩的，而且也有自己要做的事。这里的是电话电脑。荣方毅指着另一个包裹说道：“电话线这几天就会通过了。这会儿国家还不允许私人安装电话，还要过个1、2年政策才放开。不过有荣家的面子在，开通电话只是几天的事情。多谢荣哥荣叔了。”小赵客气了。这回电脑在国内绝对是新鲜事物，电话的话以后出门有急事也方便联系家里。最后大哥二哥家只收了些家里用的，像是衣服、化妆品这些，大嫂跟二嫂都说自己不适合。确实那些衣服款式很新奇很独特，颜色也不再是黑白灰。郑美云看到这些衣服后倒是十分兴奋，两眼放光，像是打开了新大陆一样，一个创业计划在她脑海中渐渐形成。次日店里还没开张，沈从武又来了。赵老板，1块8毛8，我全要了。一见到赵文木，沈从武没有寒暄，直接表明来意。好，什么时候交易？果不其然，跟赵文木预想的一样，这批货是沈家吃下了。沈家确实有些能力，竟然直接叫来了好几辆大卡车。赵学雷也十分关注赵文木的干蘑菇，这批蘑菇能不能顺利卖出去，关系到山前村明年很大一笔收入呢。眼下这批蘑菇终于出手了，他心里一块大石头也落了地。赵老板，你看下，一共是182744斤，总价格是343558块钱。赵文木老家里，沈从武把统计好的数字递给赵文木，赵文木比对无误后，沈从武当场结清了货款。不过清点钱款用了1个多小时，直到钱货两清，赵文木发话了，大卡车才离开山前村，在确定收到钱之前，自然不可能允许他们离开，否则卡车跑了，只剩下一个沈从武，那岂不是亏大了？沈从武一条命可值不了34万，二叔一头倔驴1000块，这是答应你的2000块。赵学磊笑了起来，算你小子还记得这事。最后在郑光明的护送下，去银行存下30万，留下4万多散钱，是过几天要给大家的奖金和分成。经过那事之后，许鹏也端正心态，在工地上努力工作，虽然很累，但他却比以前快乐很多。而且他还打算明年就下海经商，这年代卖什么都赚钱。但至于他能到什么高度，不得而知。毕竟是因为赵文木而改变的人生轨迹，他也时刻把赵文木的话放在心中，督促自己变得更好。什么？多少？蘑菇赚了多少？赵文木借着前世的记忆囤下20万斤干蘑菇，然后以35万的高价卖给粤省大老板，家人们都震惊了。续接上集，赵文木新家，大家围坐桌前，桌上是一捆捆的大团结。赵文木直奔主题，今天叫大家来是为了把钱分一分。收蘑菇咱们一共投入了12万2900块钱，其中我出了11万6200块，大哥3000块，二哥3000块，二姐700块。虽然在便民广场的小龙虾摊开业以后，赵文木已经不缺钱了，但是他仍然说服几家亲人投资了收蘑菇这项业务。有钱要大家一起赚吗？蘑菇一共卖了34万6758块，其中包含了前些天卖给国营饭店的3200块，净利润一共是22万3678块钱。说完，全场一阵沉默。片刻，赵文广突然大喊道：“多少？赚了多少？”这句话仿佛是水滴落在油锅里，现在气氛瞬间爆炸开来，大家激动的吵吵嚷嚷。22万3678块钱，二哥，22万！哎呦，我肚子疼！宋云激动地站起来喊着，突然手捂肚子坐了下去。22万！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赵文林脸红得跟猪肝一样。
按照大家的出资比例，赚到的钱，大哥、二哥家分别能分到9000块，二姐能分到2500块。当听到各自能分到的钱数时，赵文林、赵文广都是呼吸一滞。啥都不用干，只是出了3000块钱本金，短短4个月不到就赚了6000块钱。一个月薪30块钱的普通工人，足足15年的工资，在平阳县城可以买一套很好的房子。二哥，咱们也是万元户了，咱们也是有钱人了。大家都很高兴，跟着小弟1年就赚了这么多钱。大哥家更是立刻表示要买房。日子一天天过去，新年的脚步声悄然来临。在客人散场后，大家齐聚一堂。农历1980年的营业到此宣告结束了。宋文远、宋冠军几人从小仓库里搬来一袋袋大米、植物油和猪肉、棉布、白糖等。饭馆大厅灯火明亮，正如同每个人的眼睛，闪着耀眼的光芒。从3月份开始挖野菜，到后来贩野味、收蘑菇，以及摆摊开店、养小龙虾，小1年时间，大家都辛苦了。说完，赵文木朝着所有人鞠了一躬。从明天开始，老赵家小龙虾馆就歇业了，一直到正月16。猴年咱们做的不错，大家安安心心过个好年。我在这里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赵文木看着大家，大家看着他，全都不自觉地笑了起来。每个人心里充满了喜悦和幸福，一种名为成就感的东西在心间流淌。这些日子，大家的工作都很出色，有功当奖，所以我决定给大家每人发一笔年终奖。赵文木说着，从地上拎起一个挎包，一捆一捆的从里面往外拿大团结。众人全都屏气凝神看着。赵文木买来了一大批大米、猪肉，这些物资他们是知道的，都是昨天和今天陆续到的，都隐隐猜测着是要发给大家的，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还有钱。三哥，年终奖是什么意思？钱二牛对这个从未听说过的新名词有些好奇。二牛，年终奖，顾名思义，就是年末给大家发的奖励。赵文木接着用更大的声音说道：“大家今年干得很好，年终奖自然少不了。”这下子大家都明白年终奖到底是什么了，而且看这意思，只要好好干，以后每年都会有年终奖。今年的年终奖是1个月的工资，每个人额外发1个月工资。赵文木大声宣布这一结果，大厅里又一次充斥着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平时工资已经够高了，所有人根本没有奢望年底还能额外发一笔钱，更何况是1个月的工资，意味着少则200-300，多则500块，不是一笔小数目。年终奖完了，还有过年福利。过年福利有大米油、猪肉、白糖、棉布、红糖瓜子，福利按人头发放，每个人都一样多。赵文木爆出一长串年货来，不得不说，这些东西差不多够一家人凑合过个年了。而且食物的冲击性远比金钱要大。当然，这里不止后市，后市过节人们还是更喜欢红包的。腊月26，过年的热闹气氛浓郁起来了，大家都在忙着打扫卫生、置办年货、贴春联、蒸年糕、蒸馍馍。这个年代物质虽然不丰富，年味确实特别浓，大人小孩都在盼望着过年，跟后世完全不一样。后世很多成年人其实是讨厌过年的，过年要去面对整年都没有什么交流的亲人，要被3大姑5大姨催结婚、催生娃。过年感受到的是焦虑与无奈。不仅如此，全国各地还有禁燃令，不像这个年代，大家虽然穷，却可以开开心心的放鞭炮，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时不时在村子里响起。山前村这天也会杀猪分肉，赵文木听到广播也是开始前往养猪场。每年冬天杀猪分肉，那都是村里最红火热闹的日子。到了养猪场，已经围了不少村民，看到赵文木过来，众人纷纷热情地打招呼。小木来了，这几天应该在村里过年吧？陈支书背着手问道。是的，陈叔，城里哪有老家热闹？不过也欢迎大家去我那新家喝茶。赵文木笑着回答。赵学磊也接口道。县里到山前村也不远，阿木以后多回来陪叔叔伯伯们聊聊天。就是。正说着，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此起彼伏鸡叫声。赵文木转头看去，发现是王大爷正赶着一大群野鸡上山呢，浩浩荡荡的，少说也有1-2千只。二叔，这些都是村里养的野鸡吗？看着不少啊。赵学磊笑笑。是的，你之前不是说要自己养只野鸡野兔吗？开始确实遇到很多困难，不过也都过来了。那现在村里有多少野鸡野兔？野鸡5000只，野兔2000只。多少？赵文木有些惊讶，他着实没想到养了这么多了，怪不得每天供应给自己的野味这么稳定。这么多鸡兔，咱村里有那么多草料吗？呵呵，守着那么大的几座山，还用啥草料？山上多的是他们吃的东西，而且今年大丰收，像是小麦、玉米等等也拿出了很多来喂养。说完，赵文木反应过来，没养之前自己捉山上的都捉了不少，肯定是够吃的。这时陈支书发现赵文木是空手而来。小木，你咋连个盆都没拿就过来了？等一下咋分肉？赵文木先是一愣，随即笑着说道：“光想着看热闹了，都忘了分肉的事儿了。今年分的肉多吗？”今年村里养了50多头猪，除掉卖的，每人至少能分5斤肉。你们赵家连大带小能分9个人的，40-50斤还是有的。赵文木笑了笑说道：“我二姐出嫁了，还能分1份。阿军是嫁了，这不是又回来了吗？回家了自然有他1份。那谢谢二叔陈叔了。”赵文木想了想，再次说道：“对了，二叔陈叔，我看今年猪也不多，咱要不就别卖了。”别卖了，你的意思是全给社员们分了？
赵学磊惊讶地问道。对，50头猪全杀了也就8、9千斤肉，咱们村大大小小600多口子，全分了一个人也就10斤左右，真没多少。接着赵文木继续说道。再说了，就这么点肉，卖完之后每个人也就能分个7、8块。今年大家都没少分钱了，也不差这点。在这个年代，很多家庭一年到头也就过年这时候能吃上一顿猪肉，而且是按抓阄的方式给每户人家分。经常有因为分到不好的部分而闹不愉快的事。以前没办法，现在赵文木有这个能力带大家伙过上好日子，就想让所有人都好好吃一顿。实在不行，该出多少钱我出了。见赵文木说出这话，两位干部心头一颤，互相看了看对方，配合了几10年的老搭档瞬间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你出什么钱？今年小木你带大家伙都赚了钱，不卖猪了，这是相信大家都愿意的。是啊，既然阿木你这样说了，那今年咱们村里的肉就不买了，全分给社员们，大家好好过个肥年。续接上集。哎呀，赵文秋同志，你好，你好。赵文秋在赵文木的提点下改好了稿子，两人来到公社投稿，寄到大学学报。老徐，我要寄信。是来寄信的呀，寄到哪里去？寄到京城。京城呀，京城需要8分钱。赵文秋把稿件递上去。这是什么资料？这是一篇论文。论文啊，论文可太重要了，要不你寄一个挂号信吧，不贵不贵，就1毛2分钱。听说手里的稿件是论文，老徐神色顿时严肃认真起来。那行，就寄挂号信吧。小郎，拿一个今年的生肖邮票过来。这是今年的生肖邮票，图个好彩头，肯定能发表。小王递过来2张小小的邮票，一张白色背景，上面有一只色彩斑斓、线条凌乱的公鸡，右侧写着中国人民邮政8分，这就是1981年辛酉鸡年贺岁邮票。赵文木突然想起来，1980年的生肖邮票不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猴票吗？这玩意儿价格涨了10多万倍，单张价格差不多1万块钱。老徐，去年的生肖邮票还有吗？去年的啊，就是那个丑不拉几的猴子呀。老徐想了一下，看来对这个猴子很不满意。小郎，我记得去年的生肖邮票还有吧？有了，还有整整1版呢，大家都不愿意用。小王说着低头翻找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拿出一大张邮票来，整整齐齐80个懵逼脸的小猴子。不得不说，这位老先生的画风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不过这整整1版猴票，价值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玩收藏的人都知道，一套跟一个的区别可不是倍数关系，而是指数拉升。回到家里，赵静看赵文木带回1版邮票，有些疑惑。小弟，你咋还买了这么多邮票？还花了70块4毛钱呢。我说三哥就是嫌钱太多了。这个小猴子还挺可爱的。小秋，这猴年纪念邮票是咱们全国第一次发行生肖纪念邮票，还是国画大师亲自画的，总发行量也不过500万枚。赵文木开启了说教模式。这一枚猴票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还有工艺水平的原因，最终成品还不到500万枚。以后生活条件好了，城里会有越来越多人收集邮票，所以说这猴票肯定能升值。这话赵文木说的很有底气，毕竟收藏界流行这样一句话：一枚猴票1辆车，1版猴票2套房。虽然有些夸张，却也体现出猴票的收藏价值。两姐妹震惊地张大了嘴巴，赵静也是小心翼翼地把邮票收了起来。晚上，杨雨萍一个人睡在床上，老婆跟孩子她昨天送回了娘家。这时，门外传来开锁的声音，片刻，一个黑影走进了房间。他径直来到床边，接着从身后拿出了一把刀，朝着床上就是一顿乱捅。次日上午，正在打扫院子的赵文木听到一阵汽车轰鸣声，是杨雨萍的吉普，他听出来了。接着，庞青云走了进来，只有他一个人。庞大哥，怎么了？又有什么事吗？赵文木有些不明所以，是凶手有线索了吗？庞青云突然大笑起来，神了，真的是太神了！他激动的大力拍着赵文木肩膀，赵文木疼得龇牙咧嘴。停！太神了！凶手抓住了，他竟然真的想去杀老大，结果被老大一枪撂倒。不许动，放下武器！杨雨萍听了赵文木的话，一直高度戒备着，凶手这才反应过来中计了。他慢慢放下了刀，就在杨雨萍看向刀的一刹那，凶手竟然拔出来了枪，说是快那时快，他就要扣动扳机，被杨雨萍先一枪击中脑袋。杨雨萍好歹也是前军事比武冠军，这凶手用刀是个厉害人，却要跟他比枪。老大还在给上级写报告，暂时过不来，托我给你说声谢谢，改天他再亲自登门致谢。这可又是个大人情，往小了说是帮他们积攒了功劳，往大了说是有可能救了杨雨萍全家。这一点赵文木想得到，庞青云想得到，杨雨萍自然也不例外。凶手什么情况？他为什么作案？说到这个，庞青云就来气。真是无妄之灾！凶手是黑省槟城市人，来咱们这儿探亲的。他原本就有些心理变态，属于对社会不满的那一类人嘛。结果就在汽车站起了点小冲突，被人一句话刺激到了，这就想着搞点大新闻，证明自己是个人物。
赵文木又详细询问了一下具体情况，大概能够确认就是那个人了。那为什么换了作案地点呢？赵文木想了好久，可能就是因为自己这个变数已经影响了很多事情，就比如原本已经殉职的杨雨萍现在还活着，前世平阳县并没有便民市场，现在他已经是平阳县举足轻重的存在。所谓蝴蝶效应吗？谁也不能确定一件小小的事情间接引起的影响会有多大。凶手落网了，赵文木也放下心来，他收拾了下就去了国营饭店。这几天李国富天天求他教国营饭店烤鱼，烤鱼可是小龙虾饭馆除了小龙虾第2大独家招牌菜，哪里会轻易传授给别人？李大哥，这铁锅炖大鱼和鱼头泡饼都给你们国营饭店了，是不是就不要惦记我的烤鱼了？赵文木坐在国营饭店宽敞明亮的大包间里，桌上面有一个巨大的跟锅一样的碗，里面就是他的经典名菜铁锅炖大鱼。李国富满面堆笑，简直是合不拢嘴了。这个铁锅炖大鱼制作简单，食材也不贵，但是用这个大锅盛出来又好吃又有排面，绝对可以成为一道招牌菜，赚了，赚大发了。原本他确实是觊觎赵文木的烤鱼来着，现在有这2样足够了。小赵，你这些都是从哪里学的？你这浑身上下都是宝啊！前些年鬼混，遇见一个邋遢老头，教了我这些东西。李国富感叹道：“我咋就没遇见这样一个老头呢？”哎，我说你是不是要好好研究下自己的菜品啊？以前的你可是会的很多的呀。以前我们认识。李国富一脸疑惑。赵文木咳嗽了几下，扯开这个话题。李主任，还是老规矩，这2个菜品可以推广到全市国营饭店，但鱼必须由我提供。谈生意的环节就不能哥哥弟弟了，必须李主任。没问题，包在我身上。这边谈着生意，另一边也有人憋不住了。这个小姑娘就是郑美云，在前世是赵文木的死对头，这回正准备开始人生的第1次创业。农村小伙找工厂谈合作，却被对方瞧不起，说他是个乡巴佬。续接上集，自从郑美云看到容仁义从湘江寄过来的衣服后，她就萌生了卖纽扣的想法，于是找到了赵文木。美云，为什么不是卖衣服而是卖扣子呢？赵文木自然得先了解市场行情。三哥，衣服我想过，但还是决定从纽扣做起，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自己做衣服，纽扣的需求量很大，还有纽扣基本都是那2种，很多人都说不好看。我见过捕虾致富的，从没见过捕鲸鱼致富的，这是马老师说的一句经典名言，可不要小瞧这不起眼的纽扣。在没有钻石珍珠的年代，纽扣就是最好的饰品，而且这年代马上服装制造行业会迅速发展，需要的纽扣会很多。赵文木对郑美云卖纽扣的想法是看好的。这是我设计的几种新纽扣，荣先生的衣服很漂亮，抛开设计，我觉得那别致的纽扣是衣服重要的衬托。赵文木接过设计稿，有笑脸形状的，还有玫瑰花形状的，另外几种是在普通纽扣上加了纹理的。对比现在全是纯黑的圆形扣，这肯定是让人眼前一亮的设计。三哥，我向那些商贩打听过了，售价是进价的2倍，实际出厂价更低。我想找代工厂批量生产。那代工厂找好了吗？找好了，全城市就有1家。小姑娘这是做足了准备。赵文木又在草稿上画了几种纽扣，都是适应当下、通用性比较高的。美云，你把这些设计稿再完善一下，包括每一枚纽扣的具体尺寸材质，一定要弄仔细了。最好每一个款式都有几个不同的尺寸，尺寸把握不准的话，就去问问那些裁缝，做各种衣服分别用到什么类型的纽扣，然后做一个详细的计划给我，我给你投资。赵文木自然是相信商业奇才郑美云的眼光。真的吗？郑美云有些不敢置信，接着又赶紧重重点头。谢谢三哥，我现在就回去准备。次日，郑美云带着完善的设计稿和计划书，跟赵文木来到了全城市纽扣代工厂。同志，我想在你们这儿定做一批纽扣，能帮忙给领导递一下话吗？你是哪个单位的？有这少事吗？我没有单位，就是自己想定做一批纽扣。那不行，我们只接受国营单位的订单。警卫态度很坚决。赵文木伸手从怀里掏出一盒烟，又取出一张大团结放在烟盒底下，递给中年警卫。同志，你帮忙通报一下呗，也许领导就同意了呢，对吧？问一下总没关系吧？赵文木一套动作，看似遮遮掩掩，又全然在警卫眼皮底下。是啊，那我帮你问问，但丑话先说好了，领导可不一定会答应这年。这时赵文木注意到有个小姑娘在厂区门口的垃圾堆里捡着什么，警卫看见了冷哼一声，又是这个小姑娘。见赵文木有些疑惑，他接着说道，好像是从囚徒这来的，经常来这捡扣子拿回去卖，就那些个不要的扣子能卖多少钱？说到这，赵文木突然想起来，好像前世就是有个小女孩在隔壁县纽扣厂捡了一些纽扣带回家，然后竟然卖了100块钱。后来越来越多人卖纽扣，成就了后世扬名海内外的纽扣之都，让那座偏僻小镇写下了一段辉煌的历史。警卫过了大概20分钟才回来，但似乎有些不太高兴，估计是被领导训斥了。马科长同意见你们了。老哥，这位马科长是？赵文木随手悄悄将折叠起来的一张大团结递给了警卫。
就是负责销售业务的，不过是一个副科长罢了，整天那么着摆着一副架子。警卫语气里满是不屑，似乎对这位马科长很不满。赵文木心想，今天的合作怕是有点悬。果不其然，到了马科长办公室，人家站都没有站起来迎接，办公室里甚至连凳子也没有。马科长，我们想定做一批纽扣，不知道柜场愿不愿意接单？赵文木直接表明来意。哦，小兄弟怎么称呼啊？哪里来的？姓赵，平阳县山前村。你们想定做什么样子的纽扣？要多少货？谈到生意，马科长眼睛里闪过精明，更多的则是不屑。几个乡下人也敢来我们国营大厂下订单，第一次有私人来这儿定做纽扣，让你们进来，不过是好奇到底什么人这么无知无畏罢了。美云，你来说一下，口述尺寸颜色即可。郑美云有些激动，拿出设计稿递给马科长，但马科长瞧都没瞧，这让赵文木差点发火的。马科长你好，我叫郑美云，我们要定做一批塑料材质半径。郑美云将各个型号的尺寸和对应的颜色描述了一遍。小号、大号各需要2万枚，中号5万枚，一共18个型号，也就是54万枚纽扣。按照每枚6分钱的计算，差不多是3万块钱，不算一笔小订单了。却没想到马科长态度巨变。小姑娘，你知道54万枚是什么概念吗？马科长拿起设计稿看了下，反而更生气。你们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张口闭口几10万枚。郑美云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一下吓到，赵文木捡起设计稿，把郑美云拉到一旁。这些乡下人根本什么都不懂，他们想要的这种纽扣比普通纽扣生产复杂了不少，成本至少要提高40-50%，每一枚出厂价估计能有8分钱，8分钱差不多就是4万3千块。一群土包子，你们知道要多少钱吗？什么档次跟我谈4万3千块的生意？还有这设计稿的纽扣都是些什么玩意？马科长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自己的位阶被蝼蚁鄙视了，所以他看上去有些歇斯底里。赵文木本来很生气的，但见这马科长如此鼠目寸光，倒觉得不必跟这种人生气。他示意郑美云走了，即将走出办公室的一瞬间，赵文木拍了拍郑美云手上的马牌包包。马主任，这个马牌包14400块美元。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马科长先是一惊，随后反应过来，立马不屑道：乡巴佬真喜欢装，你们知道什么是美元吗？你们不仅羞辱我的身份，还当我是傻子。假的，假的，这马牌包我怎么不知道？赵文木跟郑美云回到家后，小姑娘把包包拿了出来，表情里又是震惊又是不好意思。三哥，这包包真的要那么多钱吗？那这太贵重了，你给回阿欣吧。大概那个价吧，国内可还没有这款包哦，你确定不要？看到郑美云不舍的表情，赵文木笑笑，荣叔买了很多，本来就是送你们的，你不收阿欣会以为你不喜欢哦。喜欢喜欢。郑美云高兴地收下，但马上又十分失落。第一次创业就这么出师未捷身先死，实在是心有不甘。而且马科长还说他的设计稿狗屁不是。赵文木拍拍他的肩膀，美云，我们自己开厂，自己生产。阿木，你放心，咱村里当然全力支持你。去街上集。正月16，小龙虾饭馆正式开业。年后的第一桌客人就是店里的所有员工，所有人在店里吃了一顿丰盛的烤鱼大餐。然后赵文木给每个人发了一个红包，所有人的金额都一样，10张大团结。钱二牛忍不住偷偷拆开看了下。宋文远问他多少钱，他就一个劲的傻乐，笑得合不拢嘴，这让其他人都心痒痒。今年开始，文远、二牛、刚子，你们3位主厨每个月工资提到400块。赵文木说完以茶代酒，敬了3个人一杯。这会儿他们几个一个个面红耳赤，喃喃着不知道说什么好。结果是钱二牛先说话了，他端起酒杯又放下，想了想，干脆拿起一瓶白酒。三哥，啥都不说了，都在这酒里了。说完举起酒瓶就要开始干。二牛，少喝点你，咱不整这些玩意儿。3个人红着眼睛坐了下来，尤其是刚子，坐下来就开始抹眼泪。赵文木没想到一群小伙伴竟然感情戏这么丰富。师傅，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大牛、冠军、大明，你们的工资是1个月300块哦！谢谢3个，新的一年咱们继续加油，祝我们新的一年生意兴隆，祝我们之间的友情长长久久。大家都一口闷，都笑了起来。还没开始收蘑菇，所以人手充足，所以赵文木是比较闲的，所以就被老爹抓去插秧了。小弟，美云的事怎么样了？这几天我看郑大哥挺愁的。咋的？还关心起人家来了呀？被赵文木这么一说，搞得赵文军有些不好意思了。美云是郑大哥的妹妹，那就是我的妹妹吗？不是，我是说我把美云当妹妹。对啊，人家是郑大哥的妹妹，你当她妹妹没问题。不是，跟郑大哥没关系。赵文军气得走开了。老三，阿欣怎么样了？阿欣跟荣哥回去了，这会天天寄信给阿静说想回来呢。看来这小妮子是在那边也没有朋友啊。毕竟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干农活了，赵文木还有些不太适应，干了没一会儿就腰酸背疼。老三，咋了？成大少爷了，干不动活了？老爹赵学海看他干一会活就不停抻腰扭脖子，颇有些不爽。老一辈人眼里，不论干啥都不能忘本，什么是本？就是土地。这时赵静带着囡囡过来了。
爸爸，爸爸。赵文木看到赵静腰疼，不存在的。小弟，杨局长找你呢，说是关于纽扣的事。你赶快去吧。赵学海自然懂得轻重，抓他来干农活本来就不是真要他干多少活。赵文木老家，杨雨萍提了很多礼品。杨叔，你来了呀？来就来，不用带这么多东西啊。小赵啊，你又救了我一次了，没你的提醒，我可能就死在这歹徒刀下，甚至我的家人也得跟着遇害。杨雨萍对赵文木很是感激，他也很早就知道赵文木不是一般人，经此一番日后他的话，他更是得放心上了。杨叔，我也就是猜测，这没想到真是盯上你们了，不必介怀。本来前些天就想登门致谢的，但这也没什么东西谢，你什么都不缺。这不刚知道你纽扣的事吗？生产设备我一个朋友有，而且正在转手，这不巧了吗？所以我赶紧来找你。真的吗？那太好了，我主要愁的就是生产设备。赵文木很高兴，纽扣的事终于有着落。在这个年代，工业品，尤其是生产设备类，那可是供不应求。就在咱们隔壁昌围地区临昌县纽扣厂，他们年前，其实是去年上半年了，订购了一批生产设备，结果前几天收到货又不想要了，就想找人接手。说到这，赵文木脸色变了，是不是有什么古怪？可别一不小心当了接盘侠。他们为什么不想要了？该不会是设备有什么问题吧？没有，这批设备没有问题，是我几个朋友，虽然是生意人，但在质量这种诚信问题上还是可以的。我也一再确定了才放心来找你的。杨雨萍也是个谨慎的人，她自然是做了一番了解，不然这么大的事情，随随便便给赵文木说了，一旦出什么事儿就不好说了。是这样的，为了响应政策号召，临昌厂马上就要迁到宜水，你知道的，这种事情都是省里摊派的，地方上并不愿意，所以他们想把这批设备卖掉。这个解释倒也合理，就跟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对口支援不发达的西部地区一样，只不过是省内的一种转移支付罢了。没想到竟然会是这么大手笔，直接将一座工厂搬迁。按理说，一般情况下是让临昌厂支援一批设备和人员，帮助当地建厂，怪不得当地要把这批设备处理掉呢，不然岂不是亏大发了？既然这样，赵文木还是很感兴趣的。正常情况下，要想搞到这样一批配套且完善的设备可不容易，不知道这批设备多少钱？一共好几套设备吧，包括冲压机、磨粉机，还有全部的附属设施，运回来安装好就能使用。设备年产能1000万粒纽扣，价格比较高，我问过了，底价11万，他们进货价就是这么高。赵文木想了想，设备价格真是高到离谱啊，不过心里还是有点激动。价格是有点高，但都开厂了的话，肯定就不是小打小闹，而且自己那几十万存款放着不动才是最亏的，钱只有流通起来，才能创造最大收益。行，杨叔，我商量商量，明天给你信儿。大事还是得跟家里那位领导商量一下，虽然领导实际上基本不会发表什么意见。好，那小赵明天见。赵文木心家，小弟，你想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你去吧。赵文木跟赵静说了办纽扣厂的事，赵静拿出其中一本存折给赵文木，这张存折上有177400块。谢谢媳妇，媳妇太好了。有个做什么都支持自己的另一半，是一件幸福的事。赵文木又联系了郑美云，小姑娘听说纽扣的事情有着落，别提有多高兴了。美云，如果我把完整的纽扣厂交到你手上，你有没有信心把它经营好？郑美云又惊又喜，没想到赵文木竟然这么相信和支持她。真的吗？我们真的要开厂？三哥，交给我经营吗？我能行吗？美云，你肯定能行，好好干，打那马科长的脸，让他知道自己愚蠢的行为。郑美云仔细想了一会儿，然后狠狠点头。三哥，我一定会把它经营好，超过全城纽扣厂。随后赵文木领着他去了山前村，二人自然是为了考察厂区选址来的。他打算把厂房建在山前村。阿木，你放心，咱村里当然全力支持你，土地免费租给你都没问题，就是你能不能保证至少40%员工从村里招人？招工了，招工了，纽扣厂招工了，去街上集。土地免费租给你都没问题，就是你能不能保证至少40%员工从村里招人？赵文木已经习惯了，对方每次都要讨价还价，每次都要跟这位二叔斗智斗勇一番。二叔，这个我不能保证，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员工，这活咱们村的人不一定干得了。咋就干不了呢？不会的话，咱可以学习呀。赵学磊一只手抄在身后，一只手举在半空，颇有伟人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气概。你不能小看咱农民阶级，咱们也是新时代的主人公。是，咱是主人公。二叔，且不说那些机器价值10多万，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是用电的，很危险，一旦操作不当，很可能出大事。反正只要能行，我一定尽可能从咱们村招人。如果实在不行，那我也没办法。这是赵文木的真实想法。山前村这么小，大家都沾亲带故的，他可不想出事故导致谁死了，谁残疾了。行，我知道了。不管怎样，我还是那句话，村里全力支持你。地方看好了吗？二叔，场地我就要面前这块荒地。这片荒地可以啊，
你要多少？赵学磊一听他只要这片荒地，自然是分外高兴。这片荒地鸟不拉屎的，种上颗南瓜都不结果，拿来建厂房那太合适了。全要。路南一直到河边的一整片荒地，往西到村子边上的泄洪沟，往东到小坝，这一片我全要。你全要？这一片荒地至少有150亩，你要这么多干什么？赵学磊被震惊到。二叔，纽扣只是个小小的开胃菜，以后还可以做拉链、做服装，能做的东西多了去了。我要这么大一片地，那还不是想着以后这些全都放在咱们村吗？赵文木随口画了个饼，赵学磊打了个寒战，郑美云也又惊又喜。好，这块地我来给你解决。租金呢？这么大一片地，要是不给租金，可就说不过去了。纽扣厂10%的股权如何？用这片地30年的使用权换纽扣厂10%的股权。赵文木就等赵学磊这句话。纽扣厂总投资大概10多万，土地使用权折合10%股权的话，按目前价值来算为2万上下，一个还算合理的价格。等等，这个事情不能这么简单的计算，你小子啊，算计到我头上来了。这是私人资本主导、集体资本参与的合资经营，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初步探索，始自1984年，这会儿才1981年。这种股权形式的公司合营，当下还是非常少见的。阿木，这样能行吗？你觉得县里会给批吗？不给批，县里肯定不给批。赵文木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县里不给批，你还说啥？那不行，这不是拿你二叔开涮吗？说实话，赵学磊本来挺心动的，因为要是能跟赵文木合营，以后肯定好处多多。二叔摸着石头过河，也总要有人走在前面吧？实在不行，只能求助刘副市长了。对啊，还有这尊大佛呢。刘青山刘市长可是很看好你的。赵文木这话提醒了赵学磊，要是还是不行的话，就只能跟生产队签订挂靠协议了。不管怎样，纽扣厂的施工建设在次日就热火朝天的展开了，浩浩荡荡的一群建筑工一刻不停的工作着。几天后，赵文木便从临昌县运回了那批设备，并且还把总工程师还有几名操作工人挖了过来，也不能叫挖，可以说是合作。他们这些人家都在临昌县，难不成以后搬到沂水县去？两地通勤更不可能，太远了。所以当细心的赵文木看到满面愁容的陈学坤时，便抓住机会以2倍工资聘用了他。自己建新厂最需要的是什么人？自然是懂得机器设备运作使用和原材料调色配比的人才。而其他操作工人呢，则是为了培训村民们。陈工，这些设备要是正常运转起来，需要多少名工人呢？总工程师陈学坤想了想，如果是全部机器运作的话，冲压成型设备以及附带的进量筛选设备大概需要14名工人，原料车间还需要大概6个人。除此之外，辅助的包装、筛选、运输等环节预计需要40赴50人。也就是说，你这个厂子要运转起来，大概需要20名技术工人和50名左右的普通工人。好，我来招人。招工了，招工了！纽扣厂招工了。技术工人要20人，要求识字，有一定文化水平，年龄在25岁以下；普通工人要50人，年龄50岁以下，男女不限。招工的事情交给了赵文广和宋云，两人在山东头村和山前村招聘，符合条件的人之后再交由赵文木统一面试。没做过的可以吗？可以，技术工人跟普工都会进行培训，符合条件、身体健康、想赚钱的就可以来。那得多少工资的？技术工人试用期内月工资40块钱，试用期结束工资60块钱，普通工人工资一律是40块钱。这个工资水平跟城里比较好的厂子差不多。在80年代初期，工人普遍工资在20到80块钱，自然不能跟赵家人和宋文远他们几百块钱工资比。他们都是跟着赵文木从卖野菜一路走来的，而且是赵文木的家人跟伙伴。但是对农民来说很高了，算是中高水平了。招工的事情自然很顺利，能进到工厂稳定的上班，稳定的收入，村民们都很兴奋。也有很多人懊恼自己没读到书，知识的重要性在这个大时代逐渐从方方面面展现出来。就像后世一样的，高学历的可以有好工作，没学历没技术的只能做个又累工资又低的普工。另一边，赵文木前些天写了信给刘青山，就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问题，没想到刘青山竟然直接来到了赵文木家。小赵同志，好久不见啊！刘大哥，哦不，刘市长，去年的帮助谢谢你了。小赵不必客气，都是为人民服务。你所说的合资经营试点具体是怎么样的？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客厅里，刘青山兴致勃勃地跟赵文木讨论着所谓的新模式。这本来是通过外企与国有企业合资合作的案例，而在1984年颁发的政策，此刻在平阳县城提早了日程。小赵同志，静云厂的事情你就安心等消息吧。不管怎样，这个试点我一定要争取下来。
据街上集，在刘青山的帮助下，市里特批缙云纽扣厂作为试点经营企业注册成立。在震天的鞭炮声中，缙云纽扣厂正式开业。县政府因为新政策的试点，赵学磊因为生产队的股份，李国富因为彼此的交情，都前来送上贺礼。开业仪式结束，陈学坤马上就忙着调配原材料和机器设备，制作出想要的颜色和花纹来。这项工作需要不断重复，十分考验一个人的专业技能和经验技巧。这批纽扣，他从刚一拿到设计图就喜欢上了。制作出这样的纽扣，才能体现出他作为高级技术人才的价值。相比之下，以前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陈学坤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老工人则在带着新员工，这会儿没有什么勾心斗角。赵文木给的工资也很高，所以都有认真在带。新员工对眼前新的事物也都学得很有兴致。办公室里则是在开展缙云厂第一次股东大会。其实现场的股东只有赵文木和股东代表赵学磊。赵文木90%股份，山前村生产队10%股份。赵文木看着手中的绣了6颗纽扣的布条，有些不明所以。美云为什么要把纽扣缝在布头上？三哥，这是我想出来的一个销售策略，缝在布头上的6枚纽扣为一组，不会拆开销售。郑美云顿了顿，因为一般缝衣服什么的，差不多也就是用到5枚纽扣，再留1枚备用，6枚刚好合适。这些布头可以用来缝补衣服什么的，大家就会贪些小便宜，更愿意买下纽扣。这想法是不错的。赵文木不知道郑美云怎么想到的这个，但是也有一个问题，这样的话的多一条工序，那这样效率会不会低很多？只有一小部分货是这样的，也是为了给商贩们打个样子。这下子赵文木明白了，这一批算是样品。二叔，缙云厂以后的管理交给美云，你有啥意见吗？这一次招收的20名技术工人里面，山前村占到了11人，50名普通工人也占到了22人。赵学磊十分满意。要知道山前村总人口只有山东头村的1/3，管理方面的事情都听你的。生产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往厂里派个财务人员，缙云厂的账务要向生产队公开。你是二股东，这个当然没问题。不过缙云厂的财务情况不能透露给外人，包括村民。赵文木想了想，接着说道：当然了，每年的盈亏情况会有详细的财务报告给到生产队，这份财务报告可以向村民公开。生产队归根到底只是个媒介，真正的投资人是村民，所以理论上村民是有权利知道厂子的财务状况的。还有就是以后缙云厂盈利情况下，每年给村子里捐2000块钱，用于扶助困难老人和小孩教育。这是赵静跟赵文木一致商议决定的。不管怎样，缙云厂是借了山前村这块土地经营，这后面也让村民们对缙云厂的好感不断，连厂区门口的垃圾第2天都会自己消失。第一批试机生产的纽扣只有6000枚，主要还是为了检验机器稳定性和工人培训成果。到了下午2点多，该批次纽扣生产完毕。陈学坤满面红光地向2位领导汇报着：赵老板、郑厂长，好消息！好消息！这一批6178枚纽扣，只有144枚残次品，占比2.33%。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毕竟这才是第一次试机。其中12枚因为颜料颗粒没有充分融合，132枚因为机器问题。机器问题主要是工人操作不当，设备运行没有问题。陈学坤大声宣布着：好，干得非常好。赵文木也不吝啬夸奖：美云，你叫郑大哥送一批鱼来，还有啤酒，告诉厨房今晚加餐。缙云厂开门红，自然要全厂工人一起欢庆。对了，美云，我给你弄来了2个销售人才，介绍给你认识下。原来是金小宝跟李三儿，赵文木早就安排的妥妥的。美云，这是金小宝，李三儿你应该认识。我认识，李三儿吗？穿梭在咱们县城各个角落贩卖票据。反正销售这块你们好好合计合计。赵哥，没想到这么快就能跟你做事。金小宝有些激动，在来的路上就差扛着火车跑了。小宝，我京城的4合院有看好吧？金小宝拍拍胸脯，放心吧，赵哥，院子给你打理的敞亮敞亮的。美云，等下你跟陈工说，让他这几天先把设计稿上的纽扣每个做个样品出来给金小宝。小宝以后负责京城那边的市场。接下来的几天大家都很忙，陈学坤自然是忙着那些样品，每个样品都要重新调制颜料和机器的。赵文木本来还觉得给他的任务太重了，但没想到他自从见识了新纽扣的美之后，知道纽扣可以是其他颜色，可以用金属或者其他材料制作后，他就像魔怔了一样，恨不得24小时都工作。郑美云跟李三儿则是找各个摆摊贩、门店老板、裁缝铺，还有供销社推销新式纽扣。现有的纽扣已经不能满足市场，这种新纽扣必然是趋势，而我们厂有信心有实力做得更好。所有纽扣每购买60枚，其中就有6枚就是这样缝在小布条上的，布条不再额外收钱。这个你们可以作为样品展示，也可以稍加点钱卖给客户，1个月内卖不完的，你们可以找我原价退货。次日，正阳大街、广阳大街、城关公社还有一些巷子里，
花纹、彩色纽扣悄然出现，很快就吸引了大量目光。不仅仅因为是新鲜事物，更是因为市场需求，新式纽扣就此爆卖。各位同志辛苦了！首先恭喜我们的新式纽扣一上线就获得市场的热爱。郑美云顿了顿，销售是我跟李萨、金小宝的事，接下来你们只管继续提高产能，必须在1个月内把产能提高到1天28000枚，打好这场攻坚战。我会向赵老板申请一批奖金跟福利。28000枚也就是这批设备的最大产能。郑美云很清楚，新纽扣就像潜伏的病毒，当6万枚、60万枚纽扣出现在市面上时，就会逐渐量变，引发质变，越来越多的商家会自己找上门的。在场的员工的情绪高涨，干劲满满。赵文木这边红红火火，二哥赵文广这边却是翘起了二郎腿，悠闲地躺在摇椅上，再来一口啤酒，甚是舒服。二哥，饭做好了，快来吃饭吧。赵文广正迷迷糊糊，宋云喊他吃饭了，但是才吃了几口，赵文广就放下了筷子。茄子盐放多了吧？他有些不高兴，明明赚钱了，连个像样的肉菜都没有，茄子还齁咸。眼前这个憨厚老实的男人，赚了钱后竟然对老婆做这种事，续接上集。才吃了几口，赵文广就放下了筷子。茄子盐放多了吧？他有些不高兴，明明赚钱了，连个像样的肉菜都没有，茄子还酷咸。是吗？尊嘟假嘟。宋云尝了尝，有些不好意思。二哥，这好像是有点咸哈，下次我注意。他把茄子端到自己面前，把扁豆推到赵文广那边。赵文广直接起身，干脆不吃了。我不喜欢扁豆，你又不是不知道。宋云听到这话愣了愣，他甚至觉得自己听错了，随即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你又是怎么了？赵文广有些生气地问道。这娘们这2天动不动就掉眼泪，这是怎么了吗？这也还没说他什么啊。宋云就这么哭了一会儿，看赵文广没有要安慰他的意思，自己擦干净眼泪，开始一口一口的吃茄子。赵文广就在一边看着，他在想自己是不是过分了。宋云也是忙活了一天了，收拾院子、洗衣做饭，这些事情以往都是俩人一起做的，但跟着小弟赚了钱后，他就觉得日子过好了，要享受享受。二哥，日子过好了，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宋云突然放下碗筷，看着赵文广说道。你又在胡说些什么？赵文广莫名觉得有些烦躁，可能是自己的内疚作祟。你以前会帮着我做家务，会给我买礼物，买不起就自己做一些小东西，你还记得你给我做了什么吗？赵文广想起自己做的竹蜻蜓、小发夹、木头青蛙等等，他意识到自己确实变了。可是你现在到家了就躺着，也不给我好脸色。我给你倒来洗脚水，你嫌烫就冷落我。以前你甚至都不让我做这些，我做的菜，你以前也从来不嫌弃。那些来卖蘑菇的小姑娘，你就对着人家笑。他前面说着，赵文广还越听越内疚。可是说到卖蘑菇的小姑娘，赵文广就有些烦躁了。你能不能别无理取闹？我什么时候对着小姑娘笑了？二哥，你变了。宋云说完就朝着屋外跑去，赵文广愣住了，盯着一旁的木头青蛙发呆。你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宋云哭着跑回娘家，可把景文兰还有宋云老爹宋延信给吓坏了。连赵文广他不要我了，听到这个，老两口悬着的心落了下来。还好还好，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说赵文广不要他了，老两口是不信的。赵文广这孩子也是他们看着长大的，是个老实孩子。你给娘说说，他咋就不要你了？宋云把在家里说的那些话又说了一遍，越说他越委屈。景文兰听完也有一点生气，虽然清楚赵文广不是那样的人，可到底是心疼自己闺女，得让阿广这小子吃个教训。先，你就在家里住下吧。等到第二天，赵文广上门接宋云回家，结果就是吃了个闭门羹，连宋云的面都没见到。阿广啊，你先回去吧，今天小云就在这了。现在赵文广的工作是给缙云厂采购原材料，他只好先去干活。哎，二哥怎么看着状态不对啊？赵文木前脚刚走，就看见垂头丧气的赵文广。从缙云厂出来后，赵文木先去了自家鱼塘，原因无他，第一批新孵化的蜡骨要投放到池塘里了。这一段时间，赵文军可是把这些小龙虾当成自己孩子一样照看着，恨不得扎个棚子住在池塘边。小弟，你看这些小虾多可爱啊！看着能够独立生存的幼虾一个个放进池塘，也就意味着小龙虾的养殖成功了一大半。繁育幼虾这一步至关重要。二姐，以后你的工资提高到40块钱一天，别拒绝，你当得起。有功当赏，亲人也不例外。赵文军点点头。郑大哥，我二姐体弱，以后天冷不要让她下水。赵文木突然对着一旁的郑光明说道：“郑大哥，这件事情如果做不到的话，你以后就不要来干了。”好，没问题。郑光明多少次苦劝赵文军不要再一早一晚下水，可他就是不听。他决定了，下次他要是还不听话，就把他扛出来。赵文木也是挺稀奇的，都已经大半年了，这两人竟然还没有什么进展。现在刘素芳已经对他不满意了。小弟，这是我总结的养殖经验，你看看。赵文军擦干净身上的水，取出厚厚一沓笔记。
赵文君的笔记条理清晰，按时间线分别梳理了小龙虾、螃蟹和草鱼的养殖经验，其中有大量的问题记录和对应的解决办法，还有更多的是模棱两可的经验，等待进一步验证。二姐，这可是好东西啊，你整理好了，将来肯定能出版。净瞎说，就我记录的这些东西，谁会闲得没事给出版？赵文君压根没把他的话当真，自己就是一个初中学历的村姑，说什么出书，让人笑掉大牙。二姐，我这可不是开玩笑，将来全县、全省乃至全国会有无数人养小龙虾，到那时候，你这本养殖经验就是他们的指路明灯，你说重要不重要？赵文木看着笔记里面赵文君亲手画的螃蟹，有点想笑。就是出版的话，咱就是说，你自己还是别画画了。赵文君一把夺回赵文木的笔记，郑光明是看过笔记，在一旁使劲憋笑着，就差把所有的伤心事想一遍了。不过赵文木前面的话，也让赵文君和郑光明心里泛起轩然大波。他说将来全国会有很多人养小龙虾，如果是别人这么说，赵文君可能会质疑，这玩意儿到处都是，为什么要人工养殖？但赵文木说的话，他习惯性的相信，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总结的经验确实很重要。有时很多小小的问题，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就会导致小龙虾、螃蟹成片的死亡。而郑光明则是感觉压力更大了，他喜欢的人越来越优秀，在事业这条道路上卯足了劲狂奔，似乎完全没有重新开始一段感情的样子，他就有点焦虑。于是隔了几天，他悄悄出现在了赵文木家里。阿木，我想娶文君妹子。郑光明这么直白的说明心意还真是难得。郑大哥，你想娶我二姐，那应该跟我二姐说呀，再不济也应该跟我爹娘说吧，跟我说有什么用？赵文木打趣道。文君妹子不愿意，我没办法了，只好来找你。郑光明有些难为情的说道。我二姐怎么个不愿意？你向她表白被拒绝了？没有，就是她有些躲着我。郑光明也是个闷葫芦，不知道怎么逗女孩子，每次鼓足勇气接近赵文君，结果对方却有些躲着他。郑大哥，你都没表白，怎么就知道我二姐不乐意呢？女孩子要靠追的，要让对方知道你的心意的。我怕我说出来了，她就再也不见我了。郑光明患得患失的样子，让人不得不感慨，英雄难过美人关啊！郑光明这样的战斗英雄，在赵文君面前，也不过是个青涩的毛头小子。郑大哥，如果娶了我二姐，你能保证对她好吗？能保证她不被你家里人欺负吗？能保证她不被别人欺负吗？能让她过上好日子吗？说到这个，赵文木是十分严肃且认真的，他这次没有开玩笑。阿木，如果我娶了文君，我保证一生一世对她好，我保证不会让她被任何人欺负，包括我的家人。跟着赵文木赚了钱后，膨胀的二哥把老婆宋云气走，孤胆英雄郑光明大胆追爱赵文君。续接上集。阿木，如果我娶了文君，我保证一生一世对她好，我保证不会让她被任何人欺负，包括我的家人。郑光明很认真地回答道。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日子算是好日子，但我保证让她每天快快乐乐，不会为了各种琐事忧愁。只要我活着，这个誓言就永远不会失效。郑光明的话一字一句斩钉截铁。你们两位出来吧。在墙后面偷听的赵静跟郑美云尴尬的走了出来。美云，你怎么在这？三哥，我来是找三姐说厂子的事的。你们俩啊，这么八卦干嘛？赵文木指了指面前的两位，侦察兵出身的郑光明自然也早就听见了动静。那要不我们回家里去说，外面风大，小心着凉。反正话都说出口了，郑光明也不怕尴尬了。于是几人回了赵文木家里面。郑大哥，既然这样，我帮你。郑光明睁大了眼睛，赵静跟郑美云也是一副认真样。其实你想娶我二姐，很简单，就2个字，强迫。听到赵文木这么说，赵静跟郑美云都张大了嘴巴。强迫，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啊？那可是自己亲姐姐啊，就这么给卖了？阿木，强迫是什么意思？你是让我去强迫文君妹子，这怎么能行？他是正人君子，怎么能强人所难？何况对方还是个弱女子。对啊，就是强迫他。郑大哥，只要让你娘去我家求亲，然后你见了我爹娘就先磕头，求他们把我二姐嫁给你。赵文木露出不可捉摸的表情，看了看郑光明，接着说道。我爹娘肯定很高兴，我们兄弟几个也不会反对。你觉得我二姐到时候还会拒绝这门亲事吗？这话一出，不只是郑光明陷入了沉默，就连赵静和郑美云也沉默了下来。他们都知道赵文君肯定不会拒绝，她是一个离了婚回娘家的女人，归宁在家，她心里其实是很敏感的。所以到那时候，赵文君怎么想，父母兄弟都希望自己嫁出去，希望自己嫁给郑光明，那么不管郑光明是好是坏，她都会嫁。我二姐性子弱，她不会违背家里的意愿的。赵文木补充道。郑光明手里的拳头渐渐握紧了。不行。郑光明声音有些嘶哑，却足够清晰，足够坚定。不行，我不能这样做。阿木，文君是你姐姐，怎么能这样逼迫她？这样逼她，你不会心疼吗？郑光明很生气，他眼睛红红的，就这么看着赵文木，似乎在为赵文君感到委屈。郑美云也愤愤地看着赵文木，赵静看他这样子，抬手拍了他一下。哎呦，三姐，你打我干什么？他这一闹，现场的气氛顿时缓和了不少。郑大哥，你要是选择了这样做，会让我看低你。郑光明这才反应过来，刚刚算是小舅子的一个试探了。
接下来我说的就是认真的了。俗话说，恶狗怕蛮棍，好女怕缠郎，女人都是情感动物，我二姐自然也不例外，容易被细枝末节和无微不至所打动。赵文木顿了顿，接着说道。反正我二姐的情况，你肯定得主动出击，哪怕她拒绝你，或者偶尔强势一点。所谓强迫吃缠的真谛，自然不是死缠烂打，那样会招人烦，而是恰到好处的主动，略带一点强势的主动，发生点肢体接触，时间久了事情就容易了。这真的是一个好主意哎！要是有人能天天给我送花做饭，我肯定会喜欢他。郑美云有些犯花痴的感慨着，突然想到了什么，拉起赵静的手开始摇晃。三姐，好羡慕你啊！因为他突然发现天天做饭送花不就是赵文木对赵静吗？赵文木看着这一世的郑美云，又想起上一世那个雷厉风行冷酷高傲的女强人，果然女强人也是没人依靠的小女人罢了。郑光明也顿悟了，告别赵文木，他匆匆忙忙回了家，把给赵文君买的又一直没有送出去的东西全都找出来，满满一个大箱子。先定个小目标，把这些东西全送出去吧。郑光明老娘看他翻找这些东西，忍不住念叨他：光明啊，你啥时候把这姑娘带来给娘看看啊？是赵家那二姑娘吧？要不要娘去给你说说啊？郑光明吓得一头冷汗，一再保证自己一定会把赵家二姑娘娶回来，这才把老娘劝住。从次日开始，郑光明就鼓起勇气送些小礼物给赵文君，开始正大光明关心照顾她。久而久之，都变成了一种习惯。赵文君也不再拒绝，而她是个懂事的好妹子，自然要相应的做出回报。从一开始是她买来的一些东西，比如钢笔、书本、手套，慢慢变成了她亲手做的吃食、鞋垫等等。刘素芳笑得简直合不拢嘴。自从知道郑光明是听了赵文木的主意后，对小儿子那是赞不绝口。你小子鬼点子真多，你二姐被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他们两个人心眼子加起来没有你一半多。娘，你这到底是夸人呢还是夸人呢？小弟，你咋知道这么多哄女孩子的方法呢？赵静突然对赵文木问出了这个送命题。恶媳妇，我这不是天天想着怎么哄你开心吗？想得多了，自然就有一些好点子。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你不骗我。为娘的还在这呢。另一边，二哥赵文广几天登门接宋云回家，景文兰还是不让他进门。娘，你就让我见见小云吧。阿广，你改天再来吧。娘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但小云也是全心全意对你是吧？你回去再好好想想吧。赵文广不知道景文兰这句话的意思，但还是一连去了2趟，都是无果而返。莲，二哥今天又来接我了吗？来了，还是让我赶走了。这2天，宋云过得也很不好，本来就是气头上离开的，现在气消了。他一边担心着赵文广一个人在家吃不好睡不好，一边担心着赵文广真的不要他了。你现在回去，他下次就还会欺负你。再等2天。赵文广心里也苦闷，回家就喝了半瓶白酒。借着酒劲，赵文广来到赵文木家里，想着找小弟给出主意，却正好看见赵文木在给赵静做宵夜。赵文广想了一会儿，脑子愈发清醒了起来。以前小弟早上要张罗野味，白天还要钓拉骨炒底料，下午就早早去城里摆摊，直到晚上8、9点才能回到家里，还得兼顾收蘑菇的事情。即便这样，他仍然坚持晚上照顾小囡囡。现在生活好了，他却没有膨胀，现在还在给阿静煮面条。曾经自己最头疼的小弟，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要说赚钱多，自己比得上小弟的零头吗？小弟一直在全心全意的对家人好，照顾着自己的小家，自己呢，怎么会变成这样？他又想起出狱荣幸一时在医院大哥对2人说的话，我不只是说小弟，你也是。现在我们几个月就赚了几年的钱，你可不要飘了。放心吧，大哥，你看我像吗？赵文广就这么看着，没有迈步走进去，只是在外面想了很久。第2天天刚亮，他就爬起来打扫了院子，清理了厨房，又做了宋云最喜欢吃的排骨豆角。但当他来到宋云家时，却发现宋云家门大开着，里面根本没有人。老阿，我经常跟老三说不要忘了初心，这句话同样也是对你们2个说的。据接上集，赵文广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做了宋云爱吃的排骨豆角。但当他来到宋云家时，却发现宋云家门大开着，里面根本没有人。不一会儿，刘秀梅找来了。阿广，快，我看见宋叔警婶赶着牛车，把小云往山东头村送去了，你快去看看，会不会出什么事了？赵文广一个机灵反应过来，撒腿就往山东头村跑去。原来早上宋云洗漱时就不停恶心呕吐，景文兰联想起昨晚吃饭时，她似乎也有些想吐。小云，你多久没来那个了？景文兰有些着急地问道。但宋云脸色有些白，一时之间也没反应过来，愣了几秒后，她明白了老娘的意思。那好像快2月了吧？景文兰直接无语了，赶快招呼他爹赶着牛车去检查。这边赵文广也很快赶到山东头村卫生所，找到了宋家人。恭喜你，你怀孕了。真的吗？屋里的宋云和冲进屋内的赵文广同时满是惊喜地问道。当然是真的。刘医生，能看出来多久了吗？景文兰急切地问道。
大致判断已经7周了，更准确的时间得去县医院做个检查才能确定。二哥，我怀孕了。宋云喜滋滋地对赵文广说道。赵文广抓着宋云的手，也是满脸喜色与激动，二人都把之前宋云跑回娘家的事情给忘在了脑后。景文兰在身后重重咳嗽了几声，丈母娘这会儿有点生气。小两口闹点小矛盾，小云跑回家里，这倒也没啥，稍稍给个教训，让俩孩子都更懂得珍惜，也挺好的。但是没想到小云竟然怀孕了，而且快要2月了。身为丈夫阿广却啥都不知道。姑爷，小云怀孕了，你说要不要去县医院看看？景文兰一声姑爷，吓得赵文广浑身一哆嗦。从小到大，哪怕结婚后，景文兰都是喊他阿广，这声冷冷的姑爷让他有些慌了。爹娘，我现在就送小云去县医院。宋云也发现老娘突然就不高兴了，她抱着景文兰胳膊撒起娇来。莲，我怀孕了，你很快就要当老娘了。景文兰就她这一个闺女，一听这话也是喜形于色。你也要当娘了，以后稳重点儿。我知道了。到了县医院，一番检查下来，宋云确实已经怀孕7周，现在状况良好。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放下心来。阿广，你对小云怎么样？我们都看在眼里。说实话，我和你爹是满意的。景文兰对赵文广继续说道。可是阿广，小云怀孕2月了，你都不知道，不但让她干重活儿，还天天伺候你，让她给你端洗脚水，这应该吗？景文兰的指责让赵文广满脸愧疚。莲，你不要这么说阿广，他对我很好，前几天就是忙了些，二哥才那样。宋云有些着急，语速也很快。怀孕这事儿我自己都不知道，天天吃得好睡得好，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二哥注意不到也很正常嘛。赵文广看着在着急的为自己辩解的宋云，心里更加难受了。他握紧了宋云的手。娘，你说的对，是我没照顾好小云，我保证以后不会了。他又看了看宋云。有钱了让我的性子变了，我知道错误了，对不起小云那天凶你了，等回去了你打我骂我都行。景文兰看着两人琴瑟和鸣的样子，感情就自己里外不是人呗。行了行了，你也是，别动不动就胡思乱想。阿广什么时候说不要你了？动不动就跑回娘家算什么事儿？看老娘松口了，宋云破涕为笑，赵文广也连连保证，绝对没有这回事儿。小云，来卖蘑菇的人，下到3岁小奶娃，上到70岁老奶奶，我都对人家笑，我没有关注别的小姑娘。行了，我知道了。看看你们，都是要当爸妈的人了，以后夫妻间要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有什么事好好沟通交流。到家就跟阿广回去吧。对了。一家人都高兴地笑了起来。要知道赵文广夫妇结婚好几年，一直没有孩子，眼下夫妻恩爱又喜得贵子，本是人生最幸福的一刻。一行人回到山前村，赵家人正翘首等在家门口。这2天宋云在跟赵文广闹矛盾，他们都是知道的。听说宋家人和赵文广去了县医院，大家都担心是不是出事了。爹娘，小云怀孕了。赵文广高兴地大声宣布这一好消息，看到没出事反而是喜事，大家松了口气。赵学海、刘素芳脸上也立刻绽放出笑容，赵家人都很高兴。高兴归高兴，赵学海没忘了走上前，先给了赵文广帮2脚。我看你小子是越活越活不明白了，小云多好的脾气，能被你给气回家？就是，连你小弟都比不上。赵文木莫名其妙躺枪，只好尴尬地牵着赵静的手。赵学海他们并不清楚这小两口到底闹的什么矛盾，但亲家在这儿，先削赵文广一顿总没错。两口子吵一吵都是正常的，我已经教育过他们了，亲家公就不要教训阿广了。阿广是怎样的孩子，我们都是看着他长大的，心里清楚。景文兰连忙替赵文广说话。老阿，我经常跟老三说不要忘了初心，这句话同样也是对你们2个说的，希望你们3都不要忘了本，忘了身边人。赵家3兄弟都认真的点点头，紧听老父亲的教诲。赵文君轻轻摸着宋云的肚子，既惊喜又忧郁。二哥，现在嫂嫂怀孕了，你可要好好照顾人家，静云厂的工作不打紧。小弟没那么娇贵了，该忙忙，不用担心我。以后你什么都不要做，我来。说到这个，小弟，美云好像有事找你，听说金小宝从京城回来了。静云厂新品畅销全城市，曾经看不起乡下人的马科长被警卫扫地出门。京城来的大客商想要独吞赵文木的产品，续接上级。说到这个，小弟，美云好像有事找你，听说金小宝从京城回来了。小宝回来了，看来是有大客户想跟我们合作。那媳妇，我先过去了。好的。赵文木跟大家道过别后，就立刻去了静云厂。美云，你找我呀？金小宝呢？赵文木找了一圈，在车间就看到郑美云在。三哥，小宝去小龙虾馆吃饭了，等下就会回来。小宝在京城找了几个有些实力的人，他们也想买咱们的产品。说到这里，郑美云有些纠结，但是他们要求咱们的产品在京城只能卖给他们，不能卖给别人，所以我刚刚找你来着。三哥，你看这个事情靠谱吗？
哟呵，区域垄断经营，为了赚钱，创新真是层出不穷啊！董大姐在10多年后玩的那一套，原来现在早就有人想出来了。赵文木顿时感兴趣起来，仔细回想一下，掌握了核心科技的某力当初是怎么玩的，赵文木也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美云，你告诉小宝，让他多找几个有意向的人，把他们请过来。赵文木顿了顿，咱缙云厂总得让对方看看我们的实力，顺便尽尽地主之谊，对吧？赵文木露出一个人畜无害的微笑，郑美云不觉打个寒战。好的，三哥。赵文木又看了看正在生产的女头，接着说道：“美云，现在缙云厂生产情况如何？”说到这个，小姑娘很是激动。三哥，缙云厂设备现在已经达到满产，日产量在2.8万枚以上，良品率大约99.2%。不错不错，销售情况呢？现在日销量已经达到13000枚，销售范围已经覆盖了周边几个县，全城市都很多我们的货，再过不久只会越来越多。郑美云很有信心地说道。赵文木也很高兴，缙云厂的产品大家都很喜欢，一路报销。不过杀出个竞争的同行，全城纽扣厂这边可就头疼了。这纽扣真好看，处长，这是咱们的新品吗？不过这纽扣有点眼熟，好像在哪见过。最近流出一批这种纽扣，卖的火热，来自平阳县的一个小村庄。来自乡下平阳县啊，我想起来了，几个月前有几个乡巴佬拿着设计稿来找过我们，想代工生产一批，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然说要50多万枚。马科长越说越轻蔑高傲，完全把眼前的吴处长跟纽扣的事忘了。而吴处长听到这事，气得浑身都在颤抖。我真的服了，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本来是能跟人家合作的，现在直接给我制造一个竞争对手，而且还是那位领导的人。吴处长狠狠拍了一下桌子，把马科长吓一激灵，这也让他反应过来。没想到他还确实有点实力，竟然自己开厂子生产了。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好事？吴处长非常生气。处长，咱们不用担心，市场上不就零零散散的几颗罢了，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对手？一群土包子罢了。马科长又开始神气了起来。我们只要降价一点，做个营销活动，市场上就会多出很多我们的纽扣，到时候直接把他们的产品挤出去了。吴处长叹了一口气，真的无语了。马科长，你现在有去做市场调研吗？这叫做零零散散的几颗，在他们平阳县已经全是他们的产品，周围几个县都已经占了30-40%，现在是开始流入我们全城市了。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产品必须要更新，没有更新迟早被市场淘汰。你现在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吗？被一顿数落的马科长哑口无言，但马上他又想到了好办法。处长，既然这样，反正是一群乡巴佬罢了，我们一不做二不休，让他们的厂子开不下去不就行了？润爸，你被开了，不要让我再见到你。那位领导的人你都敢动。吴处长是彻底怒了，这种人留在身边不得害死所有人。那位领导就他，怎么可能？处长，你不能这样，再给我一次机会。还不走，要我赶你骂咱们的马科长。你没过几天，来自京城的几位客商就到了。赵文木先是在老赵家小龙虾馆招待他们。这座饭店也是赵老板的？是的，这里也是赵老板的产业。赵老板在京城还有一些地产业务。金小宝故意回答的模棱两可，这话倒也没有骗人。赵文木在京城有4合院，还出租了不少店铺，可不是有地产业务吗？一行人顿时暗暗心惊。这座小龙虾馆哪怕是放在京城，也绝对是独一档的存在了。没想到这么个小县城还卧虎藏龙啊！虽然缙云厂的产品很不错，在京城肯定能大卖，但原本以为蜗居在小县城里的缙云厂估计就比私人作坊稍强一些吧，没想到这赵老板是有实力的。这些京城来的商人原本对赵文木是有些嗤之以鼻的，没想到刚到平阳县就来了一个下马威。赵文木也端出了许久不曾展示的大老板气派与风度，这一点他很专业，前世经验相当丰富，一顿饭吃的宾主尽欢，恨不得当场在关公向前效仿那桃园结义。然而等到了缙云厂的大会议室里，赵文木却突然换了一张面孔。各位，缙云厂不过初创，现如今产品已经畅销全城市，最多不过年底便可横扫全省。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上大受欢迎，供不应求的那天指日可待。各位凭什么想要独占京城市场？缙云厂产品报销，大客商想独占缙云厂产品，赵文木制定区域分销和返点制度，布局京城市场，续接上级。各位，缙云厂不过初创，现如今产品已经畅销全城市，最多不过年底便可横扫全省。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上大受欢迎，供不应求的那天指日可待。各位凭什么想要独占京城市场？这话一出，长桌对面的商人们面面相觑。缙云厂的情况他们已经看到了，机器在满负荷运转，生产秩序井然，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做不得假。新式纽扣还在市场渗透阶段，一旦渗透到一定程度，四面八方的客商就会蜂拥而来。这位赵老板所说的供不应求指日可待，也没有太多夸张的成分。
但是不管咋说，现在他们的仓库积压了很多产品，京城市场上还没有静云厂新式纽扣的一席之地。赵老板，您这话未免有些夸大了。新式纽扣确实美观，相信可以卖得不错。但您可能不知道京城市场有多大，光是京城养活几个静云厂不在话下。您不希望静云厂的产品畅销京城吗？赵文木微微一笑。您说的不错，说实话，我对京城市场垂涎欲滴，但是京城有实力帮我卖货的人，不说有几千，也总有几百吧。我为什么要舍弃大海，只要吃糖呢？赵文木顿了顿，接着说道：“说白了，各位想让我把京城的独家经营权交到你们手上，总得有些诚意吧？”赵文木双手一摊，商人们听明白了，独家经营权可以有，但要付出代价。赵老板，您的意思我们听明白了，您就直说吧，怎样才算有些诚意？我不需要大家付出代价。这话一出，大家顿时一愣，这发展真是一波三折呀！自从进了这间办公室，大家就一直跟着赵文木的节奏走了。但我需要立些规矩，不愿意接受的人就只能请他离开了。赵文木徐徐说道。立些规矩？什么规矩？会议室里一片议论声，赵文木压压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京城10区9县一共划分为14个区域，暂定为每人负责一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一定的销售指标。如果连续2个季度销量不达标，我就要换人来负责这一区域了。良财善用，能者居之，谁也不允许占着茅坑不拉屎。对于这个规则本身，大家很难拒绝。赵老板，这个销售指标怎么设定？卖出更多的产品，自然对所有人有利，但是过高的销售指标却不是商人们乐意见到的。销售指标根据各个区域的人口、经济情况来设定，等下由郑厂长和各位商讨，不是由我随意指定。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初始的销售指标不会过高，但也不能过低。如果一开始就不能达成一致，那这片区域也只能换人。这指标可不是简简单单几句话就能达成一致的。郑美云和厂里的销售团队恐怕要跟这群人商讨个3天3夜才行。不管怎样，他这话还是很大程度上安抚了众人。划分销售区域后，每一位区域销售代理负责本区域内产品的销售，然后尽可能发展自己的2级、3级经销商。任何人不允许向别的区域销售产品。所有商人这次非常统一的点点头，这一点他们认可。谁也不希望别人到自己的地盘上挖墙脚，无序竞争只会让所有人的利益受损。静云厂会制定一个最低批发价格，所有区域代理不得低于这个价格向外出售商品。这一点相信大家也能够理解。这一条很重要，它保证了静云厂和区域代理的双赢，稳定统一的批发价格，保证了区域代理有一个合理的利润空间，禁止互相之间的价格战，他们之间的竞争会更加理性，大家只能想别的办法来做大市场，做大蛋糕，而不是想方设法从别人手里抢蛋糕。只有京城蛋糕做大，静云厂才可以出更多货，才能成为最大赢家。恶性的价格战最终只会导致产品价格、销量双双崩溃。赵文木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现场的商人们都是人精，稍稍一想就发现所有这些规矩其实都是双赢的，完全没有拒绝的理由。接着就是郑美云等人的战场。郑美云、金小宝、李三儿跟这些京城客商苦战了2天2夜，一直到第3天，所有人顶着熊猫眼签署了合作协议。这次协议除了每人分到不同的区域和销售指标外，赵文木这边又抛出了另一个重磅炸弹。小弟，这个返点制度虽然会降低我们的毛利率，但是销量增加了，净利润会更高，大家扩展销路的积极性会更加高涨。对对，这个重磅炸弹就是由没出面的静云厂老板娘赵静和赵文木一致商量决定的返点制度。各位老板，销售指标按季度考核，如果连续不达标，就按照协议约定换人，但是如果连续超额完成，也会有奖励。郑厂长刚刚向我们的赵老板为大家申请了福利，卖的越多奖励越高。这话一出，所有人顿时竖起了耳朵。大家当然希望超额完成，毕竟本来就是卖的越多，赚的越多，现在竟然还有额外的奖励。如果连续2个季度超额完成20%以上，那么第1个季度的提货额将会返还2%。如果接下来的1个季度还是超额完成20%以上，那么前2个季度的提货额会再次返还2%。也就是说，如果全年每个季度都能超额完成20%以上，那么第1个季度的提货额会返还8%，第2个季度的返还6%，第3个和第4个的返还4%。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笔返利直接可以将利润增厚3成。区域代理们顿时乱作一团，大家激烈讨论着。关于返点，其实还有一个陷阱，那就是返还的不是现金，而是按照金额折算成静云厂的产品。小弟，这样可以吗？区域代理会不会不干呢？赵静有些担忧，就算是现金自己这边也是赚的，却没想到赵文木还藏了这一手。不怕，返点本来就是咱们额外给他们的，不管是产品还是现金，都是他们白白得到的。他们可能会不高兴，但没有人敢闹事，更没有人愿意放弃返点。不错，返点只是我们的口头承诺，并没有规定必须是现金。媳妇，你觉得我有欺骗他们吗？没有。
人无信不立，但是任何赐予必然会有代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返点就是缙云厂给区域代理的赐予，表面上看是一种单方向的赠与，但是实际上区域代理为了超额完成指标，就会被迫囤货，因为只要他付了款提了货，我们就认可他完成指标了。至于他有没有卖出去，那是他自己的问题。这样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赵文木笑着问道。最后的结果就是区域代理的钱全都变成了我们的产品，他的仓库里躺满了缙云厂的纽扣。对落媳妇，然后他再也没有能力去经营其他家的纽扣，只能乖乖给咱们卖命。赵静不觉得倒吸一口凉气。小弟，你也太可怕了吧！可怕，小弟太可怕。这已经说不清是阴谋阳谋了。总之，这些代理只会跟缙云厂深深绑定在一起，毕竟没有人放弃更大的利益吧。缙云厂的事情告一段落，赵文秋从学校回来了，赵文木也收到了一封来自广州的信。赵文木受邀准备前往阳城和湘江。续接上集，缙云厂的事情告一段落，赵文秋从学校回来了，赵文木也收到了一封来自广州的信。哇，赵老板，你现在发达了呀！刚回村里就听到你又开了厂子。赵文秋嘻嘻笑着说道。文秋评论员，彼此，你的大名我也听说了呀。自从寒假里在学报发了那篇关于经济特区的文章之后，赵文秋立刻火了。他现在已经是2份日报的特约评论员，基本每周都有1-2篇关于时政的评论文章发表。小妹，你这么上心，该不会是想以后从政吧？赵文秋这次放假回来，就说要去深圳经济特区实地考察，写一篇有关开放的深度文章。我要是从政了，第一个就盯三哥。这小妮子，上一世因为阿静跟我斗了一辈子，这一世我也没做啥没良心的事啊，又被盯上了。哎，我说你，我可是你亲哥哎！再说，我可是守法好公民，生意也是合法经营、合法买卖。最好是那样。小秋，三姐，我想去深圳看看，还缺点路费，你赞助我呗。赵静是受不了他的软磨硬泡，他看向赵文木询问赵文木的意思。对了，刚刚荣书寄来了信，说他在内地。小赵兄弟，许久不见，甚是想念。我跟心怡现在在阳城，这孩子一直闹着要见你跟弟妹，他没什么朋友，这些天太无聊了。另外，我准备在阳城开立我国第1家5星级酒店，有一些问题需要你的建议，你们一起过来玩玩嘛，还可以顺便去湘江看看。听到这，赵文秋更激动了。太好了，这不凑巧了吗？2个地方离得不远，咱们刚好一起呗。赵领导，我说我要去了吗？三姐，你看他欺负我。好啦，小弟让小秋一个人去，我们本来也不放心，那就一起吧。也确实很久没见阿欣了。媳妇，你想去吗？我也想去看看。那好，小秋你去收拾好你的东西。荣叔还寄了几张机票和介绍信，就这几天的。哇，我们坐飞机去吗？天上飞的那个。两姐妹都激动得睁大了嘴巴。在80年代乘坐飞机，确实是件足够新奇的经历了。荣先生真是不仅大方，做事还细心。大人物果然面面俱到，一切东西给你准备好。一方面你不好意思拒绝，另一方面你要真去，也不用花时间办杂七杂八的手续。3人商量决定后，赵文木就动身去缙云厂，跟老赵家小龙虾馆把该安排的事安排下。毕竟这次的行程还不知道要多久才会回来。不过其实也没太多要交代的。缙云厂有郑美云、陈学坤，饭馆有自己的好兄弟。跟他们打过招呼后，赵文木就来到了老家。这多危险啊！听说那边人口杂乱，连外国人都有，而且太远了。刘素芳知道他们几人要去阳城、湘江后，担心的同时还有些反对。时代在发展，你们也长大了，多出去看看也是好的。老爹赵学海的思想比较通透，他觉得自己只是普普通通的农民，这些事情他们既然不懂，就不要拖孩子的后腿。可是万一遇到坏人、遇到抢劫这些怎么办啊？娘，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们都长大了，而且我会把郑大哥拉上，有他在你还能不放心？你小子又拉小郑做垫背，他可是我认定的女婿。现在阿军跟小郑相处的可以，他也不能出事。最后就是生产队长赵学磊这。阿木，今年还要收蘑菇吗？去年的干蘑菇价格高涨，赵文木是知道的。至于今年蘑菇的价格不得而知，不过想来也不会亏钱。在这个年代，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在飞速提高，结果就是通货膨胀，也就是物价飞涨。所以至少几年内，这个业务只会越赚越多。不仅如此，干蘑菇还干系到了几乎半个浙山公社村民的收入，多少家庭眼巴巴等着这笔钱呢？所以只要是不亏本，赵文木愿意把这项业务一直做下去。二叔，蘑菇继续收，还是老样子，有多少收多少。那太好了，我替乡亲们谢谢阿木你了。二叔言重了，这个事还是你组织的好。一切打过招呼，赵文木回到家中，赵静正在整理行李。赵文木拿出几本存折，在计划着要带多少钱去。
媳妇，今年的租金收了吗？收了半年的，在那本红色的存折上。赵静指了指赵文木手中的另一本存折。妈妈要抱抱。这时小楠楠张着双手跑过来，赵静顿时停下手上的动作，笑眯眯地等着她扑到自己怀里。啪叽，小家伙竟然左脚绊右脚，摔在了地上。小家伙摔倒在地上，干脆把头埋在地毯上不起来了。赵文木跟赵静立马过去了，确定他没有受伤，把他抱了起来。呼呼，不疼。小家伙指着地上说道，一边给他吹气，因为他磕到的位置正好是一只小狗的图案。好啦，小狗狗不疼啦。你疼不疼呀？不疼，小狗狗可疼啦，对不起。爸爸把小黄接过来陪你玩好吗？小黄就是那条小黄狗，它更喜欢老家的田野生活，不愿住在县城。好呀好呀。那你现在乖乖听话，爸爸带你去洗漱好不好？好。软软糯糯的声音让人心都要化了。这一次小家伙无比配合，乖乖的洗脸刷牙。完毕，赵文木把小家伙送回卧室睡下。媳妇，小楠楠睡下了。剧接上集，这次一起去阳城的有赵文木一家3口，还有赵文秋跟郑光明。一行人上了飞机，小楠楠趴在窗口好奇地张望着。哇，好高啊！妈妈，你看，我们在飞。这叫飞机，我们在坐飞机。飞机，呼呼呼。大伯，三哥跟三姐还没到吗？快了，马上就要到了，人又不会跑丢，瞧给你急的。没多久，飞机顺利且平稳地落地阳城，有些湿热的风吹在身上，顿时就让人觉得黏糊糊的。出了机场没一会，几辆车驶来，正是容仁一跟容心怡。小赵呀，你终于来了。容叔，真是太麻烦你了。没有，你能来，我跟心怡都很高兴。容心怡这边，3姐妹互相拉着手，高兴地聊着。当然，最高兴的还是容心怡，她没想到赵文秋竟然也来了，跟自己玩的最好的2位姐妹都来了。小赵，咱们先回去吧，住的跟吃的都准备好了，你们先休息一下，咱们再聊。容仁一下榻的东方宾馆是周总理亲自批示的，国庆10周年献礼3项重点工程之一，承担着重要的政商及外宾接待任务。小赵，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阳城开酒店吗？走在东方宾馆极具特点的东方雅致园林景观院落里，容仁一饶有兴致地问道。赵文木认真思索了片刻，容叔，阳城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南大门，以您的身份地位，在这里开办一家极致豪华的涉外大酒店，于公来说大有裨益。哦，此话怎讲？容仁一听到赵文木这么说，心头微微一震。您的地位在内地一举一动都会牵动众多华人华侨的心，而在这改革开放之初，外资的主要来源就是这些心系祖国的海外华商。您所建设的酒店可以服务这些来内地投资的华人华侨。这会儿涉外酒店奇缺，很多来华公干的外国人对此颇有怨言。不仅如此，这座酒店更是一面旗帜，能够号召更多人来华投资。说完，容仁一哈哈大笑起来，对赵文木有如遇见知音一般。好小子，别人都以为我只是看中了酒店产业，殊不知只有你刚刚说的才是我的初心。当然了，容叔，在这个过程中，您也会收获颇丰。沉睡许久的巨龙一旦醒来，必然如山呼海啸，势不可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您说是吧？赵文木不紧不慢说着，笑眯眯看向容仁一，就仿佛2人只是在聊今天的天气。容仁一摆摆手，对身旁的保镖说道：“你先回去吧。是啊，历史大势不可违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很幸运，我从一开始就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不过，我们的发展终究是比别人慢了一步。”赵文木收敛起脸上的笑容，神色端正肃穆。容叔，欧美早在2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即便是这样，这些年新加坡、高丽、樱花以及湘江地区这些后起之秀，仍然只用了很短时间，就迅速缩小了与他们的差距。赵文木顿了顿。中华人民勤劳勇敢，坚韧好学，我们从现在开始奋起直追，为时未晚。未来我们国家一定是最强的。说到此处，赵文木坚定而自信，容仁一也被这股气势所感染。果然我还是老了，后生可畏啊！你说的没错，既然欧美200年工业革命，那我们就20年走完它，不行就30年、40年，一定可以的。赵文木被这个满腔爱国情怀的前辈打动，事实证明，我们国家确实做到了。我所要建设的这座高水平酒店，将会是号召海外游子一起共建家乡的大旗。容仁一眺望着远方，刚刚稍稍有些佝偻的身子，此刻笔挺如松。小赵啊，今晚你好好休息吧，明天我们一起去工地看看。好的。告别了容仁一，赵文木回到房间，拨通了前台电话，麻烦帮我接1208房间。喂，你好，请问你找哪位？是我，你哥。呀，三哥呀。囡囡，快来跟爸爸说话。赵文秋第一反应是喊小囡囡来接电话。喂，是囡囡吗？我是爸爸呀。赵文木温声细语说着。
爸爸，是爸爸，爸爸你怎么到这里面来了？说着，赵文木还听见磕电话机的声音，接着便是赵静的惊呼：囡囡不能碰！看来小家伙儿是想把爸爸从电话机里倒腾出来。喂，小弟，有什么事情吗？媳妇，这边晚上有音乐久坐，待会儿要不要去逛逛？好呀，好呀，去。赵文木等人到的时候，餐厅里人并不算多，中间有个空地，有人在跳着舞，舞台中央则是一支音乐队伍，还有卡拉 OK。哇，大城市晚上还这么热闹。是呀，要是在我们村里，这会都该睡觉了。湘江更热闹，但我还是觉得在村里的日子快乐。赵文木点点头，他很赞同荣心怡说的。这时对桌一个男人走了过来。这位漂亮的女士你好，我能邀你一起跳支舞吗？赵静一惊，这还是第一次被陌生人搭讪。注意哈，陌生男子嘲讽我有漂亮的老婆，只因他想跟我老婆跳舞被拒绝，而我用一杯酒让他下不来台。续接上集。这位漂亮的女士你好，我能邀你一起跳支舞吗？赵静一惊，这还是第一次被陌生人搭讪。不好意思，我不会跳舞，然后我有老公了。赵静牵起赵文木的手。这个人可真是没点眼力见。媳妇，老婆，等下我们一起去跳舞吧，我教你跳。男人是张家公子，在盘盂也算有点影响力。听到赵静有老公了，还是眼前这个乡巴佬，他长叹了一口气。那可真是太可惜了。就像这位朋友手中的美酒，对于某些人来说，它只是酒，品酒是需要有品质的人才能品出个中的滋味。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他在说三哥没品，说三哥配不上三姐呢。这时很多吃瓜群众也围了过来凑热闹。那不是张公子吗？是他，不过旁边那个土土的是谁啊？像乡下来的。接着男人拿了一杯一样的酒，细细品了一口。法国美乐产自蒙多扎，辛辣而又有强劲细腻的口感，深紫红色，带有猩红光泽，黑莓果味与咖啡味交织在一起，经过收藏以后又带有矿物质的味道，实在是口感上佳的红酒。哇，张公子好帅啊！来这里的人不说是豪门贵族，也是些条件优越或者做大买卖的老板，经常出入高端场所，所以对酒都有了解。相反的，赵文木一行人可是第一次来这么高端豪华的地方。不就是一杯酒吗？还有这么多文化吗？他这是在故意让三哥难堪呢。三姐妹都有些生气。这时赵文木站了起来，也从服务员那要了一杯酒。这位张公子对红酒确实了解，不过有一点你忘了提了，美乐并不是这种红酒的名字，而是酿造这种红酒的葡萄的名字。所有用美乐葡萄酿的红酒都可以叫美乐红酒。赵静等人吃了一惊，因为乡下最多就白酒跟啤酒，大家都没接触过高档的酒。看来这次的音乐久坐有意思了起来。这位小兄弟人不可貌相，上一世自己好歹也是个大老板，酒桌上谈过多少生意，还会不懂酒吗？赵文木拿起手中的酒喝了一口，接着说道：而我手里这杯拿格卢产自法国波尔多地区，是国内少有的原装进口葡萄酒，口感优雅醇厚，但品质一般，不过胜在新鲜，没有把它放在冰窖里，保留它的原本酒香跟酒气，是非常明智的做法。说完，场内的人纷纷鼓掌，张公子也面露尴尬。这位朋友也是有品之人，要不你给大家讲讲这酒的故事吧。这酒还有故事吗？我怎么不知道？得呢，那个故事真是激动人心哈。在场的人应该都知道，我还有事就先溜，不是先走了哈。张公子本想展示一番，没想到赵文木段位在他之上，为了颜面只能先离开。众人唏嘘一片，慢慢散去。这次的拍卖会，张家跟何家碰上了，估计会很激烈。是那批走私的货物吗？是的，满满2大船呢。查获的走私品拍卖会。赵文木听到两人的话，顿时感兴趣起来。两位老哥，刚刚你们说的拍卖会是什么时候？小兄弟也有想法。别想了，估计跟我们普通人没关系了。瞧你说的，小兄弟是普通人吗？老哥，这话怎么讲？是这样的，我们这里的副馆长本来要晋升为正馆长，然而前些天却直接空降过来一个馆长。副馆长跟张家关系好，馆长跟何家关系好，这次拍卖两家竟然碰上了。这么说你懂我的意思了吧？赵文木秒懂，看似是两家的利益争斗，更是两位馆长的颜面之争、地位之争。看来想捡漏有点困难了，不过拍卖会应该会很精彩，可以去看看。第二天，容人一带赵文木来到沙面岛的建设工地上。在建造之初，我就承诺过不会破坏沙面岛的环境，不会占用沙面的土地，所以脚下的这片土地全部是填海造陆的结果。容人一指着脚下的土地，语气里颇为自豪。酒店建在江上，这确实是一个创举。酒店主体由佘俊南大师设计，室内设计由美国 HBA 酒店设计公司的著名建筑大师莫博野先生负责。佘先生今天不在，不过莫博野先生恰好在。短暂的参观后，两人来到设计部门。莫博野先生，这位是我之前给你介绍过的赵文木先生。
莫伯野先生，你好。啊，你就是赵先生，你好，你好。荣叔，记得信里你不是说有些问题想让我出点主意吗？莫伯也反应过来。是的，是的，来，赵先生，希望你能给我一些建议。二人握过手后，莫伯也很自来熟地拉着赵文木来到一个模型前面。伟大的荣先生说，酒店的外观过于简单，不够让人怎么说来着？对，过目不忘。赵文木仔细看着这个将近1米的模型，不得不说，这座大楼很是宏伟气派。莫伯野先生，为什么酒店楼层看起来都很低呢？小赵，黄天鹅酒店设计房间需要达到1000个，这也是基于现实考虑。毕竟羊城对于涉外酒店的需求极大，但是因为这边处于航道，为了不影响沙面岛景观，酒店高度被限定在了100米。对呀，这个可把佘先生和我们给难为坏了。最后确定的方案就是限制层高，同时限制房间面积，努力实现实用性和奢华感之间的平衡。莫伯野先生，酒店的外观十分简约，跟帝国大厦、克莱斯勒中心的风格有些相像，十分的简洁大方。赵文木由衷称赞道：“对，赵先生，你说的太对了。整座酒店外墙十分轻盈，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这是一种多么简约的美啊！可惜荣先生缺少欣赏美的眼睛，但是也可以做一些改动。”赵文木又突然说道：“赵先生，你详细说说。”莫伯也顿时来了兴趣，他并没有因为赵文木对自己的设计提出质疑就心生不满。米国著名设计师想了2年半的设计，竟然被一个毛头小子质疑。然而当听完他的建议后，设计师却要拜他为师，续接上级。荣仁一闻言也是眼睛一亮，关于建筑外观的问题，设计团队修改了多次，但他总觉得缺少点什么。莫伯野先生，帝国大厦和克莱斯勒中心是建筑材料的奇迹，其高度都在300米以上，光是这个高度就有着天然的威严与气派，让人无不心生畏惧与敬仰。其高高的塔楼更丰富了建筑整体形态。不愧是荣先生赞不绝口的年轻人，一下子就能说出帝国大厦和克莱斯勒中心。再看看黄天鹅酒店，高度不足100米，顶部塔楼也只是象征性的存在。这种情况下，跟克莱斯勒中心一样的简约风格，会降低人们对酒店的期待和想象。听到这，荣仁一和莫伯也都震惊赵文木对于建筑的熟练程度。而且我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为了树立一个标杆，黄天鹅酒店哪怕是土气一些，也必须足够醒目。赵文木的话一针见血，两人明白过来，这正是酒店的问题所在。赵先生，你说的对，在这一点上是我的错误。建筑应该考虑使用者的感受，而不是只关注设计者的眼光。那你有什么建议吗？莫伯野先生，西格拉姆大厦你应该很熟悉吧？我建议不妨借鉴密斯范德罗先生的设计理念，采用玻璃幕墙来增强建筑的高级感。赵文木顿了顿，接着说道：“我只能想到大致的方向，具体细节就说不上来了。”啊，密斯范德罗先生，他设计的西格拉姆大厦称得上建筑界的奇迹。让我想想，玻璃幕墙。莫伯也一边碎碎念着，一边拿出本子来写写画画。密斯范德罗先生把建筑设计和机器生产的逻辑结合在一起，采用可以批量复制的工艺和玻璃等各种工业材料来建造房屋。他的理念不断强调小就是大，充分注重建筑的功能，让建筑更加通透纯粹，也就是所谓的内透。莫伯也修改设计稿的同时，赵文木给荣仁一介绍着新式建筑的特点。想象一下，若干年后，摩天楼鳞次栉比，到了晚上，每一座写字楼灯火通明，每一扇透着灯光的窗户里，都是一个个默默无闻的劳动者。这种城市的万家灯火是多么美好！赵文木向两人描述着后世京城 CBD 上海外滩的夜景，荣仁一也不禁心生感慨。赵先生，你刚刚提到的内透是什么意思？玻璃幕墙替代传统的外墙，会让建筑外观最简洁，建筑使用者的视野也会最广阔。在夜间，内部的灯光赋予建筑无与伦比的通透质感，摩天大楼会呈现出轻盈之美，这便是内透的审美意涵。我认为追求高度的古典式摩天楼和同样追求高度的现代简约摩天楼，称得上是第一代和第二代摩天楼，而第三代摩天楼追求的应当是自然和谐之美，高度反而没有那么重要。好，太好了，赵先生，你说的太好了，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你当是我的老师。莫伯野先生过誉了，我怎么敢当您的老师？我的能力和知识给您当学生还不够格。不，赵先生，中国古时候有一字诗的典故，一字尚且可以为诗，你今天对我的启发绝对不只是一字诗这么简单。说着，莫伯也向着赵文木鞠了一躬，赵文木只好连忙回礼。这一段有关3代摩天楼的论述，如醍醐灌顶，让莫伯也受益匪浅。跟两人告别后，赵文木就带着郑光明前往拍卖会场。进入会场后，竟然还遇到了一个熟人，当初买走了干蘑菇的沈从武。沈老板，好久不见啊！
哎呀，赵老板，你来阳城了，你这不够意思啊！到了阳城也不告诉我，我好见地主之谊。赵文木笑笑，沈老板，我这次就是带了家人来玩，所以没去打扰。赵老板，你也对这批货感兴趣吗？这个会场的所有人都是缴纳过保证金之后才有机会进来的，呵呵，就是进来见见世面。赵文木顿了顿，沈老板是想竞拍吗？当然，赵老板应该也清楚这些赃物的价值，转手一卖，价格至少涨10倍。这沈从武是不知道今天张家跟何家要打架吗？沈老板，这次的拍卖会非同寻常啊，量力而行。正当沈从武疑惑之时，主持人上台了。各位老板，拍卖现在开始。首先，请允许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批货物。本次拍卖的有品牌皮包、手表、香烟、彩电，现场有部分样品，大家现在可以自行鉴赏。这批货物质量没有问题，我看过了，应该是正品。赵文木点点头，他的目光在前排的两人身上，年轻的是张家张公子，另一边的中年人则是何家。第一批次货物2000件皮包，起拍价10万，最低加价1000，竞拍开始。某牌的新款皮包，这2000件市场价大概40多万。赵老板有眼光，这还是开头菜呢，我出11万。阿木，我们要参与竞拍吗？看戏吃瓜，吃瓜。11万2000，12万，12万1000。现场此起彼伏的不断报价，大家都争得很激烈，不懂货的也很多陆续退出。15万，15万1000。这沈从武是真不知道隐情吗？事态究竟会怎么发展，赵文木也不知道，而且自己也已经提醒过他了。此时拍卖会场上一切都算正常，价格也来到了16万，跟沈从武杠上的男人有些迟疑了。不能赚10倍，赚4倍也行了。还有人出价吗？16万一次，16万2次。主持人进入倒数，沈从武已经激动地准备好庆祝了。40万。什么？农村小伙参加拍卖会，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出价。小伙含泪赚下70万，续接上级。40万。什么？张公子从16万直接抬价到40万，会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操作大家都没看懂。他疯了吗？40万2000件皮包，发生了什么？16万我都觉得很高了，这是什么操作？沈老板，好戏开始了，且看他们的表演吧。你的意思是还有人继续出价？沈从武一脸不可置信，张公子的做法很明显是在给何家下马威，可对方也不是吃素的。41万，42万，43万。两人终于浮出水面，争斗正式开始，打得有来有回。50万一次，还有继续出价的吗？50万2次，50万3次成交。恭喜3号买家获得本批次2000件皮包。全场一片哗然。难道这批货市场价不止40多万？我们看错眼了。沈从武开始怀疑自己了，不过他又想起赵文木一开始说的话，也大概猜到了是什么情况。来了个馆长又如何？这块地盘还是我张家跟副馆长说了算。算上出售的成本，这笔拍卖可以说是亏本近10万了。张公子是有些心疼钱的，但为了打击对方也顾不得那么多。第二批次货物品牌项链1000条，起拍价10万，最低加价2000，竞拍开始。张家跟何家竞拍得更加激烈了，双方都没有退路，一旦后退，一旦露怯，就是向对方示弱。这可是两个势力的颜面之争、地位之争，双方宁愿亏钱也要保住颜面。赵文木预估售价在50万左右的项链，硬是被何家70万拍了下来。现场哪怕是最迟钝的人，也看出了情况不对劲，这是神仙打架，殃及凡人了。于是第3轮开始，其他人几乎没有机会出手，也不再愿意出价。恭喜4号买家拍得第3批次货物，第4批次竞拍开始，第5批次竞拍开始。恭喜3号买家拍下。每一轮拍卖最终的成交价都会导致巨额亏损。到此时，6个批次的货物，双方各拍下3批，暂时战成平手。激动人心的决赛即将开场，现场所有人都目不转睛的紧紧盯着他们。一直淡定的何家脸上浮现出焦虑，张公子此刻也在微微发抖。双方亏损达100万了，这可是在80年代。最后一批货物是今天的压轴戏，品牌手表2000块。这可真是件巨无霸！某牌的手表市场价1块卖400元，这2000件足足80万啊！可惜了，今天遇上这2位神仙。沈从武叹了一口气，赵文木则是一直在观察着两人。起拍价10万，最低加价3000，竞拍开始。10万3000。主持人话音刚落，一人声音突兀响起，在后排的角落里，大家纷纷回头看去，发现是一位穿着普通的年轻人。那不是前几天音乐久坐跟张公子斗酒的年轻人？是他，神仙对决，他都敢站出来，果然不是一般人，应该也是哪家富公子。那2位也同时回头看向赵文木这边，必是满眼惊诧，然而瞬间就遮掩了自己的情绪。现场一片安静，似乎所有人都没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许久后，主持人有些畏畏缩缩地说道：10万3000块，10万3000块，还有报价的吗？围观群众们木然无语，原本厮杀惨烈的2家也没了动静。实际上，2家都在暗暗高兴。
今天这场拍卖会损失太大了，原本这最后一场必然还是要杀个你死我活，总有人要在金钱上吃大亏，另一个人在面子上很难看，双方根本不可能有赢家。但是现在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人，让我们不必继续下场，双方战成3比3平手，谁都没赢，但谁也没输。如果继续斗下去，双方都是输家。一瞬间，两位老板都想通了这一点，他们很默契的不再出价，因为一旦任何一方现在出价，他们挑衅的都不是赵文木，而是对方，那双方就只能继续不死不休。103000第一次，103000第二次。现场诡异的安静，好多人内心里仿佛有1万只蚂蚁在啃食。价值80多万的商品啊，再有一锤就要以10万的价钱成交了。这背后肯定有什么阴谋，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动静？为什么刚才还不死不休的两人，现在突然就停战了？不行，有阴谋，一定是有什么阴谋。103000成交。主持人面色惨白，声音颤抖，这仿佛是一句咒语。现场所有人迅速心跳归位，然后面面相觑，紧接着便是轰然作响。大家激烈讨论着到底发生了什么。所有人散场，沈从武有些激动。赵老板，恭喜恭喜啊！这次拍卖会唯一的赢家是你，运气好罢了。赵老板，晚上我请客，赏不赏光啊？好，沈老板请客，我当然要去。二人约定好时间地点，沈从武匆匆离去。今天没想到还能见到如此精彩的一幕，实在是让我受益匪浅呐。张公子此刻显得爽朗大气，他跟何家今天都成为了赵文木的垫脚石。虽然这样，他却没有嫉恨赵文木，相反，实际上还得感激他。过奖了，不过是一些小鸡罢了，上不得台面。哼，你这小计几分钟时间就白赚70多万，可是一点都不小。说完，中年人愤愤离去。赵文木没有理会他的阴阳怪气。这位兄弟前几天多有冒犯，性格是这样，没有乐意，抱歉了。赵文木笑笑，不是什么大事，既然有缘，这批手表60万块钱卖给你，要不要？真的，你应该知道这批货实际价格超过80万吧？当然，最新款的某牌手表，哪怕是在小县城，400块钱也有大把人抢着买。那你为什么要低价卖给我？这一点不只是张公子，郑光明都有疑惑。这批拍卖的货物有完备的手续，合法性上面几乎不存在太大问题，只要运回去，盈利就能超过70万。现在卖给他，利润却只有50万。上集讲到，赵文木捡漏价值80万的拍卖品，却以60万低价转让给张家。那你为什么要低价卖给我？20万块钱啊？难道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不值一提？赵文木笑笑，没什么理由，我看跟张公子很有缘分，想结个善缘，不知道这个理由可满意？张公子一愣，然后马上点头应下。不管是什么理由，对方送钱上门，为什么不要？今天砸了那么多钱，能回点血，白捡的便宜。赵兄弟，你这朋友我认下了，以后这一块地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开口。短短3个多小时，轻松到账50万块。赵静和赵文秋都沉浸在喜悦与激动之中，不过大家心里也有无数个问题。小弟，那批货为什么要低价卖给那个人呀？对呀，我不喜欢那个人。赵文木想了想，本来就没想着能插手，现场状况郑大哥也看到了，却不料刚好分了7个批次，刚好前面6个批次两人打平。我一直观察两人的状态，这次对决肯定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我赌他俩跟其他人不会出价，刚好赌对了，所以这批货本来就是运气所得，这便是福。赵文木顿了顿，接着说道，是我拍下了，但我能不能把他们完好的拿到手里呢？先不说遭到一群人眼红，而且两家损失惨重，而我拿他们当枪使，把他们当猴耍，他们跟馆长都有关系，万一给我来个偷天换日啥的，根本没地方讲理。这里可是他们的地盘，这便是祸。舍与得，祸与福，有时候要辩证看。大家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很多时候贪得无厌而引来灾祸，舍的是一种人生智慧和态度，是拥有超越境界来对以得和可得的东西进行决断的情怀和智慧。那个何家看上去就很生气，对我们阴阳怪气的。是啊，相比张公子却大气很多，为人也不错，是可交之人。而且他这次大出血，我这点便宜便会放大几倍。我这样做既解决了麻烦，又收获了人情。这样一番解释，大家伙顿时明白了过来。反正咱们是白捡了50万就是。小弟你真厉害，咱们出来几天，赚的比小龙虾馆1年还要多。大家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晚上沈从武做客，沈家真正的当家人，沈从武的父亲沈寻老先生也一并过来赴宴。这个年轻人太不简单了，去年几乎在最高价将干蘑菇卖给我们，现在又以10万撬动80万，光是这份对市场的把握和对人性的洞察，就让人心惊。赵老板，首先要感谢你去年的那批干蘑菇，那些货物帮了我们大忙。沈从武很客气地说道。赵文木出售干蘑菇的价格真的很高，但也确实帮了他们大忙。正是因为有这批货，他
他们才能稳住大客户，还撬了竞争对手墙角，这也是舍与得的辩证。他们舍掉了一部分利润，却得到了更长远的利益。双方一番商业互吹，推杯换盏，主客尽欢。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可以结交的商业伙伴，干货业务是我们很重要的一项产业，而他是一位有实力的供货商。不仅如此，这年轻人竟然还是荣先生的座上宾，必须加强合作。家里那边现在正在风风火火的收蘑菇，我们山多地多粮多，要想打开南方市场，沈家人是一个强大的经销商。赵老板，相同的条件下，你优先给我们供货，我们优先从你那里采购，这是咱们的基本共识。对，这是基本共识，但这还不够。沈老先生点点头，他认可赵文木说的还不够。要不这样，沈家以1块2一斤的价格，预先确定收购10万斤干蘑菇。这相当于双方签署一份期货协议，到时候不论干蘑菇实际价格如何，赵文木必须按照1块2卖10万斤，沈家也必须买。沈老先生，我认为今年冬天干蘑菇的批发价格不会低于1块5。沈从武听到1块5，脸都要抽搐了。好在赵文木接下来的话安抚住了他。当然我知道你肯定不能接受这个价格。赵文木顿了顿，我的建议是我们成立一个合资公司，干蘑菇我会按照比市场价低10%的价格卖给合资公司，公司由你们掌控，我只要求20%的股份和派驻1名财务人员。这是个好主意，合资公司把大家捆绑在一起，经营得好，对所有人都有利。沈从武高兴地说道。但是20%的股份是不是高了些？沈老板，公司的注册资金我们双方按比例缴纳，所以实际上是沈家以销售网络占股80%，我这边用供货渠道占股20%，20%股份是我可以接受的底线。低于这个持股比例，那么销售公司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赵文木的态度很坚决。沈从武看看沈巡老爷子，就这样办。除此之外，双方还约定了信息共享、管理合作等多方面的合作。我想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可以称之为战略合作伙伴。相信我们的公司将来必然能有所作为。好好好，沈巡老爷子高兴地大声说道。大家相视一笑，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下来。回到酒店，荣心怡跟赵文秋出去玩了，赵静在桌上写着计划书，赵文木跟小楠楠在床上玩。实作反胃，铺盖仔，吃作怕美，后代仔。赵文木，有你这么教育小孩子的吗？赵先生，荣叔找你过去一趟。上集讲到，赵文木跟沈家达成长期合作关系。小赵了不得啊！听说你一句话赚了50万，这是传得这么快，还传得这么邪乎？没有，不过是大家还没反应过来，让我捡了个便宜，都是运气罢了。小赵谦虚了，这份胆魄不是所有人都有的。抓住了仅有的时机，付出了最小的成本，对人性的掌握属实厉害。不仅这样，最后还能果断舍弃那么多利润，把货物及时出手。这份舍得和果断，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赵文木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我这小打小闹哪里上得了台面？对了，荣叔，你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吗？哦，是这样，我有急事，今晚就要出发去湘江了。小赵，你们要不要去湘江玩几天？都到这边了，不如就去玩几天。你放心，所有手续都由我来搞定。我是想去看看的，麻烦荣叔了。不用客气，你们先玩，等手续办好了，我就安排人送大家过去。然后这是阿彪，这些天他留下，有什么事都可以找他。赵先生，需要做什么您跟我说就行。好的，有劳阿彪兄弟。告别容仁一，赵文木回到自己房间。这时郑光明拎了一个大包裹回来。郑大哥，你这是买了啥？郑光明把大包拉链拉开，赵文木探头看了一下，有下水裤、高筒雨靴、高跟鞋，还有些衣服装饰。这边有个百货市场，东西比我们县城的便宜，还更精致，没忍住就想买些寄给文君妹子。说完，郑光明又掏出2个精美的笔记本和一支钢笔，把它装进随身背包里。文君的笔记本快用完了，他记录的那些资料都很宝贵，我就寻摸着给他买几个好一点的本子。赵文木笑笑，郑大哥想追我姐，可得加把劲哦。郑光明有些不好意思，但马上认真起来。我一定会的。另一边，郑光明的老娘也常常来山前村，跟刘素芳相谈甚欢。2位老太太仿佛是失散几10年的亲姐妹，手挽手说着家长里短，说着2个孩子。大妹子啊，文君这妹子随你，长得真俊啊！谁家娶了这孩子，一定是积福积德之家。我家光明这孩子木讷固执，不会哄人，我这着急呀。刘素芳也是毫不吝啬对郑光明的喜爱。光明这孩子好呀，这孩子踏实肯干，脾气也好，哪家姑娘能嫁给他，那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次日，赵文木一行人边走边玩。
来到了深圳特区蛇口工业区。赵文秋本来就是为了经济特区的报道要出来的。小邱，蛇口工业区是经济改革的第一个实验区，由湘江招商局负责集资并组织实施，可是有很强的特殊性。整个80年代，蛇口的高速发展一直超乎人们想象，深圳速度将会是这个时代人们最难忘的记忆。小弟，那边就是伶仃洋吧？赵静指着远处问道。对，那个方向就是伶仃洋。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前往大都，就是在这里写下了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郑光明这个原侦察队长有感而发，当年队友全都在自己面前倒下，而自己却侥幸活了下来，这也是他不想待在部队了的原因吧。赵文秋荣幸一边跟中年人聊着什么，一边在本子上飞快记录着。俺们每天推车的定额是40车，如果能完成指标，每车就给奖励2分钱；如果超过了定额，超过的部分每车奖励4分钱。俺多推几车，就能多赚不少钱呢。赵文木这时也注意到，在这里每个人都显得脚步匆匆，每个人长相身高各异，口音迥然不同，然而却都有一个相同的目的，追求更好的生活。每个人都是满怀憧憬，来到这改革开放的桥头堡，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赵文木突然有些迷惘了。所有人都有目标，那我呢？我的目标是什么？赚更多钱吗？似乎并不是，钱是赚了很多钱，却没有感觉到充实。想到这些，赵文木突然有些兴味索然。赵静觉察到了他的情况，轻轻握住了他的手。玩完一天，赵文木找了个酒店住下，去湘江的护照手续还要等几日时间。三哥，湘江好玩吗？那自然，不过湘江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本土势力、英联邦势力、南亚移民和内地偷渡客，以及几十年前历史遗留的一些人员混杂在小小的弹丸之地，想想就知道会有多混乱。赵文木娓娓道来：14K、新义安和盛和这些帮派总人数估计能有几十万，你们想想，那么小的地方，光是黑社会成员就有几十万人，这是什么概念？赵静、赵文秋嘴巴张得都能放下鸡蛋了，纷纷看向阿彪。阿彪点点头，接着又说道：不过现在上面也打击力度很大，很多大的帮派都开始洗白了，就是些小帮派可能还会乱来，还是要注意点。刀哥，洗白是什么意思？洗白就是不做以前那些砍人、收保护费、开赌场等违法的业务，转行搞投资、拍电影、开公司。他们有资源有人脉，现在电影这么火，自然做得风生水起。啊，还能这样？这个转折实在出乎人们预料。当然了，砍人什么的肯定还有，只不过没有以前那么猖狂了。而且随着他们赚钱越来越多，黑帮这几年还在逐渐壮大，连荣先生也不愿意招惹他们。不过你们不用担心，荣先生的面子他们还是要给。说到这句话，阿彪满脸杀气。原来荣先生的面子是这样给的，最终还是要比拳头大小。赵文木重生80年代，上一秒还在畅谈人生理想，下一秒就遭到黑帮追杀。续接上集，一群人跟阿彪聊完湘江，就各自回了房间。赵静想起白天赵文木的异样，问道：小弟，你今天怎么了？我看你心事重重的样子。没什么，就是在想我的人生理想是什么，稍稍有些迷茫。赵静一时间有些没太明白。什么是理想呢？对啊，什么是理想呢？我之前觉得让你和囡囡过上好日子就是我的理想，可那似乎还不够。理想难道不应该是那种拼尽全力却不一定能得到的东西吗？照顾好你和囡囡是我的日常，就跟呼吸一样必不可少，算不上目标。如果说理想的话，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把假如再爱一次写完，写一些还不错的文章书籍，大概就是我现在的理想。还有努力让自己能帮到你，照顾好你和囡囡。毕竟我只是一个小女人，而你是一个大男人大英雄。赵静轻轻柔柔的嗓音让人不自觉的心绪平静下来。将军之心，切能理解一二。将军英才盖世，辅佐民主，渴求统一大业，却属鲲鹏之志。然涓滴之水汇成江河，已属不易。奔流向前，汇入大海之时，更会倍感自身之渺茫。赵静的话语如春日之微风，拂过赵文木心间，七之言却如金石，令我宽解许多。此刻赵文木已经知道自己的人生理想是什么。人生苦短，当建功立业，身处这个大时代，岂能碌碌无为？荣前辈一生都在为发展建设祖国而奋斗，命运让我重回40年前来，又岂是对我没有期待？作为一个重生人，除了赚钱，更应该为国家做贡献，为全人类做贡献。看着窗前的星星和月亮，赵文木又想起小时候的梦想。媳妇，我想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过了几日，去湘江的护照和手续下来了，一行人从口岸出来，早已有人等在了这里，是荣方一和荣仁一的儿子荣振邦。小赵，好久不见啊！荣哥，好久不见。赵先生你好，家父总是拿你的事迹来训导我，今天总算是有机会见到本尊了。
郑帮兄过奖了，我不过是乡野村夫，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小打小闹罢了。小赵，你这几天有什么安排吗？我和仁义这些天会比较忙，不过郑帮可以陪你们一起。对，我有空，我可以陪大家一起玩。我打算在湘江开立2家公司，再开个股票账户，明天带他们随便逛逛，顺便找一家律所帮我处理这些问题。那好办，我认识一个很厉害的罗律师，等下我给你约个时间。那我们现在先回去吧。4辆豪车穿梭在湘江街头，往半山别墅区驶去。然而在某处隐蔽的地方，几个人正在窃窃私语。大哥，你确定那姓李的儿子会出来吗？当然，这消息绝对准确。大哥，发现目标，正往76号4来。行动！就在赵文木的车子驶过一个路口之时，迎面驶来的黑色轿车突然撞上身后的车。荣家保镖反应很是迅速，在撞车的一刻立即拔起枪声让阿彪瞬间警觉，一脚油门冲了出去。我操，大哥，情况不对啊！荣家保镖的悍勇超出他们预料。情报中，今天他儿子身边没有这么多保镖啊，而且还是这么厉害、训练有素的保镖。是的，他们是冲着李姓富豪来的，绑架他的儿子，然后向富豪勒索一笔钱财。有什么不对的？追上去！鸡头没有理会小弟的疑惑，事已至此，哪有后退的道理？我三哥没有事吧？三哥跟过来了吗？赵文秋从惊吓中缓过来，着急地问道。没事，后面那辆车就是他们，不用担心。话音刚落，赵文木那辆车便死亡摇摆了几下，原来是后面的车在撞他们。妈的，撞上去！哈，撞上去！鸡头已经失去耐心了，如果再不把对方逼停，警察就要赶来了。随着后车的不断反击，加上前面的障碍物，赵文木的车发生了侧翻，阿彪因负伤撞晕过去。阿彪兄弟！赵文木来不及思考，一瞬间跳过主驾驶，迅速启动车辆。他此刻心急，他对湘江黑帮社团的成员，如果只是自己落在对方手里，相对来说问题不大，就是给钱解决。当然了，如果这伙人从一开始就是仇杀的话，问题就严重了。但是不管怎样，赵静都不能落在他们手里。一个女孩子被黑帮抓走，即便最后能被救出来，恐怕也已经晚了。阿静，前面街道尽头我会把车停下，你下车就向着亮灯的地方跑，听清楚了没有？拼命跑！赵文木从阿彪身上扒拉下一把手枪，随时准备火拼。不，我不下车，我要和你在一起。赵静，你给老子听清楚，老子让你跑，拼命跑，不要回头。即将到达街道尽头，赵文木一个漂移将车停下，赵静哭着向亮灯的别墅跑去，他不敢回头去看，车子又重新启动。赵文木一脚油门一放，向着最前面的前面没路了，看准。不明情况的鸡头还吩咐着小弟加大油门。等着，这个他要撞过来。凉席痞。赵文木遭到绑匪追杀，还遇上了黑帮混战。危机时刻，那个男人出手了，续接上集。这个他要撞过来了。凉席痞，快刹车，快躲开！驾驶车辆的小弟慌乱中猛打一脚，车子撞在路边，赵文木的车也被打爆了轮胎，失去控制。他妈的，臭保镖至于这么拼命吗？鸡头无力咒骂着，操起手枪就往赵文木那去。而赵文木此时被撞得头晕转向，意识不清。荣少，停车，阿木可能遇上危险了。郑光明看着赵文木的车迟迟没有跟上来，十分着急。郑兄弟，我已经通知弟兄们过来了，现在车里还有女人和孩子。荣振邦也知道赵文木遇险了，但自己的人还在路上，现在回去也是送死。荣少，我必须去确认情况，阿木绝对不能出事。郑兄弟，车里有枪，我跟你过去。振邦，你带着他们先躲起来。荣方一清楚事态的紧急，说完从车里拿出一把手枪递给郑光明。荣振邦直接被郑光明单手装弹上膛的流畅动作给惊呆了。荣方一稍微好些，他可是见识过郑光明单人单臂打得自己保镖毫无招架之力的。爸爸，郑大哥，你们小心！郑大哥，你一定要救我阿姐跟三哥。放心吧，他们不会有事的。回到这边，恼羞成怒的鸡头发现车里只有赵文木跟阿彪，直接破防了。去死吧你们两个！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几颗子弹从鸡头的头顶掠过，来的是另一个黑帮。此时赵文木也清醒了过来，看见鸡头马上拔枪射击，子弹划伤了鸡头，鸡头正准备还击，另一个黑帮开启了扫射模式。万幸的是，他们在朝着鸡头射击；不幸的是，他们也在朝着赵文木射击。妈了个巴子的，那是水哥，我们被水哥算计了。鸡头这时才明白过来，他们拦截的根本不是李富豪的儿子，
鸡哥，你也别怪我，你今天是死定了，是死我手上还是荣家的手上呢？鸡头气得发抖。好一个万全之计，阴狠之招！先借荣家火力消耗我的人，然后你出来灭了我，顺手还给荣家做了人情。就算你还是没打过我，也会得到荣家的帮助，我还是难逃一劫。对喽，不过这些还是跟阎王说去吧，给我打，一个不留。老子跟你拼了！鸡头失去理智，两队人马打了起来，但很快水哥这边就劣势了，毕竟人数跟体力方面都不如水哥。鸡哥，我戳戳他们，你快走！顺子杀红了眼，额头青筋暴起，端起枪向着对面冲去。对面的人暂时被压得抬不起头来，鸡头狠狠叹了一口气，转身想要逃走。顺子，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然而就在这时，一抹凉意划过他的脖颈，郑光明赶到了。手雷呢？快炸死他们！轰的一声，顺子则是直接被炸飞了，车子也瞬间起火。没有了压制的水哥又朝对面无差别的扫射。郑光明不确定赵文木是不是已经死在了车里，不管怎样，他必须紧拉过去。至于交战的两人，都不是敌人。郑光明的打得水哥措手不及，明明快要打赢了，却突然一边倒，而自己连对面的人在哪都不知道，只要露头就被精准打击。继续手雷给我炸！水哥故技重施，几个小弟拉开保险栓，朝着郑光明那边扔手雷。然而在手雷离手的一瞬间，就被郑光明精准击中，手雷直接在他们眼前炸了，放倒一片。活着的两人带着水哥摸爬滚打的逃走。荣家保镖也赶到，现场的惨烈程度远超他们想象。好在及时救出了赵文木跟阿彪。快，阿静可能在那座别墅里，我现在无法确定他的情况。赵文木顾不得身上的伤，马上又上了车。喂，黎叔，半山96号是在谁的名下？房子是在一个女人名下，实际是刘大雄买下来金屋藏娇。好的。此刻方圆数个街区已经被警方封锁，不过荣家车队在打过招呼后，还是一路畅通无阻的来到了半山96号别墅。荣嫂，真的是荣嫂吗？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有些激动，这便是房子的女主人，某位港姐。方小姐，我朋友误入了你这人，他现在在哪里？啊，你朋友？没有啊，这里就只有我自己。刘大雄没跟你们说过吗？现场无人回答，只有可怕的沉默。片刻后，一辆车子疾驰而至。荣哥、荣嫂，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刘先生，深夜造访，是我唐突了，我向你道歉。不过麻烦把我朋友带出来吧，如果他有冒犯到你，我会带他赔罪。荣方义跟荣振邦心里清楚，安保人员之所以不把赵静交出来，必然是接到了刘大雄的指示，而刘大雄没有得罪自己的动机，他这么做是为了将赵静交出去的时候可以卖个人情。荣家的人情对于叱咤资本市场的刘大雄来说很重要。荣嫂，哪里，你的朋友能够造访这里是我的荣幸，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贵客呢？还不赶紧请出来！不一会儿，2名安保带着赵静出现在众人面前。看到赵文木，原本有些凄惶的赵静立刻扑到怀里，放声大哭：“阿静，我没事儿，真的。”此刻他感觉无比幸运，人还在，就一切都好。片刻后，赵文木松开赵静，这才仔细打量起他来，脸上2个巴掌印清晰可见。是谁打的你？只因乡下女人误入高档小区，遭到嚣张保安掌掴，事后还讹诈2亿元。但这次他们遇到了惹不起的人。续接上集，是谁打的你？不疼的小弟，我没事。此时刘大雄还满脸笑容，准备跟荣家表功。谁打的他？赵文木露出狠厉的眼神。刘先生，你的人是不是太不懂事了？荣嫂，实在对不起，这都是误会，是谁干的？2名安保人员站了出来，刘大雄啪啪给了他们几耳光。去，立刻向荣哥、荣嫂道歉。荣哥、荣嫂，十分抱歉，我们错了。你们该向赵先生和阿静道歉。刘大雄正在迟疑，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让他的保镖道歉，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的颜面。这时赵文木转头看了眼郑光明，下一秒一个黑影便飞快地在2人安保之间游移穿插。几个转身间，只听见杀猪一般的惨叫声传来，安保人员的一条胳膊被生生掰断了。巧了，我也没想要道歉。刘大雄脸色大变，他的其他安保立刻围了上来。小子，知道我是谁吗？荣振邦轻轻推了下眼镜。赵先生夫妇是我荣家的恩人，也是我荣家的朋友。你是想要跟我荣家作对吗？须臾之间，刘大雄已经换上了一副神色。哪里，我的意思是这位小兄弟打得好，打得太好了。说完又上前踹了安保人员2脚。你们还不把他俩带下去，丢人现脸。荣嫂，我最近周转困难，正在跟汇丰申请1笔2亿元的贷款，能否帮我说说好话？既然面子已经被驳了，荣振邦又出来给这几人站台。刘大雄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把礼物赚回来。荣振邦跟荣方一互相看了一眼，
楼生，汇丰的贷款会如期到你户头，中华煤气你必然又能大赚一笔。荣方一这是在明确告诉刘大雄，他想动中华煤气这件事情，荣家早就知道。同时，荣家承诺帮他，便是偿还这个人情。赵生，实在抱歉，这都是个误会，改天我一定亲自登门致歉。阿静是躲在树林里，别墅外面的树林虽然是刘家在打理，却并不属于刘家，所以客观上他们并没有帮我，主观上也没有帮的意图。不仅如此，还打了阿静，并且讹诈了荣家。刘先生，您客气了，贱内承蒙救助，才能脱离这场凶险，鄙人感激不尽。如果可能，我一定会好好报答您这份恩情。在这一刻，赵文木已经决定跟刘大雄掰掰手腕，事情已经解决，一行人直接驶离这里。外面什么情况？我还打死了很多个匪徒，会不会有什么麻烦？而且我们的车还在那里。郑光明看着已经被警察封锁的枪战现场，忧心忡忡地问道：没关系，坤叔会摆平这些。这场冲突本质上只是出于自卫，又有荣家作为后台，大家自然不用多担心。次日，荣家别墅里，荣仁一已经返回了家中，一道道指令从这里发出，湘江众多大人物、大势力纷纷扰动。荣叔，已经调查清楚了，2个不懂事的小帮派为了争夺地盘，发生的一起帮派争斗，叫水哥的已经买了，敢拿荣家当枪使。处理好了就行。警察那边呢？警方开展了新一轮打击黑帮的行动，很多社团也主动牺牲掉部分边缘产业和不听话的成员。另外，鸡头所在的盛和集团拿出200万港币作为补偿，表示歉意。荣叔，你看，收下吧。罪魁祸首是冯德水，叫鸡头的被利用了。既然人已经死了，不用继续追究盛和。是的，荣叔。对了，李超人的助理也拿来了50万港币。李超人啊，这小子，他儿子怎么天天被绑架？李超人，这也是个大人物啊，富豪榜上的人物。赵兄弟，荣家招待不周，护卫不力，让你和阿静有此劫难，我给你道歉。小赵，这里的250万你收下就行，其他的我来处理。没有，这无妄之灾怪不得谁。赵文木又想起刘大雄的讹诈，决定做些什么，想挫一挫他的锐气。荣叔，我想对付刘大雄，可以吗？荣仁一听到这个问题，怔了片刻，接着便是爽朗的大笑声。你小子呀，尽管放手去做。既然荣叔都这么说了，那我可得跟这位传奇的股市狙击王隔空握手。几天后，荣振邦引荐的罗翔律师已经帮赵文木注册好2个公司。赵生，按你的要求，在开曼群岛注册了控股母公司，在湘江注册2家受控股公司实际控制的子公司，主营业务分别为贸易和投资。好的，谢罗律师了。不过还要麻烦你帮我开了一个匿名证券账户，将这笔钱转入账户。赵文木说着，将一张支票递到罗翔面前，正是他收到的250万补偿款。好的，没问题。对了，振邦兄，我想做一笔融资，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250万是一个不小的数额，但是在资本市场却有些不够看。你想要在港股入2手吗？是啊，跟刘大雄玩几把。融资这事儿简单，我帮你跟汇丰申请一笔10倍杠杆，2500万够了吗？我靠着前世的记忆，借刀杀人，抄了股市居王刘大雄的老家，续接上级。融资这事儿简单，我帮你跟汇丰申请一笔10倍杠杆2500万够了吗？10倍杠杆足够了。不过刘大雄正在谋划中华煤气控制权，这件事情不适合让他觉得荣家插手其中。既然已经答应帮刘大雄争取汇丰银行的贷款支持，那么荣家不能出尔反尔，承诺了刘大雄，转头却给别人钱去对付他，不合规矩。振邦兄，你放心，我不会参与中华煤气股权之争，我要买入的是另一只股票。赵文木自然明白荣振邦的顾虑，要想针对刘大雄，没必要跟他正面硬刚。再说了，我也没打算跟这位大佬打生打死，最多不过是让他吃点小亏罢了。好，等证券账户开立完毕，我保证资金立刻到位。接下来的这些日子，赵文木一直盯着湘江股市。刘大雄收购中华煤气的股权争夺战也已经日趋白热化，中华煤气总市值翻了1倍不止。这该死的刘大雄到底要玩哪样？当前控制中华煤气的李兆基家族召开了紧急会议。李叔，有传言说是刘大雄要争夺我们公司控制权。不，我觉得不可能。刘大雄还没那个实力吃下中华煤气。刘大雄这个人号称女明星狙击手，除了女人，股市上更是一个狠角色，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被他玩到了极致。大刘如今暗中吸入了大量筹码，散户、游资纷纷跟风，股价已经涨了1倍不止。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清楚他的意图，也不清楚他手里已经有多少中华煤气的股份了。
李叔，据了解，汇丰银行给刘大雄提供了2亿港币贷款，而且还是荣家促成的。我觉得我们必须马上继续买入中华煤气，提高持股比例。这绝对不行！我们前面已经不计成本的买入，让中华煤气股价开启了新一轮的主升浪。要是继续买入，咱们就中套了。大刘一旦抛售，我们将会损失巨大。会议室里一群人吵了起来。如今进也不是，不进也不是，为了维护自己大股东的地位，已经跟了很多钱，可万一崩盘，将会是一笔很大的损失。为你好，李叔，我猜你现在在中华煤气上很苦恼，我有一计，可否当面聊聊？大刘这一手狐假虎威玩得好啊！赵生，今天来我这是有什么任务要安排吗？罗律师，我准备买点爱美高公司股票，你要不要一起买些？赵文木看向对方，眼眸里有不明所以的笑意。罗翔刚要说自己不玩股票，却骤然明白过来，这话里面有深意。他刚刚拿到2000万的融资额度，而且这笔额度是荣少为他争取来的，这里面肯定有猫腻。好啊，不过我钱不多，只有200万。赵文木笑笑。于是次日，赵文木、罗翔分2个户头，同时买入爱美高公司股份，分别买入2200万和200万。爱美高公司是刘大雄的大本营，他通过这家上市公司控制了华智，终于2家公司拿下爱美高，就相当于抄了刘大雄老家。当然，仅凭我这2000万是肯定吃不下爱美高的，我只是个趁火打劫的。接下来，一则消息迅速引爆了市场。李氏家族报复刘大雄争夺中华煤气之仇，已经买入16%爱美高公司股权。刹那间，整个湘江股市沸腾起来。刘大雄，这个时代的野蛮人，曾经敲响过多少人的大门？这一次，终于风水轮流转，他也体会到了被人恶意收购的苦楚。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刘应战了。自从赵文木买入以后，爱美高股价已经上涨了40%。没办法，刘大雄不能舍弃他，必须全力以赴保证自己的控股股东地位，因为这是他唯一的控股平台。李氏手里真的有16%的爱美高股份吗？罗翔有些不敢置信地问道。这些消息爆发出来以后，李氏的回应模棱两可，根本没有正面回答是否要争夺爱美高控制权这一关键性问题。也正因为这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做派，引得市场浮想联翩，进一步推动了爱美高股价上涨。难不成赵生已经跟李氏达成了合作？罗翔心里有些狐疑。李家确实有暗中收购爱美高股份，具体买了多少我也不清楚，大概没有16%，估计不超过10%。赵文木顿了顿，在大刘进攻中华煤气的时候，就已经有热心群众暗地里给李家出谋划策，让他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向收购爱美高。后来我关注到爱美高盘面确实有些异动，猜测李家应该动手了。罗翔听完也明白了，热心群众必然也是赵文木。另一边，因为湘江证券市场大量不记名账户的存在，以及证券市场对股东信息的保护，刘大雄无法确定李家已经持有多少爱美高股票，这原本是他对付其他人的有利条件，而今也成了限制他自己的枷锁。所以刘大雄不敢赌，他只能尽可能从散户手里收购爱美高股份，维持自己的大股东地位。就在今天早上，他高调宣布将会收购不低于4000万股，也就是20%的股份。爱美高的股价节节攀升。赵生，我们什么时候沽出？我靠着前世的记忆，借李家的手偷了股市居王刘大雄的大本营，获利1600万港币，然后继续投资医药，续接上级。赵生，我们什么时候沽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卖得好比买得好更重要。账面上浮盈的数字没有意义，只要还没有落入口袋里，那么它随时就可能灰飞烟灭。爱美高到底能涨到多少我也不知道，前世李氏家族并没有反向收购爱美高，后来的吴氏家族这么干了，我也是从这里得到启发，说服李家这么玩的。爱美高股价涨到什么时候，关键在于李家什么时候跟大刘达成协议，把手里的股票卖给大刘。李家这么做主要是为了出口气，那么大概率要让大刘把之前在中华煤气上面赚到的钱给吐出来。两人不谋而同。但是我们不知道大刘当初买了多少中华煤气，更不知道李家现在手里有多少爱美高。那只能找个好一点的操盘手，让他时刻盯着盘面吧。一旦大刘停止买入，或者有人大笔卖出，都是有迹可循的。我们持股量不大，船小好掉头，直接卖出就行。之后两人还是大致估计了一下刘里的持股数量，判断出一个大概的股价区间，这个可以作为操盘手决策时的一个参考。估计涨幅60%到100%，已经不错了。谢谢赵生这份礼物。罗翔笑着说道，他心里清楚，赵文木之所以拉上他一起买股票，是为了之前说过的一份礼物。我的原则是朋友的第一笔业务免费，赵生是荣少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那多谢罗律师了，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也一定会奉上一份礼物作为答谢。
没想到这份礼物如此之重，即便到最后收益只有50%，那也是足足100万港币，1年收入也不过如此。而赵文木之所以拉上他，一方面是作为谢礼，另一方面却也是想把罗翔拉入自己的阵营，以后还要麻烦罗律师。操盘手的事情就交给我吧。很快，事情果然如预想的那般，爱美高股价涨到80%的时候就开始显露疲态，请来的操盘手也足够老辣过，在股价掉头向下之前，果断迅速卖出，最终该笔交易净利润率达到了74%。这一笔交易，赵文木净赚1628万港币，罗翔净利148万港币。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些钱都是从大刘身上割下来的。小弟，这是天文数字吗？来到湘江已经赚了2000多万人民币，对于前世万亿身家的赵文木来说不值一提，但普通人而言，这可真是见都没见过。媳妇，这些钱你想怎么花？不知道呀，家里的钱已经够花了，这8位数的金钱虽然刺眼，却没有花出去的欲望和冲动。赵文木也是一样，这个数字对他来说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意义。要不买成黄金？赵静试探着建议道：“黄金吗？什么时候都是硬通货。”赵文木嘴角一抽，整个80、90年代，金价几乎横盘不动，投资黄金可以说是最差的选择之一。赵静敏锐地察觉到赵文木的微表情。小弟，你在嘲笑我吗？我不是，我没有，刚刚抽筋了。赵文木立刻答道：“自己的女人，拿钱怎么花都无所谓，买黄金也不是不行吗？”黄金看来是不行了，还能拿这笔钱做些什么呢？赵兄弟，你们代理我们公司的合力胶原吧，你出钱我出人，咱们合资一个销售公司，负责樱花国高丽市场。荣振邦还经营着一家医药公司汤田制药，最近投入将近2亿港币研发了一款新药合力胶原，也算是保健品吧。合力胶原这款产品将来在东亚很火，东亚儒家文化圈有着相似的内卷文化，上班族对这类保健品需求很大。或者在内地也行，目前湘江而言卖得很不错。内地暂时不行，等过几年再说吧。内地现在的消费水平也不支持这2款产品，樱花国和高丽市场咱们可以合资经营。最后商量了一番，决定由赵文木出资1800万港币占股40%，荣振邦出资1000万港币并负责管理运作，占股60%。如此成立一家销售公司，负责汤田制药相关产品。出来这么久，也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每一个人都在想念家里的一草一木，一饮一啄。吾家虽贫，却心念之。阿静，我们回家吧。这段10日的相处，赵文木跟荣家人越发融洽，赵家跟荣家通过荣心怡这条纽带结合在一起，却在交往中真正建立起超越友情的感情。那祝你们一路顺风，一路平安。爹娘，小弟说他们在回来的路上了，终于要回来了。回来好啊，这出去玩这么久了。2个老人脸上是藏不住的喜悦，应该说所有人都很高兴。老婆子，我这就去买些猪肉和酒来，大家伙好好吃一顿。上集讲到赵文木把爱美高炒到最高价，然后马上卖出获利1600万，结束湘江之旅返回山前村。知道小儿子要回来的赵学海马上跟赵文广去屠宰场买了一点猪肉和酒。也不知道这小子在大城市里吃山珍海味，还吃不吃我这乡下里的东西。爹，你这说的什么话？小弟是那样的人吗？再说了，咱们的土菜土猪肉可不差。那是，老阿，明天叫上大家伙一起聚聚，好好吃一顿。飞机上，一行人都昏昏睡去，除了郑光明。郑光明悄悄打开红色的小盒子，里面是一枚戒指。分开个把月，郑光明无时不刻想起赵文君，这次哪怕被拒绝，他也想勇敢的追求。次日，飞机安全落地全程是，赵文木等人也乘坐火车回到了平阳县。下了火车，钱二牛、宋文远这些小伙伴早早就等在了那。三哥，你可回来了！一群人纷纷把赵文木围了起来，诉说着这些天的想念和发生的事情。你小子带着老婆孩子跑出去这么久，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潜逃出境了呢。我逃什么逃？咋的爹？有人乱嚼舌头啊？嚼啥舌头？你这一回来不就打脸了吗？管他们说啥，小弟快跟我们讲讲那湘江。赵文木跟赵文秋便你一句我一句，讲述着这些天的所见所闻。他们也很默契地隐瞒了湘江遇险的经历，免得大家担心。湘江真好啊！湘江竟然比京城还繁华，好想去看一看。以后还会有机会去的，到时候嫂嫂你也去看看。好啊好啊，到时就二哥带我和宝宝一起。哎呦！刚说完，肚子里的宝宝就踢了宋云一脚。赵文广连忙轻轻安抚住他。这小东西也等不及去了。饭桌上大家都有说有笑，十分和睦温馨的画面。这顿饭吃了很久才慢慢散去。小弟，二姐好像有什么心事啊？你说会不会跟郑大哥有关？赵文君今天的表现，赵文木也早发现了，大概是吧。
他们认识1年多了，郑大哥有心求娶，估计是俩人说了些什么吧。媳妇，有空你去探探口风。赵文木觉得有些头疼，这俩人在别扭些啥呢？刚说完，生产队长赵学雷找上门来。二叔，我正想去找你呢，村里的业务可是做得越来越大了呀。哈哈，在赵老板面前班门弄斧了。青山建材厂已经日益壮大，我今天过来是想请教下畜牧场的发展。畜牧场的发展？对，你不是说过咱平阳县要做全国野味第1县吗？既然这样，咱们山前村做个北方野味第1村总不过分吧？赵学磊志得意满，豪气干云啊！北方野味第1村，全国野味第1县，这话赵文木确实说过，当然指的是养殖的半野生的野兔、野鸡、野猪这些。对呀，有了这个招牌，我们的野味才能建立品牌优势，占据更大市场份额，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产业发展。赵文木不知道赵学雷怎么突然提起这个，不过说的话好像也有道理。山前村要是真的可以打出名号去，那么无论是产品价格还是销量，确实都会得到质的提升，有个品牌效应。二叔，你可真是生意鬼才啊！这个主意不错，但是别叫野味第1村，干脆就叫小龙虾第1村吧。野味这个词语还是尽可能要回避，不然将来风向变了，山前村到时候会很难受。谁知道赵文木这话一出，赵学雷眼珠一转，立刻说道：好啊，就叫北方小龙虾第1村，但是村民不会养殖小龙虾啊。赵文木心里咯噔一下，又被这老匹夫算计了，这次找我就是为了小龙虾和螃蟹的养殖是吧？二叔，小龙虾和螃蟹的养殖经验我说过了，可以无偿推广给村里，这一点不会改变，你放心就好。当然了，小龙虾养殖是赵文军付出心血努力的结果，该有的物质、名誉回报，赵文木会一分不少的帮他争取来。但是眼下小龙虾养殖技术尚不成熟，野生小龙虾仍然过剩，养殖小龙虾无利可图，还不是推广养殖的时机。赵文木说的也是实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行，我听你的。另一边，赵静也打听到了赵文军的心事。郑大哥说想娶我，这是好事呀，你为什么不开心呢？赵静有些不解，大家都能看出来，赵文军是心悦郑光明的。他跟我表白了，跟我求婚了，我拒绝了他。说着，赵文军低下头来，眼泪像是断线的珠子，大颗大颗滴落下来。可我生不了孩子呀。说着，他拿出一张县妇幼保健医院的诊断报告，疑似输卵管堵塞，难以受孕。注意看，这个只有1只手臂的退役军人，鼓起勇气向女人求婚，却遭到拒绝。续接上集。看着眼前的赵文军，赵静也不知道怎么安慰，说什么都苍白无力，只能静静地陪着他。当然，难过的还有郑光明。对不起，郑大哥，我只是把你当作大哥。这句话始终萦绕在郑光明耳边，他失魂落魄的一个人发呆许久，回忆着与赵文军的第一次相遇，第一次搭话，第一次牵手，回忆着两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互送礼物，互相关心。不对，他在撒谎。郑光明猛地站起身，他突然想起来赵文军有个心结，那件事过去了很久，赵文军也恢复了自信，变得积极阳光，让他差点遗忘了赵文军有不能生育这个心结。对，他拒绝肯定是因为孩子的问题。当初周家人曾经拿这个事情指责他，看得出来文军对这件事情很在意。郑光明拍拍自己脑袋，想通了这一切的缘由，眼睛里重新染上昂扬斗志。不过在那之前还有件重要的事。他回到家中，扑通一声跪在老娘面前。光明啦，你这是做什么？明，我跟文军妹子求婚了。那是好事呀。董丽亚十分高兴，但马上察觉到什么。光明啦，赵家二妮子不答应嫁给你。文军为什么不同意？你知道吗？老人继续问道。郑光明沉默了片刻，才艰难开口。他可能没法生育吧。老人长叹一口气。光明，你是怎么想的？非他不娶吗？郑光明想了一会儿，却摇摇头。明儿也不是非他不娶，但只要他未嫁，儿还是想娶她。如果她嫁了人，儿也就不孝想了。光明，你娶文君是为了报恩？不是。是因为可怜他？不是，儿想娶她是因为喜欢他这个人，跟旁的没有关系。董丽亚看着跪在面前的儿子，迟迟下不了决心。郑光明是家里唯一的男丁，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董丽亚没管郑光明，独自走开了。老头子啊，那个姑娘我看过了，非常好，人又漂亮又善良又吃苦勤奋，就成全这2个懂事的孩子吧。祖宗那边等我下来了再赔罪，你不说话就是同意了啊。原来董丽亚是回到房里跟早亡的丈夫商量这件大事。光明，起来吧，你有没有信心追回他？郑光明愣住片刻才反应过来。有，我会让他感受到我的真心的。很好，去吧，去把文君娶回来。人家姑娘点头同意了，
娘马上上门提亲。老母亲这边解决了，郑光明便迫不及待地来鱼塘找到赵文君。赵文君看到郑光明，本想继续躲起来，不料却被郑光明给拉了回来。文君，你先别走，我有话跟你说。这一次，郑光明没有犹豫，也不再迟疑。你不愿意嫁给我，是不是因为孩子？不是。赵文君下意识地回答道。这时，郑光明拿出一张检查报告，内容是说他也没有生育能力。赵文君看着这份报告，突然就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郑大哥，你这份假的检查报告我早就知道了。原来那天郑光明从诊所出来，刚好被去检查身体的赵文君看到了，从医生那打听到他想要份假报告。我去检查过了，医生说我很难有孕。郑大哥，我们不合适。郑光明有些激动，也有些生气。赵文君，什么叫我们不合适？因为你很难生小孩，所以我们就不合适。我喜欢的是你，生不生小孩都没关系。医生只是说很难有孕，也没有说一定不可能，对吧？我们还可以治疗啊，总归还是有希望的。即便不成功，也可以领养一个小孩子。郑光明一口气说了一连串。如果你还是不同意，我娘就直接去你家提亲了，她现在就在村口。啊，董婶子也来了。文君，嫁给我吧。郑光明的一番话让赵文君感动，特别是那份假报告和等在村口董丽亚，终于他打开了心结。好，我愿意。听到这个答案，郑光明高兴地像个孩子把赵文君抱了起来。没多久，董丽亚带着郑光明上门求亲。光明啊，来喝茶。谢谢叔。你姓郑啊？是的。那你爸爸姓？我爸爸也姓郑。你结婚没有？没有。叔，你结婚了吗？未来女婿跟老丈人聊得十分投机，另一边刘素芳拉着董丽亚在屋里说话。大妹子，光明真的要娶阿军，你也同意了？刘大姐，光明是真心喜欢阿军这孩子，我也是一样。阿军身上那毛病你是知道的，他将来不一定能生孩子。刘素芳迟疑着说道。董丽亚握住他的手。这都是2个孩子的命，大不了将来领养个孩子，只要他们互相扶持，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刘素芳却是再次说道。大妹子，光明是个好孩子，我相信他会对阿军好，但阿军也是我的孩子，他过得太苦了，有些话我必须得提前跟你说清楚。董丽亚明白他的意思，刘素芳不希望将来郑家人因为孩子的问题为难或者舍弃赵文君，她要一个承诺。刘大姐，我等来，咱们到外面说。董丽亚拉着刘素芳从里屋走出来。光明，给你大爷大娘跪下，告诉他们你以后不会辜负阿军。郑光明闻言扑通一声跪在2人面前。大爷大娘，我保证一定会好好对文君，绝对不让她受委屈，请你们把文君嫁给我。不管以后有没有小孩，你都要跟阿军好好过日子，保护好他。好，光明这孩子我看好他。光明啊，以后阿军就托付给你了。上集讲到郑光明吐露真心打动赵文君，2人有情终成眷属。1981年8月6日农历7月初7，一大早村东头的赵家老宅便鞭炮声不断，喜庆的唢呐声响彻全村。今天是郑光明和赵文君结婚的日子，村里的男女老幼都早早的来到了赵家帮忙，郑家人也没有闲着。郑光明准备了全新的3转1响，还专门去省城友谊商场买了电视机。这场婚礼的酒席自然也是老赵家饭馆的这群兄弟们负责。前二牛宋文远直接在旁边架起大火，搬来案板，几人热火朝天的忙碌着。这个年代，婚宴都是自己做的，鸡鸭鱼肉现宰现杀，新鲜蔬菜现摘现炒，乡土气烟火气十足，也有一番风味。屋里赵文秋看着打扮妥当的赵文君，一脸惊叹地说道：二姐，你真漂亮，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新娘子，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小秋说的没错，阿军你真的是我们见过最漂亮的新娘子。2人说的赵文君都不好意思了。二姐，听说郑家为了娶你，不但花了500块钱的彩礼，还将3转1响都置办齐了，是真的吗？是真的，前几天就置办齐了。那可得不少钱，真羡慕你。是啊，太浪费了，但他说想给我一个完美的婚礼，拦不住。郑光明对你可真好，简直是宠到天上了，太幸福了。甜甜的恋爱什么时候轮到我？一旁的赵文秋不禁感慨道：你还是小孩子呢，好好学习。阿姐，我不小了好吧，我都读大学了。几姐妹都被赵文秋给逗笑，赵文君心里甜丝丝的，当即说道：大家都会幸福的。这时赵文木从外面走了进来，看着梳妆好了的二姐，赵文木整个人是微微一愣。小弟咋傻乎乎的不说话呢？赵文木急忙说道：姐夫那边来电话了，说他们已经出发了，预计10分钟后迎娶的车队就来了，你准备一下。
不等赵文君说话，小妹赵文秋就急忙说道：“呀，这么快，那我得赶紧到外面拦门去，可不能让那边这么轻易的就把二姐给娶走了。”宋云叮嘱到赵文秋：“差不多就行了，别太为难他。”知道了，知道了，不为难姐夫，就是走个过场。说完，赵文秋便向着门外走去。这时，赵文木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红本，递给了赵文君。啥东西了？然而，当他看清楚手里接过来的是啥东西后，先是一愣，随即便皱眉道：“小弟，你给我存折干啥呢？”赵文木笑了笑说道：“这是我和阿静给你的私房钱。”赵文君打开存折看了一眼，顿时发出一声惊呼：“10万！我不能要！”屋里的宋云听到10万这个数也是惊呆了，但马上也平静了下来。这段时间都是他在负责饭馆的账单，而赵文广在负责收蘑菇，就这2样的收入都不是小数，更何况还有大头进云厂呢。最主要，他对自家这位小弟的赚钱能力是十分肯定的。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结婚后要花钱的地方多着，这些钱你就收下吧。赵静也附和着说道：“是啊，二姐你就收着吧。可是这也太多了，都抵得上普通人10年工资了。你弟弟我的收入会越来越多，可不止就现在一个饭店一个厂子。”那也没有10万送人的。再说了，你给我和光明的工资已经那么高了，根本花不完，要这些钱也没用处啊。没用，就放在银行吃利息，反正我是送出去了，没准备拿回来。说完，赵文木便转身出了房间。出去的瞬间，赵文木的眼睛微微有些发红。上一世，除了赵静和小囡囡，他亏欠最多的便是家人了。就连二姐赵文君不明不白死在周家，自己都不知道，连消息都是1个月后才在电话里听到。赵文木可以想象得到上一世的赵文君有多么的苦。突然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接亲的队伍到了。哇，竟然是吉普车！人群瞬间爆发出一阵喧嚣声，大家还从来没有见过用小汽车接亲的呢。谁曾想，第2辆吉普车紧随其后出现在村口，同样的贴着喜字，挂着大红花。之后是第3辆车，这可真是让村民们开眼了。赵家再嫁的2姑娘一下子成为村里最被人羡慕的新娘子，再也没有人敢背后里嚼舌头。今天郑光明用实际行动打脸这些人。进入婚房，看着端坐在炕上的赵文君，郑光明难掩喜悦与激动。他将手里的花束递给赵文君，重复了一遍求婚戴戒指的流程，然后把赵文君背上了车。婚车出来之后，并没有原路返回，而是绕着村子走了一圈后，从另一条路回到了郑家。倒不是郑光明为了显摆，而是本地的习俗，不走回头路。快，车子在院门口停了下来。娘，我娶回媳妇了。看，进来吧。没多久，一辆3轮车开进了郑家房这边。陈叔、二叔，你们来了，里边请。呵呵，这赵家跟郑家的喜事，我们能不来吗？紧接着又一辆吉普停在郑家门口，是公安局副局长杨雨平和庞青云。光明啊，新婚快乐！你小子可以了，恭喜恭喜！连长、老庞，同喜同喜，里边请。正午12点，随着临时充当大总管的赵学磊致辞，喜宴正式开始了。没有太多的繁文缛节，大家伙洋溢着笑容。郑光明、赵文君夫妻俩则是一桌一桌给宾客敬酒。好，你们要好好在一起，相互扶持，相互陪伴。对于赵学海、刘素芳老两口来说，赵文君嫁人让他们放下了心里最大的一块石头。为人父母，他们最担心的就是2女儿孤独终老。现在这件事情终于有了着落。不仅如此，他们还十分满意女婿郑光明。等吃席结束，已经是下午4点了，众人散去，只剩2家人和一群兄弟伙伴们。这是我从湘江斥巨资带回来的相机，趁大家都在，咱们一起拍张照吧。听到拍照，大家都欢呼起来。这时候相机拍照可是一阵流行风。很好，都站稳了啊！男同志向女同志靠近点，女同志向男同志靠近点。很好，我数到3，一起说茄子。3，茄子。还有呢，爸爸继续讲啊，我还要听你们的故事。陷入回忆中的赵文木被小囡囡唤醒，后面当然就是大家幸福的生活了。子佳，让爸爸休息下了。这时赵静端来了茶水。那表弟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呀？表弟啊，你姑姑结婚第2年就怀上了。郑大哥果然厉害，真羡慕你们那个年代的感情呀。感谢大家对赵文木的陪伴与支持，祝大家也生活圆满，阖家幸福。